狗日的，偷什么不好，偷锦衣卫。说那腰牌你2个烂皮给藏到哪儿去了？虾仁为老大偷回一大袋银子，非但没等来奖赏，却反遭一顿毒打。只因他摸的是锦衣卫的荷包，还把里面的腰牌随手扔了。要知道，腰牌可是锦衣卫的命根子，丢了等同于丢了身家性命。别打了，别打了！我说，小杂种，最好说实话，不然弄死你。哈哈哈哈！爷有信了？东西呢？杂种，爷问你话呢，东西在哪里？你搁到哪里去了？在西头破庙的水沟里面。只要我有一天脱离这牢笼，一定要杀这条狗来祭天。爷在城西头破庙的水沟里面。寻来。爷，您稍待。历年来东厂和锦衣卫就不对付，这是要堵住孙公公的嘴，怕是要出大血。谭百户，回去可得好好的教导一下你那侄儿，这次是找到了，下次若是再丢了，保不齐掉脑袋。定然，回去一定要好好的教训。这小子我喜欢，有股坚韧劲，明明自己都被打得不行了，还敢扑过去救人，有胆识，这人咱家要了。小子可愿跟干爹我享福去？都是公公了，还能跟着他享什么福？我上一世当服务员都被主管扣工资，这要当太监，岂不是命说丢就丢了？不要。嘿，干净秀气，这小子是不像个乞丐。谭百户，按照我朝律法该如何处置？按照我朝律法，行窃者当以正刑，如鞭刑、流放、去服军役、干劳役；情节严重者呢，如偷锦衣卫腰牌，一律当斩。这死太监，你不怕？人死鸟朝天，怕个卵子！刀快些，别墨迹，我活够了。这3年全靠小老虎，若没有他，我早都烂在了臭水沟里。明知道孙公公是太监，还偏偏说人死鸟朝天，怕个卵子，话里有话啊！好小子，那我就斩了你！哟，倒真是一个有卵子的。谭百户，等着吃挂落吧！不劳孙公公费心。哼！干爹，如蒙不弃，儿子愿意跟你享福。你叫我什么？干爹。啥？干爹。有人不愿享福，有人却抢着要去享福。起来吧，让我看看。多大？11。不是干爹不愿带你，你这太大了些，不妥。儿子有力气，吃饱了可干重活。我还会喂马，我还会讲古。甲子库正好缺一个能干活的人，这人年纪大，好上手，学规矩快，倒也可以试一试。那就跟着咱家走吧。起来吧。好的，干爹。小弟，大哥去享福了。弟弟虾仁给兄长送行。这孩子倒是一个讲恩情的。好好活着。收回目光时，小老虎将谭顺的面容深深刻进脑海。他在心底发下毒誓，待他日发达，若虾仁不在了，定要让谭顺满门陪葬。哥哥，你说个名字，弟弟记着，日后好去寻你。记好了，哥哥，我的大名叫王承恩。王承恩，哪个王，哪个承，哪个恩啊？小老虎哥走了，谭顺让他手底下的锦衣卫把虾仁带回了家，草棚就成了虾仁的栖身之所。虾仁昏沉沉的睡了过去，驴子好似感受到了他的心酸无助，主动卧在了虾仁身边，为其抵御夜寒。谭大人，这么早就起来喝茶，不像你的为人。说吧，又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出钱还是出力？我那里有一个小子，我看过了，也查过了，无家室，无户籍，还年幼，要么……于员外闻言呼吸一顿，心中苦涩翻涌。从军时杀贼无数，却不知是否因此遭了报应，亦或是前世孽债，至今膝下无子，发妻难产而亡，一尸两命，只留他与4岁女儿相依为命。开个价。嘿，你若满意，茶钱你出；你若不满意，今后的茶钱我来出。哦，这么有信心，拿去看看。走着，也就比闷闷大个几岁而已，养大了算是知根知底的。女婿也是儿子，将来闷闷也有个照应不是？
哟，你这说的我心里痒痒。如果不是我才从族里过继过来一个，我给你说的这小子，我都想养着。大公子咋样？别提了，前日偷我的腰牌，去烟花胡同吃白食，出来腰牌就被人顺走了，昨晚才打完。驴兄，你这伙食挺好，还有黑豆。见生人不乱，眼睛有光，如何？是不错。这孩子望着老练，身子有股让人眼前一亮的精神气，好，养了。孩子，别怕，我是帮你取走头上的草根。你看，望着眼前胖胖大叔手上的草根，虾仁眼中的警惕缓缓地退了下去。这是他第2次从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善意。孩子，走，跟我回家。家？对，以后你就有家了。望着眼前胖胖的只有4个指头的手，虾仁犹豫片刻才伸出了手。都这个样子，还怕个鬼？怕嘎腰子吗？今后的茶钱我来给。好。门房张伯，张伯好。闷闷，你不是想要一个哥哥吗？这个人做你哥哥好不好？啊！于员外一愣，自己的女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从他娘离世以后，性子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见人就躲。孩子，你的生辰年月是？虾仁挠了挠头，他只记得前世的出生日期，哪年生的不记得，只记得生辰是每年的2月28。这孩子的生辰竟然和闷闷是同一天。哥哥，爸爸，我身上脏。先前是贼偷吧？是的，我不偷我活不下去。那这背后的伤想必就是被人打的了。你的命也真够大，这一处再用点力，断裂的骨头就能戳死你。对，被打的。我一直想要个儿子传递香火，谭百户看中了你，觉得你这孩子有眼缘，就告诉了我，我也觉得不错。从你进门那刻起，我女儿也觉得你好，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佛说的缘。我是信佛之人，所以不用害怕。谢谢，谢谢。嘿，小子，是为奴还是为子，就看你自己了。屋子的木桶里，虾仁望着那堆叠的整齐的衣衫，陷入了沉思。将心比心，只要有口饭吃，别说认爹，杀人放火我都干。员外捡来一个小乞丐，全家人不仅不嫌弃他，女儿还认他当哥哥。员外更是把东厢房让出来给他住，只因员外已年过半百，仍膝下无子，就想收了小乞丐当儿子。天刚破晓，虾仁便抄起扫把，开始清扫院落。昨日于员外管了3顿饭，自己不能白吃人家的。倒是一个有眼色的人，可我怎么觉得你就不像一个孩子呢？这得吃多少苦才这般有眼色啊！与此同时，小老虎现在身处京城西华门边，这地儿老百姓俗称场子。本以为有干爹孙公公打点，进宫易如反掌，可这群刀子匠极为势利，张口便要1瓶酒、1只鸡、1个猪头，外加6两俸钱。这些也并非漫天要价，他们会用部分钱给你买药，给你调理身子。小老虎听着痛呼声，忍不住又打了个哆嗦。他已经听了好几遍了。下一个。来了来了。我不是让你离开吗？你让我站到门口。我看你也是个小大人了，怎么这点眼力劲儿没有呢？非要我把话说清楚，让你出门就是让你走的意思。行行好，孙公公是我干爹。你说说你，这什么都拿不出来，让我们兄弟几个喝西北风啊？嘿嘿嘿。欠上，欠上！我小老虎发誓，只要我进了宫，只要有了俸钱，一定双倍奉上。不是不信，你听我说，喝之前得用爱好水净身，再服大麻水昏睡，完事后要用猪胆消毒。这不是钱的问题，但也是钱的问题。我们也得养家糊口，总不能倒贴。没这些步骤，那是在害你性命。走吧，宫里出头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不要那些什么，你帮我割了就行。我身子好，我扛得住。扛得住，好啊，里面就有刀，有本事你自己去做吧，我们不拦你。众人扭头看着门口，带着促狭的笑意，算着小老虎什么时候出来。可半炷香的时间过去了，小老虎还没有走出来。小兄弟，出来吧，9级猪头我们不要了，等你钱够了来，兄弟绝对给你照顾的好好的。屋里依旧没有动静，一种不好的预感从刀子匠徐头身上升起。
救人。虾仁模样长得秀气，嘴巴又甜，短短的2日就获得了厨娘的好感。拿着，偷偷的吃哈，老爷是心善的，这些年一直在积善行德，安心的住下来，别想着跑。如今有一处能吃饱饭的地方不好找了。闷闷正在读书写字，于员外请了一个读书人专门来教导他。先生姓王，是一个秀才。听厨娘说，王秀才一直在考举人，自认自己是状元之才，可考了7年一直没考上，靠着给富裕人家子嗣教书赚取钱财。哥哥，那些字我都认识了，我厉不厉害？厉害。以后我上课的时候，你多引些卑贱之人，怎敢亏圣人之音？圣人说有教无类，你小子读过书？何止读过书，老子可是完完整整读了15年的书，虽然都不精，但什么都懂一点。我问你，何谓有教无类？不分高低贵贱。王秀才闻言不由得高看了虾仁一眼，这个年纪能知道这些，想必是真的读过书的。到我问了，哼，喂，烟锁池塘柳，先生来个下联。我个字火金水土木，这就有点难了，你想出来的？不是，我听别人说的。王秀才松了口气，吓了一跳，他以为这是这小子想出来的，但我能对出来。说来听听。卑贱之人，怎敢亏圣人之音啊？哼！于员外回来了，就是把虾仁拉到书房，明日跟着王先生练字啊！明日我去给你上户籍，自此以后你就叫做于虾仁，我是你大伯，你是我死去多年兄弟的儿子，记住没？记住了，我在，谁也伤害不了闷闷。虾仁这名字不好听，其实觉得叫来福会顺耳一下。来福，来福，福气就来了，要不换这个？王秀才又来了，今天的脸色很好，见了虾仁鼻孔发出一声冷哼，算是打招呼，不会像那一天把不屑挂在脸上，跟着先生一起念书写字，那就是弟子了。弟子见先生第一件事是要奉茶的，喝了茶，情分算是定下来了。以为是个良才，谁知道是个朽木。我不知道你的认字是跟谁学的，看来也只是会认不会写罢了。听着王秀才的阴阳怪气，虾仁深吸一口气，想说些什么，可什么却都说不出来。自己的毛笔字的确不行。见你面露不忿，只为心中不满，去站到门口去。王秀才望着用心练字的虾仁，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看得出来这孩子没有基础，但悟性极高，说的要点都能明白。你先前是乞儿对吧？虾仁低下了头，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一想到这个问题，他就想到自己像是疯狗一样，为了一口吃的拼命。今日表现好，拿去买点你没吃过的。今后我有钱了，我给你3大坨金子。小子，你还不起的。我还得起。这几日于员外不着家，忙里忙外的给你办户籍。你以为户籍很简单？你以为衙门的那群人都是为民的好官？那和我还不起这5个铜板有什么关系？我是秀才，你的户籍是在下给你做保，衙役定会卖我面子。有了这层关系，于员外也能少破费。经此一事，你从乞儿变成正八经的大明百姓，这提及之恩，你可还得起。先生之恩，虾仁无以回报，今后用得着的，先生只管开口。王秀才笑了，他忽然觉得这个小子顺眼多了。于员外回来后，告诉虾仁户籍已经办好了。记住啊，今后有人问起，你以我为叔侄，你是我族兄弟的儿子，逃难而来，记住了没？记住了。其实关系这一栏，你可以写成父与子的。啥？没啥。于员外笑了，像极了那庙里的弥勒佛。来福，知道今日要做什么吗？不知道。家里的人太少了，等到5月一到我就忙，隔3差5的回不来，所以今日是准备去城外挑几个看家护院的。走出城门的那一刻，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人，他们蜷缩在城墙下，这一堆那一堆。于员外往边上一站，人群就像是被惊动的苍蝇般突然动了起来，然后齐齐地围了过来，用期盼的眼神望着眼前的妇人。来福，挑2个回去，就当发了善心，做了件好事。虾仁望着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不知该如何选择。这时站在人群最后，一个牵着孩子的妇人映入他的眼帘。没有吗？他带崽子的，你们2个我只要孩子。
听着这冰冷的话语，妇人眼光顿时暗淡了下来。忽然，她又像是想到了什么，玩去给老爷磕头去。不去，孩儿和娘不分开。去啊，快去磕头啊！娘不要你了，娘是大人，没有你这个拖油瓶，娘可以活得更好。妇人嘴里说着最狠的话，按着孩子就想让他跪下磕头，可这孩子却是一个执拗的性子，绷着劲，动也不动。不是娘不要你了，可眼下这日子能活一个是一个。别哭了，老爷我心善，家里正巧缺一个人，两人一起吧。孩子，看吧，这两人现在才是母子。户籍办好了，于员外自然要去感谢一番谭百户，感谢谭百户让他有了一个满意的孩子。多大？13。有名字吗？有，叫陈大喜，娘叫我阿替。我叫虾仁。虾哥好。这是我的妹妹闷闷。小姐好。阿替这个名字不好，今后在家里叫小肥吧。又开始起名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好听。锦衣卫老爹吃着火锅烤着火，可儿子却可怜的跪在雨地里，只因儿子夜夜逛青楼，还要娶了青楼女子当老婆。于兄，你先等会儿，等我教训完这个逆子，咱俩再叙旧。哎呀呀，跪在雨地里，可莫把孩子冻出一个好歹来，多大的事情，也不至于这样啊。多大事？半月前偷我腰牌冒充锦衣卫，去烟花巷子吃白食，害得我罚俸半年。我说怎么有点熟悉，感情是这位爷偷了他爹的令牌，害得我挨顿打了。原以为他经教训会改，谁知昨晚又去了。今早他竟说要娶那里的女子回家。我身为6品官员，吃皇粮不寒酸，可家里出了这样的逆子，你说我咋办？父亲，我是真的喜欢。这有什么难的？既然你这么喜欢，把她收为义女不就好了？他娘的，这个法子虽然下作，但好使啊！来人啊，去把那女子招来，老子今日就来当爷爷。这法子好毒啊！今后再去找那娘子，岂不是乱伦？这小子好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靠，是你小子！小子，睁开吧，死不了了。是你救了我吗？行了，来人，快去禀告干爹去。这几日少喝水，如果实在憋不住想尿，就去后面菜地里有葱，找一段合适的，记住了吗？记住了。聪明的小子，这个法子是唐朝孙神仙发明的，叫葱管导尿法，这也是我们的活命法。好了之后记得去拜会哦。敢问大哥名讳，小子好了后好来拜谢。咱家李敬忠和你一样，咱们都是干爹的孩子，今后是一家人。同是自阉入宫的苦命人，我对这孩子难免多了几分好感。一个跟小老虎年岁差不多的小子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糙米饭。小老虎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是他这些年见过的第一碗饭。小老虎狼吞虎咽，糙米饭虽然寡淡，但他却吃出人间美味。谢谢小哥，我叫王承恩。谢什么谢，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叫方正化。两个年岁相仿的孩子，在这破旧的瓦房里第一次相见，可能因为年岁相仿，两个人聊得格外的开心。真的，我没骗你，我真的有一个弟弟，他叫虾仁，可聪明了。我好几次险些病死，都是他救的我。多大？5岁。切，我不信。真的，他真的特别厉害，比那算命的半仙还会算。浑身湿透的阿体站在铺子门口打着白子，他娘其实也冷，但因为他是大人，咬着牙强忍着不懂。虾仁担心把这两人冻坏了，便悄悄地把两人拉进了屋里。东家，这就是你的侄？族里知道我无子嗣，托人从西安府送来的，走了几千里路，瘦成了这样。铺子掌柜抬头打量了虾仁一眼，正好看到他把那妇人拉到了屋里。这孩子了不得。那东家的意思是，如今家里又多了口人，往后孩子读书娶妻都需银钱打点。城外通州难民突然多了起来，今年定然比去年更难熬了。闷闷，爹爹说的对吗？爹爹说的对。于员外没有掩饰什么，这话所有人都听得见。掌柜闻言心中一凛，东家把人带过来，是想告诉所有人自己有了过继族伙的人。先前东家无子嗣，众人干活能混则混，都到没儿子的人家迟早是绝户。可从今日起，怕是不成了。东家今日来，就是给众人上眼药的。小的知道了。有为，你是跟着我的老人了，铺子让你管着我放心。小的不敢。虾仁，来。大伯，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铺子的掌柜张掌柜，也是铺子的账房。大伯我最信任的人，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铺子。张叔好。折煞小人了，切莫喊我张叔，今后喊我名字就可以了。小的张有为见过少东家。大伯给了我一个家，不但给了我身份，还给了我一个碗，碗里是满满的豆子。他让我活，我敢以死相报。接下来的日子，于员外早出晚归，忙得脚不沾地。每晚归来，虾仁就会进正房，细心伺候于员外洗漱，盖好被子才悄然离开。次日清晨，看着分文未少的碎银袋，于员外终于放下心来。那些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的担忧，终究是多虑了。等到了5月，虾仁和小肥已经能够自主的前往屋舍和铺子之间。少东家今日又来了，是来监督我们的吗？少东家，这小子耍嘴皮子习惯了，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监督自然是要监督的，今后这都是我妹子的东西，我为何不看呢？少东家要不要看看账本？看看就看看。张掌柜真的把账本拿了出来，虾仁早都想看看这些东西了，不是为了查账，而是为了学一点，免得今后临时抱佛脚，可能还抱不上。我能带回去看吗？账本就是我的命，这东西不能离开铺子。今年的不行，不过去年的嘛倒是可以。少东家若是想看，我去取来。想。虾仁从铺子离开的时候，多了2本厚厚的账本。这是我叔吃饭的本事，一个小子若是看懂了，那这天下的铺子还用请什么掌柜？是个人都能行。虾仁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账本。于员外回来了一趟，铺子里面发生的事情，他自然是知道了。来福，掌柜张有为是山西人，他们那里多富商，自有一套记账之法，源自什么唐朝的四柱清册。知道了。张叔，账本我看完了。红，少东家可是有所得？大有所获。掌柜张有为接过账本，一张纸顺势就掉了下来。他弯腰捡起，望着上面的稚嫩的字体，张有为脸色变了。我案例34年，少银58两，也就是说，去年有58两的银子，没有算到总收益里。这叔，人有失错，马有失蹄，1年的收益算错是难免的，对吧？对，少东家说的对。我爹收司去了，早出晚归，他还不知道，所以核查清楚就行了。省得。我说过，这是我妹子的，少一个字都不行，对吧？闷。对。走，回家。回家了。虾哥他害怕了。你是怎么发现的？他的腰弯了，还在流汗。张掌柜将50多两银子化整为零，拆分到不同账单，每次只多记几钱几分。经年累月的账目堆积，这些蝇头小利便悄无声息的被掩盖。我也没有想着把这件事搞大。既然掌柜是张有为，那一定有大伯的安排。自从上次虾仁见到谭伯常，这几日他都会准时在铺子门口出现。你别跟着我了。先前我的腰牌是不是你偷的？你别不承认。虽然当时我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我一点都不傻，我觉得就是你。不是我。腰牌的事情我就不说了，我的荷包也应该被顺走了。你把里面的手绢给我。不是我。那是荷花给我的手绢，对我很重要，上面绣有我们2个人的名字。手绢是什么？难道真的是我认错了？你有钱吗？没钱。我明日就还你。没钱。于伯也真是的，这么大的一个铺子，7、8个伙计，怎么就不会对自己儿子好一点？怎么就跟我爹一样不舍得给钱呢？我爹现在每天就给我3个铜板，够吃一顿，但要是去烟花巷子肯定去不了，这点钱连打赏小茶壶都不够。近日有大人物入京，衙门借黄沙垫道之名向商户敛财，第2日就开始铺路，还以为真的把干道铺满黄土，原来就是把路上的坑洞填补了起来。走，去看热闹去。不去，没啥意思。哼，说你是小屁孩，你还不爱听。你知道今日是谁来京城？谁？花木兰。傻子都知道，花木兰不是这时候的人。世袭石柱宣慰使秦良玉。走，快走！虾仁在谭伯常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个位置高、视野好的好去处，时候还未到，街道已经挤满了人。等待中，虾仁在人群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狗爷。狗爷，劳烦你再等几日，等爷想个好法子来弄死你。真丧啊！小肥来时站在那里，虾仁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站着。看到大将军了。看到了，他还冲我这边挥手打招呼了呢。好看吗？没我娘好看。堂基使，没想到还真的是你呀！
哎呦喂，圆润了，这是被哪个府上的给买走了？告诉爷爷，一定去拜会拜会。认错人了吧？哎呦，这小娘子好看呢，这要卖到梨园，养上几年呢，就是一个上等的瘦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趋之若鹜。对，趋之若鹜。草泥马，说我可以，但要说闷闷，那就是不行。小贱种，要打我，再等几年吧。两个杂种，瞎了你的狗眼，欺负我们少东家，看的。草，虾哥不能骂，骂人要吃板子。李金宝很有分寸，只扇耳光不下重手，扇了几个耳光，李金宝就起了身，狗爷拔腿就跑。少东家，幸好掌柜的让我来看看，看看你怎么还不回。小的来晚了，少东家没事吧？今日的出手相助，我一定会告诉我大伯的。虾仁望着小肥，小肥望着虾仁，两人相视一笑。虽然两人都被打了，彼此之间却莫名的觉得亲近不少了。虾哥，再等我3年，3年后我打不死的。我等不到3年，我要在3个月里解决狗爷，因为他该死。也没见你磨过，怎么能这么尖？我在屋后的水沟那里偷偷的磨的。我咋不知道？拉屎的时候。拿着，喜欢什么就买什么。还有这个，你扎到狗爷的奖励。华为 Mate 70 Pro， 这挺贵吧？不贵，评论区送的。怎么都在说评论区，我就没领到过。我看看。你下到假链接了，我不整虚的，想领手机的，现在跟着我操作，点我评论区直接进，升级100%领手机，还有隐藏福利。我试试。真是3折点，谢谢虾哥的礼物。虾哥，等我变成大肥。好，我等你变成大肥。娘的，难不成爷爷我真的认错了？要不是提前从手下的乞儿那里得知了消息，绝对会被这姓于的给弄死。他还去衙门报官了，我成了一个拍花子的贼。捅自己的那个小子手上的铁器绝对不干净，钱都花了。原先指甲盖大小的一个伤口，现在成了小嘴般大小。小杂种啊，我宁愿疼死，用土法来治病，也不愿意再花钱了。花钱的疼比伤口疼100倍。5月中下旬一到，街道上的灰尘满天飞，怕闷闷生病，虾仁请陈婶婶给闷闷做了一个口罩。已经发货了，大家都被假链接骗怕了，害我这正版评论区白送的8000台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Mate 70 Pro 都没人领，白瞎这么多手机了，白送都不要，真能领我才敢推荐，评论区有我监督，现在点评论区我再加3000台3折叠，想要就有，等级一到我亲自发货。此刻的铺子里来个贵客，客人一进门，身后的剑仆就站在了铺子门口，然后如标枪一样站在两侧。贵人，这是来自南京的云锦，这个呢是来自苏杭的宋锦。这段宋锦售价几何？贵人好眼光，贵人若是喜欢，10两银子就成。价格倒也实诚，比上一家实在。念你实在，那包起来吧。好嘞。虾仁到了铺子前，牵着闷闷抬腿就走了进来。门口的两人见是俩小孩，并未阻拦，可于员外就不行了，被拦在了门外。妇人也恰好看到了虾仁，两个人的眼神刚好碰上。好有神的眼睛。秦良玉，你认识我？你是秦石柱宣慰使。石柱宣慰使是我爹，我娘是将军，骑马杀敌的女将军。哇！谁信啊？说出来谁信啊？我竟然看到真人了。你叫什么？家人，这是我的妹妹闷闷。很好听的名字。来人，上。虾仁开心的接过，然后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摸出几枚铜板。你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赠予我了礼物，我自然要回礼。可是我太穷了，身上只有这些，还是先生给的。好意我领了。我见你和我家娃年岁差不多大小，来京城这一路他也烦闷，明日若有空就去贤良寺找他玩吧。好。秦良玉刚离开不久，铺子进来了一群大汉，他们粗糙，肤色较深，个个身材健壮。猪尾巴来了。嘿，
狗爷，你的命老子要定了！因夫君马千胜抱恙，秦良玉进京向皇帝求药，本说10日后返程，可3次求见，不仅被太监索要大量钱财，得到的却只有一句候着吧。春水，宫里有消息吗？回娘的话，宫里依旧没有消息。收拾一下，后日咱们回川吧。是。虾仁等人被拦住了，说破了嘴皮子，两个看大门的就是油盐不进。于伯拿钱了，钱收了，依旧不让进。孩儿，走吧，人家秦将军说不定就是客气一下。不进了，把钱给我！护卫不干了，没想到这小屁孩竟然要把钱要回去，吵闹声引来了里面的人。夏哥是吧？娘刚才还跟我说了你，跟我走吧。钱给我！以为碰到的是跟自己一样打杂的，结果却是官员的客人，这惹不起。真是的，给你钱是想让你通报一下，你拿了钱纹丝不动，哪有这般赚钱的道理？站着就把钱挣了。这孩子说话怎么老气横秋的，像个教书的先生。夏哥来了。不敢，不敢。夏哥，娘是4品诰命夫人，按理你应该跪下行礼的。春水，算了。小孩子不懂礼，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下跪礼。男的膝盖真有黄金，软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这个是我的儿子马祥林，10岁。这个是我的侄女桃夭，今年6岁。你们3人差不多。夏哥，今日让你来，就是想让你多给小林说说京城的趣事。好，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可能是有孩子的缘故，马祥林这一顿饭比往日吃的都多。虾仁口才出众，阅历丰富，几句话就迷得马祥林神魂颠倒。时间到了，林哥，学习的时间要到了。唉，虾哥晌午就别走了，等我上完课，我再来寻你好不好？好。饭后1个时辰是马祥林的练武时间。马祥林翻身上马，缰绳轻抖间，战马或急停或急奔或腾跃，人马合一的精湛技艺，彻底颠覆了虾仁对骑马的认知。你会骑马吗？不会，骑驴都是我大伯牵着走的。想试一下吗？想。这孩子很对我的胃口，不迂腐，不遮掩，就跟在饭桌一样，喜欢吃就多吃一点，不喜欢的则不碰。把我的马牵来。上。望着单手把自己提上马的秦良玉，虾仁有些回不过神来。夏哥别发呆了，这根本不算什么，我娘手中的长枪可比你重多了。那日在铺子里见到你，府上是做生意的。大伯靠布匹生意微薄营生，却从未亏待我兄妹。得知我要见贵人，他连夜为我赶制新衣，破晓前取回，通宵未眠。读书识字了吗？在读呢。先生说我笨得像头驴，字写的连我妹妹都不如。真好看。娘这是喜欢上了这个孩子。于员外，不敢。娘很喜欢夏哥，已经发话了，上午不回了，员外傍晚再来接。好。你是夏哥的大伯？是。娘很喜欢夏哥，员外可舍得。于员外闻言心中一凛，他已经明白这娘子话里是何意。员外想清楚，这可是万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后日就离开，之后后悔可是来不及。而且夏哥也很喜欢我娘。于员外闻言，心仿佛被什么猛地拉扯了一下，落寞的低下头，呆呆地坐在驴子身边，不再言语。春水笑了笑，转身离去。对商贾而言，这等美事求之不得，他岂会拒绝？信不信，只要秦家放出风声，会有无数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这个小乞丐人见人爱，不光老员外要让他继承家产，就连大名女战神秦良玉也想把他据为己有。小乞丐最终会如何选择呢？等到日头西斜，虾仁把最后的故事说完，然后牵着闷闷向秦良玉告别，准备回家了。孩子，想没想过跟我一起入川去看看？那里和京城不一样。等我的妹妹长大了，如果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看看的。如果这孩子会大想，我今晚就会去找于员外，就算他们全家都去，也不算什么事。可如今不知道这孩子是真的明白还是不明白。后日跟我们一起离开吧，入了川，你就可以跟着林哥一起骑马、练武、学习。虾哥，后日跟我一起走吧，你可比族里的那些子弟有意思多了。我带你去看江河。今日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我骑了马，摸了枪，见到了我大伯这辈子都没有见到过的贵人，知足了。希望我们以后会再见。一定会的。3岁看大，7岁看老，12岁定终身。孩子，乱世要来了，希望你能活下去。春水，
奴才明日去买一把好刀，后日离开的时候送给这孩子。记住了，娘。紧盯着大门的于员外见虾仁出来了，终于笑了，赶紧小跑了过去，把睡着的嫩嫩抱在怀里。今日可开心？开心的，妹妹也开心。大伯在这里等了一天，这里离家远，我不放心。来还想打个电话问下你，电池不管用又关机了。换个新的吧，这个送给你了。真的假的？你可别骗我啊！骗你干嘛？我这都是要给粉丝寄出去的。华为 Mate 70 Pro、苹果16 Pro Max 都有，每天发100台，不限量。这些都送？对啊，见者有份，很多人都领到了。领不到怎么办？我都说了好多次左下角了，还能骗你不成？你要是早上线注册，上一批发货名单都有你了。你好，给你粉丝申请的好物已经全部打包发货。好，继续补货，一定要保证人手1台。我这就去试试。今日秦家来人，他们问我，你愿不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入川？走的时候，他们也问我了。你的聪慧我知道，他们也知道。孩子，说实在的，我就是一个没出息的。你若有想法，我也是可以的。爹，我饿了。你唤我啥？你说啥？我说，爹，我饿了。于员外笑了，笑得像那庙里的弥勒佛。走，回去我给你做。孩子，不是我跟你吹，爹做面条的手艺天下一绝。可以啊，生急着客服都让选配了。不是，你手速够快啊。哪有，粉丝群里好多人都领到了。领到就好，左下角这次还是10倍加速链接，升级快人300倍，链接在就是还有，还没领到的抓紧去。这是发货了吗？这新链接真快呀。是的，最近还上新了津贴福利，你就认准我这条视频左下角上线注册，前5000名还能领红包津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就在今日，小老虎第一次进皇宫。今日他要分班，也就是每个新人都会跟着一个老人去做上头安排下来的任务。李尽忠进宫这么久了，却还是一个养马的，那日子不知道得熬到什么时候。王承恩，小的在。今后你就跟着咱家了。是。记着，咱家叫曹化纯，记着了。今后有人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字。是，记着了。走着，我带你认认路。谭百户、赖皮狗，你们2个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小爷，我要开始爬台阶了。铺子里，女真人又来了。店家，我又来了。前日看中的那匹布我们要了，不过我们没有你们汉人的钱，用这个你看合适吗？客人，实在不好意思，这银换不到1匹布。这可是你们皇帝赏赐的，怎么就换不到1匹布呢？店家莫不是在诓我？客人哪里话，京城这么大，又不是我这一家卖布的。客人觉得不对，可以去别家看看。哼！好家伙，这是要把我们的这铺子买下来吗？你这娃是谁？客人，这是我们的少东家。哦，明白，也就是当家的。这小娃，你告诉我，我给盐巴你说少了，我给金子你说又太贵重了，现在你说说让我们怎么办？个人可去找专门换金子的地方，把金子给换成银子再来。那我岂不是再跑一趟？哪敢呢！客人，你告诉我你住在何处，换了银钱之后你直接回去，我跑一趟，我给你送过去。好，我叫哈达奈拉河，住在烟花胡同木材商聚集的那个巷子里，去了就能找到我。好。个人你的言，见你嘴皮子会说，赏赐你了。拿走吧，我有手有脚，不需要你们的赏赐。嘿嘿，那就当做你的跑腿费吧。当虾仁看到女真人腰间那个玉牌的时候，心里就有了主意。我要把腰牌搞到手，偷偷的塞到狗爷那里，只要坐实了令牌是狗爷偷的，他必死。天色慢慢的暗了下来，卫士3去给客人送货了。张叔，我回了。送班，天要黑透了，怕有危险，你去送一下少东家。张叔，不用了。我和小肥直接就回去了，放心，我们不会乱跑。回家。哥哥背。虾仁走了，张掌柜望着沙盘里面的字有些发痴。前些日子还横不平竖不直，如今已经出现笔锋，余家要出一个了不得的人喽。虾哥，这个你拿着。我不是去杀人，拿着防身用。如果有人拦着你，出其不意，给他来一下，这叫有什么无什么来着？有备无患。对对，有备无患。半个时辰，看好闷闷。好。兄弟，对不住了，你爹不会打死你的。
魏十三和女真人交易完毕，捧着布匹的女真人就开始往回走了，虾人也出手了，依旧是神不知鬼不觉。我怎么觉得那个背影有点眼熟呢？出去之后，虾人开始疯跑，他要跑到狗爷他家，把东西扔到他的家里，剩下的交给天命了。天杀的贼寇，你们这是要害死我啊！勾栏报关了，锦衣卫出动了，虾人也已经和小肥碰面了，三个人舔着冰糖葫芦往家里走。五百户出动了，他比谭百户当日的速度还快，他第一时间就到了狗爷的家。百户，你看这个，莲花白莲教。而此时，狗爷正躲在一个破寺庙里养伤。这是咋了？眼皮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呢？此时的于员外一家酒足饭饱，众人就去忙碌自己的事情了。孩子，你从未要求过我什么，说说你想要什么。我想练武，一定要练武啊！练了，等女真人来的时候可以自保一下；不练，或许就见不到女真人了。孩子，真正的武可不是街头的那些假把式。我知道，如果爹觉得为难，我就不练。穷文富武，道理我还是懂的。其实也不是不行，但你要答应我，练武可以，但念书不能放下。好，练武如何不是假把式？这杀人，杀一个还不行，还得多杀。一旦悟了，那堆起来的底子就活了。于员外的话让虾人愣住了，他没想到练武会这么的难。练武会让个子长不高吗？于员外望着满脸求知欲的虾人，深深吸了一口气。睡觉。小乞丐在墙上无意画了朵莲花，却让锦衣卫百户喜出望外。不仅锦衣卫全体出动，就连东厂的人也坐不住了，整个京城一片混乱。衙门那边怎么说？回百户，衙门那边说10日之前，城东的余良员外去衙门报案，这个赖皮狗想拐走他的儿子和女儿。海花子，衙门的人是这么说的。还真是恶贯满盈啊！偷我的腰牌就算了，还要拐卖孩子，把他手底下的人给我抓起来打。是。京城乱套，锦衣卫要抓白莲教。这个一个叫做文香教的教派被锦衣卫发现，因此还惊动了东厂。狗爷现在有些懵，他从其他小乞丐那里得知，如今全城的人都在找他。难不成我真的认错人了？多大点事啊？至于吗？我必须趁着今日晌午的时候逃离京城。嘉哥记住，上下一条线，提顶溜肩，尾驴下垂，要去感受周身对他的对抗之意，这叫撑筋拔罐。记住了，暴殄天物，孩子不懂，你也不懂，一个读书的种子，非要去当什么武夫？哼！少东家，来客人了，是寻你的，是一个小娘子，长得可好看了，就像画里的仙子一样。哟，撑筋拔骨呢？瞎搞瞎搞！娘已经进宫辞行了，晌午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了。这是娘托我给你送来的礼物。此去一别，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希望这个七彩神宠能护你们一路平安。七彩悟空，其愿意至少说也要白银1000两，如此贵重，我怎好意思收？不用，这是我左下角全新鬼服版本，开局就送7天无限洗炼，零损耗洗宠，点就能洗出七彩悟空，只要你手速够快，1天就能满背包七彩神宠。这么爽，怎么下载？我左下角点开就能玩，我还给你申请了登录送千年神龙，洗炼100级必出100万年神龙。我这就来。这是七太子太保发明的双手长刀，这刀融合了刀和枪的特点，既可以当做枪使用，进行矛刺击，也可以当做刀使用，进行劈砍。虾人又吃了，本以为春水就是一个弱女子，但在握刀那一刻气质大变。现在你还小，这刀你举不起来，虾哥，跟我们回川吧。我是独子。本以为娘这是明珠暗投，今日见你开始练武，希望你别辜负了这把刀。夏哥，告辞。晌午从哪个门走？水门。我晌午去送你们。水门是官员必经之路，又因为大宗货物也需要走这里，所以这里热闹极了。昨日不是你送的不？那地方家里人不让进。你今日来这里做什么？送人。哦。和哈达内拉合在一起的几个人已经分开了，几个人隐隐形成了一个困兽之势，10丈内必有自己人。娘，虾哥来了。虾哥，我们走了，记得你的话，长大了来川看我。我真的认错人了，堂吉时是不可能认识贵人的。抓活的。马车越走越远，虾人跟着马车小跑着，他想再看一眼秦良玉，可惜他却始终没露头。
人群一下乱了起来，虾仁和小肥被人群撞得七倒八歪。保护一下虾哥。娘，好像是锦衣卫，与我何干？是。秦家百杆军出动，胯下战马直接蛮横的把人群分割开来，在虾仁的周围竖起一堵墙。要做什么？老子蜀道山，手松开刀，不然死。大明何时出现了这么厉害的人物？虾仁呆呆地望着不远处吐血的狗爷，那剑势直接透胸。老铁，这次真的扎心了。锦衣卫来了，秦家不愿和锦衣卫掺和到一起。见虾仁无恙后就离开了。锦衣卫并没有把女真人怎么样，可验了狗爷的尸体后，随便往车架子上一扔就回去了。这小子我有眼缘，明日我们离开后多接触一下，如果能发展成我们的人，今后或许用得上。他是汉人。汉人怎么了？舒雷贝勒身边的公正陆大人也是汉人，他说如果我们不愿区区一隅，就该学汉人。这万一不行呢？嘿，汉人有句话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钱财得当，就没有什么不行。好多官员我们都搞定了，孩子不行。我记住了。小老虎记住了，咱们内侍进了这个宫就是奴才，娘娘养的一只猫都比我们的命金贵，所以啊，这规矩不能不用心学。记住了。不，你没记住，你刚才的表情太丧气了，这样是不行的，无论是喜还是忧，只能在心里。是。这孩子悟了，出去吧。好好去琢磨今日我说的这些。是。望着墙角的蒲公英，小老虎开心的笑了，跑过来把它挖了起来。他准备拔回去熬水喝。做完手术，小老虎仅用1个月就基本痊愈，全是因为这些蒲公英。这法子是虾哥教的。老虎，人很多时候发烧，就是因为体内炎症，只要控制好炎症，就能少发烧。所以这个你要记住，我也会记住。虾仁，你就是老天爷派下来救我的。曹化纯出来时，正看见小老虎在给自己院子拔草。我教的小太监可是有几百人，可这肯弯下身子来拔草的却只有他一个。小老虎，家里还有人吗？有，小的还有一个弟弟。哦，原来还有一个弟弟啊，那就好好的活着。你干得越好，你的俸钱也就越多。你可能用不上，但后辈用得上。小的记住了。对了，他也在京城吗？虾仁若是死了，我就让谭百户和狗爷的九族跟着一起陪葬。孩子想读书吗？奴仆想读书，想识字。好，明日就跟着咱家开始学。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臣本不依，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6岁小屁孩竟能一字不错的背完《出师表》。他的老师王秀才摇头晃脑的看着他的同窗于向年，眼中的炫耀之意表露无遗。如何？我这学生不错吧？会背不算本事，知其意才算。你会吗？先生随便问。庶竭奴钝4字为何意？回先生，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意思是希望竭尽自己平庸的才能。烈马地字义是指刀刃不锋利，暗指头脑不灵活，做事迟钝。你这狗东西，真是他娘的让人羡慕。但结身子入土的人，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弟子，娘的可羡慕死我了。你叫什么？学生虾仁。有字没？没。俗语有云：10年一才，100年一能，300年一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我见你滚一边去！老夫的学生需要你来起字，我还没死呢。后日的诗会去不去？不去，咱们这种人去了就是凑热闹。听说太师会去，太子也可能会在。要下雨了，我走了，后日记得去。我建议把你这学生带上，他的才学能让你们都露脸。灾年了！陛下，大喜啊！万历帝朱翊钧望着窗外的雨水，听着身边太监说着天佑大明的话，眉头紧锁。大笨，奴在。这奴仆是谁调教出来的？回官讲是庞宝。是庞宝，也就是说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怪不得一惊一乍扰人亲近，拉出去杖毙吧。朕不喜欢这样的人。饶
饶命啊！你饶命啊！奴在。朕听说太子最近想办一场诗会，邀请了很多文人，此事你如何看待？太子通过文人们的嘴听听百姓日子。第二就是太孙马上3岁了，该见见世面了。记录言行，拿我看。是。现在差事是越来越难办了。怎么了？心不在焉的？还不是为了那个来投奔我的同乡。如今一个像样的缺额，几百号人来争，他又没工作经验，投出去的帖子都快堆成山了，愣是没个回音。怕他找不着工作，我没本事，只能干着急，这可如何是好？我倒知道个门路，58同城找工作上岗快，现在毕业季，民企全天直播招人，还能 AI 面试，边聊天边求职，效率超高，24小时不回复，平台直接赔付，这真不错。我看还会实地核验呢。对，而且平台实地核验过的普工工作超多，有保障还放心，工作搞定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很方便，事事可成58同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回头我告诉他一声。走出宫门，王安直起来了腰。诗会陛下肯了，老祖孙儿记着了。太孙还小，需要有一个人服侍着。你那边可有人选？记着，年长些的，力气大些的。老祖，17年进宫的李进忠，性子稳，眼睛亮，让他来抱着太孙走路最合适。安排去吧。是。李进忠，干爹能帮的都帮了，剩下的看你自己了。雨越下越大，街上的积水如波涛汹涌，上面漂浮着牲畜密密麻麻的尸体。虾人的家已经被淹了，院子好像变成了池塘。神神，你别忙了，你快去挑水，记着屋里的水缸一定要装满，这污水要是漫到了井里，吃了会害病。来福说的对，老爷，你力气大，你去快听来福的，把家里的水缸都挑满。于员外心善，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立刻冲出家门，开始挨家挨户的敲打大门。快来人呐！东华门塌了！臣拜见皇帝陛下。命户部即刻拨付太20万担平粮，命太仆寺发银10万两，救济京师受灾居民。命工部即刻招募劳役修渠疏通水道。万岁爷仁慈，臣立刻就去准备。当初要是听工部侍郎刘元林的，拨付3万银钱，疏通京城内外年久失修的沟渠，又何必有今日？谁是当家的？哎呦，原来是张班头！这么大的雨，急冲冲的，这是怎么了？这是？哦，原来是于员外，有理了。张班头，家里可还好？好个屁，水都漫到榻上去了，老鼠都跑到了供桌上了。那今日这是？东华门塌了，城墙垮了一大截，官家有令，各家各户都要出一个人出来劳役。雨停后就去修宫墙，10日劳役。儿子女儿还小，这……哼！可你不想啊，哭穷卖财有什么用？这是官家的命令，每家每户都跑不了。张班头，我出钱。你是员外，有铺子，来钱容易。上头说了，你们这些不劳而获的商贾就该出大力。张班头，我是民。你是什么我不管，有本事去跟上官说去。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你家100两，出不起钱就出人吗？可娘的，张口就是100两，这个四合院都不一定可以卖100两呢。张班头好，这是我的儿子。小子有何高见？高见谈不上，既然张班头说是官家的话，那我这小门小户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凑足100两。张班头请回，雨停了我就去问我谭叔，问问这100两够不够，不够我就去借。你小子读过书？再读，如果不是这场雨，小子就应该陪着先生去参加太子举办的诗会了，真是天公不作美，气煞小爷了。你口中的谭叔是哪个衙门当差？哪个衙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6品官。还有，我真的是民。张班头若一口咬定我是商贾，这是在侮辱我。朝廷根本就没有要100两，而是去干活还能赚点钱和粮食。这一次官家可是出了钱又出了粮，我的屋舍塌了，于员外这样的有钱人，难道不该出点钱吗？他不出钱，我倒他的房子谁来修？张班头请回吧，我家出人。是郎君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衙门有人啊，员外早说，
这狗子多见外，总不能把人挂在嘴边不是，这传出去多不好听。雨婷来娶我给你找一个好货，说不定不花钱还能拿点粮食回去补贴家用呢。谢张班头，实在太感谢了。哪日若是有空，一定要引荐一下那位大人。我这人爱学习。哦，张班头可认字？认识几个字。帮小子看看这上面写的啥？贵人送我的石柱宣抚使。马千成马将军，对，他喜欢我，送我的，让我有事去找他。对了，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员外有妻离儿啊。哪里，混账一个！于员外忙，我就不叨扰了，有事记得寻我。妖孽！张班头这狗日的，应该是怕于员外背后有人，特意上门，还拎了一个猪耳朵。他说他动用了关系，给于家安排了一个轻松的活，分迷子的账房。就在于员外准备去忙劳役的时候，他人却突然病倒了，身子滚烫。睡一觉我就会好起来的。爹，明日你在家休息，我替你去，不就是分迷子吗？这点事我会。不是你想的那样，很多人看到了粮食，都会想着往怀里搂一点。你太小，你镇不住那些悍妇。我想试一下，让陈婶跟着我。要不让老爷代替我去？老爷会算账吗？狗日的，这张班头没安好心。张班头算准了门房，厨娘陈婶不认字，这活就只能老爹去。这衙门出来的人果然是有门道，明着是对你好，背地里却又给你一刀。爹，你休息，我去。你听孩儿说，门门小，我也小，你若有个好歹，这个家我撑不住，会被人吃的一点都不剩。太苦，你身子弱，扛不住，顶着太阳晒，再好的人也遭不住。老爹忘了我先前是做什么的，那么苦我都能活得下来，一点太阳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让我试一下。老爷有何吩咐？去请一下谭百户，就说我有事相求。小子，你是账房，知道1、2、3、4、5怎么写吗？小屁孩不顾别人的嘲笑，竟和10多个老头抢饭碗，只因老爹发高烧卧床不起，他孝顺来替老爹服徭役。哎呦，真是造孽哦！我那爹真是的，来就来吧，还要带着你这个拖油瓶，腿断了就好好的休息，非要凑什么热闹？于账房？哪个是于账房？我爹让我来寻你，听你使唤。你小子是账房，你小子竟然是账房！见过几位哥哥？我爹是真的抽风了，竟然相信你这小子可以当账房。你今日要是不出错，今后你就是我大哥。算我一个。这位哥哥是谁？这位是苏怀瑾。苏怀瑾，很荣幸认识虾哥。今天收工，我请你们吃自助餐。我叫虾仁。虾哥，今后多和景哥走动，他爹是我爹的上司，锦衣卫千户。几位公子哥自然不是来劳役的，他们是来混功劳的。没想到于家真的上头有人。锣声响起，收工时间到。干活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积极，但领粮食的时候积极的很，生怕晚一步粮食就没了。队也不排了，全部向前挤着。一个人一声，平平的就行，不要和他们对视，记得凶一点。如果有人话多，你就说爱要不要，不要滚。少东家是不是太凶了些？越凶越好，你越凶，咱们就越好做事。记住了，不能露怯。好。要不要滚蛋，拿开你的泥爪子，这是粮食，糟践粮食也不怕天打雷劈。陈婶的嗓门越来越大，声音也越来越自信。虾仁目瞪口呆，他以为陈婶会做不好，会不好意思开口，没有想到会做得这么好，这泼辣劲太猛了。肥啊，这你娘！虾哥，你听我说，我娘先前不是这样的。这一天，虾仁最快完成了统计，并且没有一点错误。这些人惊呆了，就连千户的儿子苏怀瑾都不由得多看了虾仁几眼。虾哥，今天忙活了一天，挺辛苦的。走，我请你们去吃自助去。又出去消费啊？吃一顿自助贵不贵啊？不贵，咱美团团购团也就花1半的钱，95元就能团到海鲜牛排自助，省的钱又可以吃一顿了。团自助餐，我推荐美团团购，真的省。香主，那个孩子应该就是堂吉使了。先前跟着赖皮狗4月的时候消失了，再出现的时候就是于家的孩子。于家先前没孩子吗？问了，左邻右舍的都说于员外先前没孩子。这个虾仁出现的时间刚好和堂吉使消失的时间对得上。那个什么小老虎呢？这个目前还查不到，我想应该是死了，也有可能是被人买走了。找个机会骗来，我准备亲自问问他。香主，小的说句不该说的，这小子就算是堂吉使，可他现在被人领养，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野小子做这些。这小子先前是贼偷，我怀疑女真人和500户的令牌被偷，是这小子做的。
然后嫁祸给了赖皮狗。因为赖皮狗这个杂碎，教派的骨干被东厂和锦衣卫直接干死20多人，藏在京城这么多年的妻子险些被一网打尽。这几天，工部的官员见虾仁手脚干净，还懂事，怜惜他这么小就出来劳役，就做主把库底的粮食分给了虾仁。于员外的烧退了，足足烧了3天。望着虾仁带回来的粮食，于员外咧着嘴开心的笑。大水刚退去，乞讨的人变多了。老爷心善，昨日来的3波都给了，今日怕是传了出去，这群好吃懒做的家伙又来了。高僧是来化缘的吗？我今日是来见于员外的。老爷，有高僧求见。高僧上门，理应供奉。去，把米袋子装满。厨娘见老爷对这位高僧格外的尊敬，拿着葫芦瓢跑到了米缸前，1瓢、2瓢、3瓢，在第4瓢的时候，厨娘心疼的快要哭了。这1瓢米子就足够一家人吃1天了，都是少东家顶着太阳赚回来的，都是我用簸箕一点点的筛出来的。贫僧法号慧心，慧心大师安好。今日贫僧来是有一件好事要跟员外说道。哦，大师请讲。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大师，我就是一个愚昧之人，这些高深的法论我听不懂。大师直言就是。昨日在城墙下，我见你紫虾人，令郎袖外徽中有佛像，与我佛有缘。今日登门是来促成一段家事也。大师继续说。把你的儿子过继给菩萨为子，今后伴于青灯之下，日夜诵经，今后定会成为你余粮的福报，你余家的恩缘。那我的儿子今后还会回来吗？斩断尘缘，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无上恩德，定登极乐世界。爷爹是要把哥哥送走吗？大师请回。好水灵的一个女娃，好有灵气，当个捧元童子正好。于员外，你命中福缘注定太浅，你的那个儿子不属于你，言尽于此，你再思量。拎着米袋子的厨娘闻言，直接转头走回了厨房，打开米缸，把袋子里的梅子全部倒进了米缸里。这是哪门子的佛？别的佛都是说好听的，给祝福的，哪有一上来就要别人儿子的？我让你吃个屁！于员外，出家人不打诳语，这个孩子你留不住，3期末节，返本归元，人生初梦，俗人可悲，可悲啊！和尚身上有杀意，供了一辈子的佛，现在佛要拿走我在乎的东西，这是什么佛？和尚，你有了取死之道。叶叔，你要去城里买东西。逛逛，晚上散工的时候我等你。在哪里？大柳树。记住了。虾仁走到自己的案桌前，一个半大的小子拿着块破布，把虾仁的桌椅擦得锃亮。可能是虾仁昨日给了他一个压掌。你有名字吗？如意。你这名字还怪好听的。你的父母呢？烧了。你吃饭了吗？没吃。去买点吃的吧。如意望着虾仁，有些不可置信地望着手里的碎银，然后又如野牛一般跑了出去。就在虾仁以为再也见不到如意的时候，他竟然又回来了。他用银钱买了3张饼，然后把剩下的钱全部还给了虾仁。哎，喝不得啊！干净的，我昨日都喝了。要烧开喝。家没了，东西都被冲走了，烧不了水。我的身子好，小时候都是这么喝的，没事的，我都习惯了。短短的几句话，听得虾仁心都在抖。这生活听着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他还能笑着有问有答。给你。我不要，拿回去也没东西煮，浪费。那也不能饿死啊。今日我已经吃饱了，明日的事情明日再说，实在不行的话，明日我就去城墙底下挖田根。我知道哪儿最多。一会散工帮我分粮食，你若做得好，明日我依旧给你买吃的，你看行不行？但前提是不能喝生水。我娘生我之前是个娼妇，我爹是一个从北面来的鞑子，所有人都说我是杂种，你就不嫌弃我是一个杂种？这是你能决定的吗？那3个光头又出现了。虾仁不是傻子，这群人自打出现时就一直在偷偷地盯着他。如意，那几个和尚你认识吗？他们不是和尚。不是和尚？对，不是和尚，他们是假的。我娘说他们是专门骗人的，他们还有儿子呢，就住在北城，别人不知道罢了。他怎么过来了？难道他发现了？阿弥陀佛，
别阿弥陀佛了，一个戒疤都没有，说明你们不是高僧，修为肯定是没有。说吧，盯着我做啥呢？这……我们是在为死去的人祈祷，来世不当可怜人。等着，我去把衙役喊来，看看你们3个到底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我怎么感觉你们3个就是拍花子的？散功的时候动手。天色慢慢的暗了下来，虾仁总算忙完了，伸了个懒腰。虾仁困得有些睁不开眼，不是虾仁想睡，他现在这个身子毕竟是个孩子。陈婶心疼的背着虾仁，3个人踩着淡淡的月色回家，眼看着离家越来越近，眼前必经之路却出现了3个人，吊儿郎当站在那里。逃！往大柳树巷子跑，叶叔在那里。和尚不在庙里烧香念经，却在半夜出来抢小孩。原来这是一群假和尚，小屁孩能否躲过这一劫？如意，他有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抓一个孩子，损失了3位奴仆，这个虾仁必须死。于员外，慧心大师，余良有礼了。于员外，好说好说。你不是和尚，你是谁？白莲教，饶了我，白莲教欠你恩情。于员外，我看您也是爱车之人，您要是今日放了我送您1辆车。不需要，我自己有车。现在新车落地都得大几十万，你一个员外能买得起吗？一点都不贵，我买的2手车，我在瓜子2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这么划算，靠谱吗？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车况一目了然，电车还有电池回购保障。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那你就更该死了，打我儿子的主意，当我好欺视吗？于员外知道慧心活不了了，5脏6腑烂了，抽出枪刃，于员外悄然离开，他要在虾仁到家之前回去。这些银子是我这个月的月例，足足1两呢。这是什么？恩人牌位，我在宫外的时候去庙里领粥喝，听人讲可以给恩人祈福，公公对小的有恩，小的就……这孩子可以好好教，如果他的心一直是这样的，咱家不介意再往上托举他一下。发钱了，准备去做点什么？公公，我可以把这些钱送出宫去吗？给你那弟弟。7月过半了，等到8月京城的天就要凉了，我想送出去给他，让他去买件棉衣，御寒保暖。你若知道他住在哪里，倒是有门路。6月大雨，京城被淹，城墙垮塌，水退了后，工部官员带着百姓清理泥淤，污泥之下尸体横列，城外大火3日不息。多是无家之人，对吗？对，我老祖说多是乞儿，他们来不及跑，也不知跑去何处。大水一来，吃喝全无，饿死的有，病死的有，淹死的也有。虾仁不会死的，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轻易的死去呢？明日要累一些，在我这里读完书之后，跟着方正化去练武去。咱们也能学武吗？谁说不行？咱们的老祖郑和，成化帝身边的汪直，永乐年镇守辽东的王彦。好，记住了，我们虽然少了一块肉，但并不代表我们比他们差。他们能做的，我们也可以。孩儿记住了。现在衙门的衙役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这群人是拍花子的。王县令这边如何？裴御史，事情比我想的还难。何意？呈上来。衙役端着托盘走了进来，一个火折子，3、5块碎银，一个香囊，外加一坨指甲盖大小的黑膏。裴大人，你看，这就是那人身上的物事，也就这几样，别的倒是说得过去，但这个东西可就有些门道。说，无香。接着说。此人背绣佛陀之像，佛陀脚踏莲花，身侧有妖狐相伴，再加上此物，下官觉得此人和白莲教脱不了干系。白莲教又是白莲教，
于员外牵着驴，驴背上坐着闷闷和虾仁，他们要去给神佛上炷香去霉运。老爹，这次回去后能不能在家里再添一副碗筷？你说的是那一碗救你的那个小子吧？明日你去找他，如果不嫌弃咱们家的粗茶淡饭，过来吃就是了。救命的恩情，应当的。于员外真的是一个很开明的人，虾仁无比迫切的希望神佛显灵，希望他们保佑自己老爹能长命百岁。慧心死了，东城的船头没了，你想成为船头吗？圣尊，想，小的想。来，闻香，闻了之后，你就是我教中人，你就是新的船头。请圣尊赐命。慧心不死，我教之人永生，你今后就是新的慧心。如意呆呆地坐在城墙底下，自从爹和娘淹死后，他就天天饿，几乎寻不到吃的。至于田根，他是骗虾仁的，城墙底下根本就不会有田根。望着不远处卖饼子的老汉，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他很想去抢。如意，你给娘记着，娘这辈子成了烂人，但这辈子从未干过偷鸡摸狗之事。记着，当个人一定要当个人。死了！你这个人可真难找！你说你在城墙根下，京城这么大，都快要把我跑死了。我叫虾仁，虾仁的虾，虾仁的人，你是我的恩人。如果不嫌余家粗茶淡饭，以后就来我家吃饭，但得干活。我吃得多，所以你才那么厉害。一天1顿就行，重活交给我，我会拉犁。10岁的时候就给北城的顺员外干过。家里没田。那你家是干嘛的？卖布的。签契吧，我卖身给你。签什么契？你又不是奴。再说了，你有户籍吗？安心的住。如果哪天有了好去处，随时可以离开。不怕白眼狼？就算是，那也是白眼狼救了我。如意又笑了，虾仁这才发现他有一个很好看的酒窝。陈婶和厨娘早早的就把虾仁喊了起来，两人一起动手，开始给虾仁打扮了起来。今日他要去参加太子举办的诗会。天亮的时候，王秀才来了。先生，咱们今日去哪儿？耗子魂。先生怎么不开心？是有起床气吗？没有。是没吃饭吗？先生，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闭嘴！可是先生，炮子河离咱们这里太远了。没事，刚买了辆2手车，咱们开车去。最后多说一句，瓜子9万9就能买特斯拉，买2手车，瓜子有保障。有趣，有趣。 6岁小屁孩乘船去参加诗会，水面上却有大批兵士在不断巡逻。只因为这次诗会来了大人物，虾仁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太子爷，来人是一位秀才，姓王，祖上士。敬重太子爷，奴在。观海亭风大，记得得皇孙家的毯子，等到晌午太阳灿烂再取下，切莫让皇孙着凉了。记着没？太子爷放心，奴记得。毯子早已给加了。 大办举荐的这位内侍不错，有眼色，会办事。难得的是，他能把皇孙照顾得这么好。来来，老王，我给你介绍一位大才，这位是悠悠子卢照邻的后人卢国斌，字公瑜，号昆石先生。王秀才闻言一惊，连忙拜见。王先生，这位是猎徒虾仁，小子虾仁拜见卢先生。公瑜兄，这位在下的犬子。逆子，快！ 见礼，小子卢相生拜见王先生，拜见于先生。卢相生，这是继秦良玉之后我见到的又一猛人。原来他小时候是长这个样子啊！卢相生，我能和你合个影吗？当然可以。先生，能帮我俩拍个照吗？没问题。才出门这么一会，手机就没电了，换个新的吧。不换了，好贵。 不贵，可以把旧的回收再换新的。我最近就换了新手机，旧的 iPhone 15 Pro Max 叫爱回收，当面回收了5000多，靠谱吗？那肯定啊！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我推荐爱回收。那我等会也看看。你为什么老是看着我？你的名字是战卢的卢，大象的象，升降的升。卢相生没有说话，这话他已经回答4遍了。虾仁这是在问第5遍。 这场精心准备的宴会，虾仁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先生，我能去4周看看吗？不要玩水。好。虾仁离开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观景楼。朱常洛可以把一切收到眼里。他发现一只小鸡离开了队伍，径直朝着自己这边走来。嘿，不烂，
是。护卫都不拦着我，那他们站在这里是做什么？原来有人啊，我以为没人。小子叨扰了，小子这就离开。对不起，对不起，我离开。于小子，哎，过来。小子虾仁拜见长者。你在找什么？我在找这里有没有老公。你找内侍做什么？我有个哥哥在宫里，如今已是8月了，马上就落寒了。我想给送件棉衣，送点钱，可我不知道怎么做。你那哥哥叫什么？王承恩。离内侍，宫里有这好人？回太子爷，宫里内侍近乎万人，同名同姓者有，赐名换姓者有，改名换姓者也有。不说出处，在某个殿当职，归于谁来管，难找。你可知道你的那个兄长在哪里当差？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小子虾仁。赏你了，拿去吃吧。谢贵人赏赐。刚才在下面小子吃了一个，太甜了，不喜欢，我就不吃了，免得浪费。太子的赏赐都拒绝了，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次听闻。嘿，既然不吃，那就离开吧，不然一会儿你家大人寻你不着，该着急了。小子告退。倒是一个有胆气的孩子。元泽，这是哪家的孩子？太子爷，哪一家的小子我也不知道，臣认识他，只因为发大水清淤，他代替他家的长辈去当个账房。如何？很不错，做事很细致，能写能算，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小子。我赏赐了这么多人，头一次见我赏赐有人拒绝的。来人，去查一下这小子是哪家的，把这剩下的糕点给他送去。诺。虾仁回到王秀才身后坐下，他有些不开心，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大人物，可好像并没什么用。小老虎啊，你到底在哪里当差啊？难不成叫做王正恩，又或是汪正恩？哎呦，造孽哟，口音化害死人啊！到了学术交流的环节，大家在讨论先进士和外朝之兵传教士利玛窦对《几何原本》一书的注解。先生，能给我看看吗？来意呀，去看看就行。科举不考这些，不登堂也不入仕。虾仁接手一看就入了迷，他捡起木棍，就是在地上画图推算。嘿嘿，这个猴子倒是找到了心爱的果子了。太子爷，上面的词臣看着都头疼，这小子也就觉得新奇而已，新鲜劲过去了，定然不会再看了。这小子还在算。回太子爷，这小子一个时辰未动，一直蹲在那里，说句不该说的，奴倒是觉得这小子是真的能看懂，不像是在瞎琢磨。换上来。是。能看懂。看不懂全部，我只能看懂个别的。贵人，小子手里拿着的是第6册，小子斗胆，想把这些书借回去看，你留个地址，看完了我就还回去。留个地址？哎呦，你这小子说话倒是有趣。来人，去把剩下的寻来赠予这小子。好运的小子，还不快谢恩！小子虾仁，谢谢贵人。余粮。小的就是了。接着吧，太子赏赐的。小老虎，孩儿在。这个流程你记清楚，今后若是跑腿出宫，就按照这个流程走，明白了吗？孩儿记着了。小门小户给赏钱你就接着，若是官员，你自己思量，外放的官给你就要，京官要3辞3让。记住了。不开心？刚才那家姓于，我那弟弟也姓于。痴儿，于是大幸，这天下人何其多，把心放平，总归有相见的那日。孩儿记住了。夜深了，于家却是灯火通明。自送糕点的太监离去，里长、假手及衙门的人皆协理接踵而至。临走还信誓旦旦承诺，今后有事尽管开口，必全力相助。王秀才背着虾仁，打着酒嗝，深一脚浅一脚的朝着于家走来。他今日实在太开心了，因为太子爷亲自给他倒酒了，还夸他是有才之人。嘿嘿，这于员外倒是一个知趣的，知道王秀才我今日扬眉吐气，特意点了个红灯笼来照我的路。尿啊尿！造孽哟，你可把我累死了！下次若是有酒会，说什么也不带你这个瞌睡鬼。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忍不住把腰往下弯了弯，让虾仁睡得更舒服些。于员外，开门，开门呐！哎呦，我的老腰啊！
快，接走，累死老夫我了！厨娘几乎是抢着把虾仁抱在了怀里，然后拔腿就往东院跑。于员外望着醉醺醺的王秀才，就要往院里拉。别管我，我没醉，别忙活，我回家读书，这是我跟太子爷的约定。藏好，供起来，能救命。太子爷赏赐小屁孩糕点，小屁孩不仅拒绝赏赐，还当面嫌弃糕点太难吃。太子爷不但不生气，还命人直接把糕点送到了小屁孩家里。来福，你不吃吗？昨日吃过了，老爹，我给你说，你吃的时候慢慢吃，不要一口塞。这糕点甜的要命，吃完了光想喝水。老天爷哟，这话也是能随便编排的。就算是你不喜欢，你也得说好吃，万一你的话传了出去，造孽哟。你吃的什么呀？糕点啊，刚刚你不是吃了吗？吃的太快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啊。请问这是于员外家吗？你是？天主教传教士李马窦，求见于小郎君。不好意思，我家不信教。我不传教。那你来我家做什么？求见于小郎君。门房眯着眼望着这个番僧，虽然利马窦不是和尚，但门房却觉得差不多。好，我让你进，但你要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锤死你！信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更信我们的祖宗。你找我？听人说你对我的几何原本很感兴趣，所以我想见见你。你的几何原本？是。嘿，利马窦先生是哪里人？我是意大利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何原本这个是波斯欧几里得人所作，怎么成了你的几何原本？这，你怎么知道几何原本不是我的？手机上一查就出来了。这看起来可不便宜啊！左下角可以免费领，剩下这些都是我要发给粉丝的。都是吗？左下角这么豪横啊？不会是二手的吧？放心吧，这些都是我跟厂商亲自严选，去专柜验过的，保证正品。不对呀，我才领不到。我这第二台都到了，你挂得怀旧服吗？新旧链接有啥区别吗？我左下角的新链接库存更充足，领的自然快。这次左下角补贴了12000台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Mate 70 Pro， 想要就有，但这次力度太大，就这么一次。厨娘虽然不懂几何原本是什么，但虾仁说的话她可是听得懂的。她转身就把本该给利马窦的茶给了如意。是叫三棱镜吗？这个小子竟然知道这个东西，难道有自己那边的人提前来了大名？我竟然不知道。这礼物我妹妹喜欢，我收下了。刚才你骗我的事情就一笔勾销，我不会告诉别人你在骗人。你的主知道你在骗人吗？握着你面前的东西发誓，你敢发誓这礼物我就不要了。这书我承认是你写的。既然你喜欢，那就送你了。这次发货确实快，已经提醒我填地址了。这次你怎么领的是3折叠呀？这是我专属的粉丝限定3折叠，一共就3000台3折叠，就点左下角，无需下载，1秒跳转，3000倍极速链接，注册上线就能参与，先到先得。那我再领台3折叠。先生来我家所谓何事？听说你对算学一道颇有兴趣，今日来叨扰，就是想看看。这是我出的一道小小的画图题，问如何证明平行四边形对角相等。小郎君先看着想着，明日我来取。明日你不用来了，我现在告诉你，同旁内角互补，同角的补角相等，所以对角相等。这为什么？怎么证明？1加1为什么等于2？为什么？怎么证明？小哥大才，若对算术有兴趣，可来驸马大街寻我，我定会扫他一代。不好意思，我没兴趣，我的兴趣是练武科举。你这一道，你慢慢的钻研吧。一个大明的孩子都懂这么多，那这样的大明是值得学习的。孩子，你不喜欢他？老爹，我为什么要喜欢他？我听说他和很多官员走得很近，经常出入勋贵之家，已经在驸马街建造了一个不小的寺庙，很厉害的一个人。那我改日去看看。看看也是好的，听很多人说他供奉的神很灵验。好，我去拜拜。今天在家好好的，我去买点东西。你要去看你那哥哥，光买鞋子衣服肯定是不够的，我去换点银豆子给你。你碰到了偷偷的给他，
遇到些什么事儿，一个银豆子比磨破嘴皮子都好使。于员外轻轻地说着，虾仁默默地听着，鼻子酸酸的。于员外的好是润物细无声的好，他总是在后面默默地付出着。卢相生来找虾仁了，他老爹知道虾仁的书是太子赠予的，希望自己的儿子和虾仁认识。虾仁要去找小老虎，三人朝着专门嘎人下面的场子走去。闲聊中，他们谈到了利马窦。驸马街的那个和尚，这群人很早就来过大明了。明正的16年屯门海战，明嘉靖元年西草湾海战，这些人妄图霸占我大明的土地，现在还在豪境傲呢。虾仁一愣，这些他是不知道的。这群人武的不行，就开始传教，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若是成了官员，我定然清除这些借选之极。我大明的地方，怎么能让他们驱使我们的百姓？你一定会成为官员的，真的，真的。你会文武双全，天下贼人闻你名，无不闻风丧胆。卢相生嘿嘿的笑，贼开心。在这一刻，他认为虾仁就是自己的知己。排队，排队，排队去！你瞎了眼，我虾哥不是来割卵子的。那你来做什么？找人。找人？你找个屁人！这里是找人地方吗？这谁家小孩？快回家去！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就来。这位大哥，我来找一个人，11、2岁，瘦瘦的，大概这么高，左边脸有一个小小的酒窝，4月或者是5月来的。刀子匠徐头扫了一眼虾仁的穿着，估摸着这小子就算不是大户出来的，家里也是有门道的。前日有个胖员外问了，他是……老爹看似什么都满不在乎，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估计是嫌我年幼，怕做不好事，提前来问了。那是我爹。小哥，不是我姓徐的不识抬举，也不是故意为难你，我徐老大就是干这行的，这人来人往的，光是你说个子这么高的都不下40、50，你说我怎么记得住啊？得找一下苏怀瑾，他是世袭千户，说不定能有门道，劳烦徐大哥了。这狗日的世道啊！这个月的工钱又下来了，小老虎终于有钱来还第一个人情债。踏入熟悉的地方，小老虎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了起来。是你？徐头，我来还恩，先给一半，剩下的一半年底之前绝对还清。左脸颊上一个小小的酒窝，11、2岁，还有这个身高，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对，我有一个弟弟，这么高，脸上有2个酒窝，你见过他？你见过对不对？对，我见过他，就在前不久，约莫2炷香。虾仁儿，小虾仁儿，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啊？我有钱了，我真的有钱了，我给你买棉衣了，鞋子我都托人买好了，你到底在哪儿啊？终究还是错过了。小老虎却一点都不难受，他知道虾仁没死，他知道虾仁在寻他，他知道虾仁穿的不差，这就够了。小老虎走时，他告诉刀子匠虚头，如果再碰到这个孩子，一定要问他住在哪里，一个字1两银子。这才进宫几个月就能出来，就能完完整整的拿出3两银子，说明他有手段找到了靠山。这样有本事的人，我自然不会得罪。虾仁不知道他离开后的事情，而是拐了弯，直接到了苏府。虾仁和卢相生进了苏府，如意和卢相生的护卫则去了大门的边上等候着。今日来找我做什么？能不能求你帮我找宫里有几个姓孙的太监，担任何职，在京城有没有家，分别住在哪里？你是想死？啥意思？你这行为叫刺探宫闱秘事。记住了，这事就算你没有别的心思，他们也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个好，绿茶味。你知道东厂最大的官是什么吗？他们的首领叫东厂掌印太监，是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2号人物。你说你要找姓孙的太监，万一你碰到个东厂的，别说你认识我，你就算认识我太祖爷爷也救不了你。这么恐怖？恐怖，呵呵。我们属于外臣，统领东厂的那群人叫做内臣。我们向皇帝报告要据书上奏，人家是口头直达。别看我家是千户，有时候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现在东厂的掌印太监是谁？现在是陈巨，他老了。接下来要么是王安，如果没有意外，再接下来是他的亲信曹化淳。魏忠贤呐？你这又是在哪个茶馆听哪个书生写的狗屁故事？东厂掌印讲究是传承，遵循的是祖宗法度、圣贤道理，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人。我就只记得魏忠贤是被崇祯杀了，至于他什么时候成为千岁，我还就真的不知道。也许现在的魏忠贤，说不定还没进宫呢。景哥，为什么对这个小子高看一眼？
这个得问秦良玉了。听说他想把这个孩子带回四川呢。真的？真的。养马的小伙者李敬忠亲自告诉的我父亲。喜欢的人是可以多走动。叔，你和东厂打交道多，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魏忠贤的？没。哦。京城迎来了第一场大雪，今日也是闷闷缠足的日子。虾仁知道缠足对女性的危害，他能阻止闷闷遭受这个折磨吗？于员外，这是我的儿子虾仁。小娘子过来，这是你人生的恩师，快来，一会儿就好了。老爹，闷闷不缠了吧？小郎君今后学业有成，于家便是书香门第，闷闷小娘子就是大家闺秀，大家闺秀当配良人，缠足便是首要。脚小好看了，自然就不愁没有好郎君。等着吧，今后我的妹子将贵不可言，不用缠足，也不缺好郎君。这位婆婆请回吧。韩氏，实在不好意思，今天麻烦你了，改日我定会上门赔罪。哼！于员外，小心今后家里出逆子和不孝子孙啊！女子以守贞静为本，裹足可使其安分守己，不致行为不检。这是禁止女子淫奔，这是圣人的话语。谁说的？朱文公。朱文公是谁？玩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想是孔庙的人，位列大成殿12则贼，圣人朱熹朱文公。他要在我面前，我非一棒子敲死他不可。圣人都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圣人都说了，要尊重别人的，这是圣人对个人行为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教导。他这样子算哪门子想似孔庙？你反了天了！若他还在，我定要让我的七彩悟空拿金箍棒敲死他！反了！你竟然还氪金洗练七彩神宠！氪什么金？我有那么傻吗？这是我左下角全新鬼服版本，开局就送7天无限洗练，零损耗洗宠，点就能洗出七彩悟空，1天就能满背包七彩神宠。只有无限洗练有什么用？装备做齐不还是要氪？鬼服版本就像一个私人体验服，上线挂机升级就送648礼包券，短1天能领1背包，可以在商城1:1兑换，想要什么换什么。我左下角还申请了登录，送1000年神龙，洗练100级出100万年神龙。这么好的游戏，你现在才告诉我，你还乱说朱文公，看我不打死你！圣人若来，定掐死这个曲解圣人文化的不孝子孙。我家人就不认他，他难道不是母亲生的？他难道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凭什么用自己的话来决定今后所有女子的人生？你下这么重的手，看不到他还是一个孩子啊！先生作证，老天作证，故去的英灵作证，别让我虾仁有出人头地的那天。你要做什么？我虾仁发誓，只要我出人头地，我一定把这姓朱的做的学问一点点的掰扯清楚，然后把他请出孔庙，砸个稀巴烂。王秀才走了，望着虾仁快被打烂的屁股，于员外心疼的直掉眼泪，一边给虾仁抹药，一边说他自己被冲昏了头。老爹，你别这么说自己，不能缠脚，一旦发生了灾祸，跑都跑不了。王先生生气了，万一他今后不教你了怎么办？老爹，我可以自学啊。不考试了吗？学习就只是为了考试和当官嘛。那今后怎么办？去哪里找书看去？老爹放心，书多的是。虾仁的屁股好起来的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在过去的1个月里，王秀才再也没来过。虾仁让老爹去买了书，买的是王阳明的《大学古本》。虾仁读的脑子都大了。利玛窦是搞翻译的，他要去找利玛窦。利玛窦对虾仁的到来很开心。院子里有几个孩子正拿着扫把在清理积雪。夏哥，这些都是可怜人，平日我养着，在我这里也不至于饿死。他们呢，也帮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小活，我也就只能养这几个，也不敢放出风声。你知道的，一旦所有人都知道，我这里怕是要出大问题。我对先前对你的无礼表示歉意。是我的不对，我在主的面前撒了谎，神接着你的罪，告诉我有罪，并非无礼。你说这些就不怕我听不懂？佛说世间有聪慧者，神说是有早慧之人，我觉得你就是。为什么？你今日来找我做什么？想借书。想来借一些什么书？王守仁的书吧。我找找啊。
我记得有他的书的，虽然不多，但也不至于是那么的难找。来这里，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他说王守仁的书不多，满满的一书架子，这叫不多。说吧，我需要帮你什么？免费给你看，你能看懂的任何书籍，给我讲一遍就足够了。这就是揭穿你的那个孩子。真搞不懂，你为什么会看中一个孩子？我差了，他是小门小户的孩子，我想对他好，然后把这一摊子交给他。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才好，这样的孩子才不会引人注意。我老了，我可能等不到子宪先生回来了，我传给他更能彰显我的大度。过完了年，王秀才依旧没来。自从那件事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搞得虾仁愧疚的要死，想道歉，寻他又寻不着。如意，虾哥在家吗？我来给他送书。进来吧，动作记得轻一点。虾哥在教妹妹练字呢，估摸着还得等一会儿。刘九和刘佑规规矩矩地站在屋檐下，低着头等候着虾仁。如意，去把昨日没吃完的肉汤盛2碗来，快，你们2块进来。都说了，以后来直接喊我就是了。肉汤，竟然是肉汤！这是二掌柜让我交给你的，他说了，这是一味药，提神用的，对读书很有帮助，很稀少。你若是用完了，若是喜欢，今后可以找他，他那里还有。九哥，你见过这东西吗？二掌柜很喜欢，每次都趁着神父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闻，有时候还因为这个和神父吵架。谢谢九哥，劳烦回去告诉二掌柜，就说虾仁感激不尽，这东西来得太及时了。刘九开心的笑了。二掌柜说了，只要虾仁喜欢，今晚就会给他满满的一大碗饭。我靠，春药，虾哥，这东西很少见，许多都是进贡而来，市面上少见的很，价格也昂贵，开个价吧，我要了。这，你给多少钱？10两银子如何？你要做什么？我也有朋友，我买了自然是拿去做人情送人的。当真？有什么好骗人的？这东西除了入药还能做什么？这样吧，我给你20两。20两。这么说吧，这东西在您手里，你去任意一间铺子顶多卖5两银子，在我手里，我去找大夫配比，那就是数百个助于房事的好东西，有的赚。不瞒着你，20两给你，我操作一番可以翻100倍，当然钱是次要的，我家不缺钱。实话告诉你，某些人老了，某些地方不行了，但又一直想要个孩子，我把这给了他，万一他有了，这就是人情。怪不得人家是世袭呢，有这样的脑子，不世袭都难啊！给你了，免费送你了。老天爷，20两哎，不说多少，现在这年月，你家1个月都赚不了20两吧？我真的送给你，真没想要钱。真的，真的，就当你上次帮我找人的酬劳，我一个白身，你能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既然你有用，我就送你了。酬劳？你给我酬劳？有意思，当真有意思。如此，那我欠你一个人情，就收下了。老叔，景哥，你说，去给账房通知一下，河北收上来的棉布给余记铺子分上1厘，记着原价给就行，就说送给虾哥的。真是一个好运的小子。这1厘如果握得住，1年下来起一间宅子问题不大，奴这就去安排。苏家的动作很快，虾仁还没到家，苏家人就已经到了铺子。这位贵人，苏家这是于员外，我家景哥和你家虾哥谈得来呢。一点点心意，别嫌弃。天冷了，喝杯热茶。于良是个粗人，招待不周莫见怪。于员外是吧？我叫陈怀信，苏家一个小管事，今年5月收布，我是打头的，到时候我来找你。5月找我，那些品次一般的丝，你要是能吃得下，我也能做主。今年看来是有事做了，自己的饭碗算是保住了。这如意请款，话少。最气人的是，人家给铺子干活还不要工钱，嘴巴能说，办事靠谱。如意一个人，让铺子的所有人都紧张了好几个月。张掌柜，东家你说，
趁着雪没化，没事的时候去驴马市看看去，有入眼的驴马多打量几眼。今年5月怕是得用上了。东家放心，我记住了。于员外走了，他要去看看烤鸭铺子开了没。虾仁最爱吃烤鸭，他准备去挑个大的。少东家不愧是少东家，给铺子拉来了这么大的一笔生意。见多识广的锦衣卫千户瞥了一眼面前的小药丸，竟按耐不住的露出了狂喜之色。别看这坨黑色药丸毫不起眼，可它却能让男人失去骨气，女人抛弃贞洁。爹，景哥让我交给你的，他说你见了一定会很开心。这逆子能搞到巫香，那岂不是说在京城里还有闻香叫余孽？若是真的有，那我把这件事查出来。这东西不是贡品，不是出自宫里的。那老詹去把这个逆子给我提回来，敢反抗腿打断。爹，这去。是。苏怀瑾回来了，被打扰了雅兴的他满脸的不开心。书房开始发生争吵，然后就演变成了武斗。片刻之后，求饶声传来。去余家把余家那个小子请来，记着脱去飞鱼服，记着是用请，不是那种请。我说的话可明白？回千户，下官明白。听我那逆子说，这余小子不知道这是巫香，所以这里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难不成是秦良玉赠予这小子的？余虾仁。小子就是找你来是问巫香一事，2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手中的巫香是哪里来的？第2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赠予苏怀瑾？小子回话，这东西是驸马街书铺子的杨和尚给的，因为我常去那里借书。昨日他派人送来，说我若是读书困倦，闻一闻可脱去疲乏，赠予苏怀瑾这个问题。其实小子并不想给他，小子来只是来问问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可以入药，我就给他了。不是秦良玉赠送的就好。以我目前的实力，是不敢去跟川蜀土司的秦家和马家掰手腕的。没事了，今日找你来，就是特意感谢你的好意的。苏怀瑾不懂事，我这个当爹的可不能什么都不懂。那个谁呀，给这孩子包点糕点带回去。虾仁从苏家离开，他准备去驸马街找2掌柜。狗日的，老子要不是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害人的，说不定还就真被你害了。果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老子要看看你葫芦卖的什么药。2掌柜，东西还有吗？什么？是你让刘九给我的那味药，那东西真好啊！昨晚用了一次，今早用了一次，舒坦，真的舒坦啊！一直在打量着虾仁的2掌柜笑，他悬着的心彻底的放下了。这东西只要虾仁碰了，那就离不了。虾仁又去了苏府，这一次是苏老爷子单独接见。闻香教义案可终于有着落了。那外国和尚到底是不是不重要，只要我说他是，他就必须是。你该死啊！为了教会的大计，为了这些年吃过的苦，就算神怪罪，我也无悔。这些书籍必须运回去，这不是我们的家。利玛窦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本意不是如此。他虽然想利用虾仁，但从未想过去害虾仁。神父，我们是外人，去找一下王半军县令吧，走一下流程，就说我老了，时日不多，但我喜爱这孩子，准备把铺子过继给虾仁。是，我这就去。按照节气，京城应该是开春了，可京城的天却变得更冷了。刘九和刘佑又来给虾仁送书了。想不想成为书铺子的伙计？我不行的。等着，你会成为伙计的。苏家的练功房在室内，地板上铺了地毯，抬脚踩上去，那就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来，我教你灌胶的技巧啊！虾哥灌胶讲的是巧劲，以小力胜大力，核心在腰。告诉观察虾仁的锦衣卫可以撤离了，重点放在教会上，要尽快查清楚他们的巫香是怎么来的。千户，如果和闻香教并无关系，该如何？我想我的话你没听懂，你下去再好好琢磨琢磨啊。卑职明白了。这是哪里？这一摔，难道给我摔进了幻境？不，这里应该是《倩女幽魂》手游的世界。前来！
你已经不用克命。好快的反应速度，竟躲过我的偷袭。我只是想拿回剑鞘，这是我的剑鞘。已经有这么多零件。你且多多学习。这莫非就是传说中剑女幽魂手游的新职业剑仙厉长生？他万剑归宗，不需克命，心思缜密，胜过跑跑。就连王某人失窃已久的袖剑也在他身上。他还有独特的凌空机制和全新的系统零件，风雷双元素制霸修仙界。从高手身上果然能学到不少。果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对，是要不断的挨打。虾哥，你这是什么招？法相天地，坤拳之坤山靠，献丑了。到了3月，京城的天终于有了暖意，虾仁急冲冲地朝着书铺子走去。今日利玛窦的铺子要转让给虾仁。孩子，我现在有点心慌啊。老爹慌什么？孩子啊，你还小，你还不懂。等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会明白这免费的东西让人觉得心不安。老爹，我不该瞒着你。等一会儿按完手印，等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会把始末原本的告诉你。好。衙门设3班6房，我护房长土地，户口赋税。今日李某受邀当个见证，契都拟好了没？回李大人的话，早在昨日就拟好了。那就开始吧，本官一会儿还有事要忙。好了，契约成，衙门存档，众人见证。今后铺子东家为余良之子余虾仁，我大明子嗣。恭喜余员外家里再添兴彩。哪里，这都是李护房大人的功劳，没有李大人忙前忙后，哪有这般的顺利？余家感激不尽。客气了，改日再和你聚聚。李大人慢走。等其余人都离开后，虾仁脸上的笑越来越好看。小肥和如意走了进来，直接站在虾仁左右。哈利图，你被解雇了，请你离开我的铺子，我不喜欢你身上的味道。你会跪着来求我的？那你就等着吧。如意，把这个来自异域的胡人请出去，我不喜欢。虾哥，让你离开。哼。虾仁去了教堂，利玛窦身子真的很不好了，躺在床上虚弱地望着虾仁。孩子，你来了。神父，我来了。你什么都知道了，对吧？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包括你们想用巫香来控制我，然后利用我大明的身份把这些书运出去。非我本意。不，大明的文化你还得学，放纵就是纵容。你不管哈利图对我用药，也就是说你心里默许了他的行为。我不会原谅你，你的神也不会原谅你。你的本意不是来传教，不是为了让神的福泽覆盖到可怜人身上。昏暗的灯光下，利玛窦望着虾仁，忽然遍体生寒。这些年他见过无数厉害的大名人，但如此年幼的却是头一次见。神父，好好养病，铺子的事情就不要想了，也不要想着去给我使绊子。只要铺子有任何一点问题，我就烧了你的教堂，烧了你的笔记，烧了藏在地窖里的那些书，毁了你这些年的一切。魔鬼，厉先生，你知道在大明一个来自他国的外人随意驱使我大明百姓为奴是什么罪名吗？知道什么叫做千刀万剐不？神的光芒还是没有降临到这片无信仰的土地上。异端，大明全是异端，需要神罚，需要神罚。神说你有罪。这些日子辛苦你了，九哥。今后的铺子你就是大伙计，等你熟悉流程后，你就是掌柜。记住了，少东家。小老虎，我能养你了。来福，乖，吃饭，张嘴，爹喂你。虾仁正在生闷气，老爹去天津卫收部，却不同意虾仁跟着一起去。架不住虾仁的软磨硬泡，于员外最终还是同意了。希望虾仁吃了这一回苦，回来后会好好的读书。消失了大半年的王秀才回来了，在秀才生举人的考试中，他再一次名落孙山了。他觉得他辜负了太子对他的期望，一个人伤心了很久。我知道王秀才为什么回来。为什么？钱花完了。你咋知道的？他身后没有香味了。小老虎，昨日干爹教的那些，你都记住了没？热的，热的，我一直放在怀里。给我的。
你才练完功，血气未退，不宜喝凉茶。这壶茶温度正好，解渴，还不会伤你的身子。给。不要当烂好人。怎么了？李敬忠和孙仙闹掰了，昨日天黑后打了一架，别给别人说哈，干爹还不知道呢。哦，先前的时候李敬忠归孙仙管，孙仙跟老祖宗举荐了他，所以他才有机会去皇孙身边。啊？真的，听说是为了一个女人。女人？对呀，都上新闻了。你看，手机出门这么一会就没电了，换个新的吧。不坏了好贵。不贵，可以把旧的回收，再换新的。我最近就换了新手机，旧的 iPhone 15 Pro Max 叫爱回收，当面回收了5000多，靠谱吗？那肯定啊，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我推荐爱回收。那我等会儿也探探。都这样了，还为了女人弄啥？嘿嘿，再过几年你就会明白。5月初，我准备去河北一趟。干爹去那里做什么？河北出了一个什么蚊香教，一个叫做彗星的妖邪，正在蛊惑百姓，准备在夏收的时候起事。锦衣卫和东厂已经要上去了，老祖宗让我去看看。锦衣卫那一群粗人不让人放心。干爹，小的愿意跟着您。儿子是从沟里爬起来的，身子皮实，您身子金贵，身边少不了一个端茶倒水的人。真是一个机灵的孩子，今儿来就是说这事儿的。我准备带你们出去看看。出宫就有机会，万一看到了小虾仁呢？九州生生，弥勒下生，冥王术士，与你缘分自己，来显现世。我不是人，人将识我。解释。启示。这一次跟着苏家的队伍去收捕，来回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苏怀瑾也跟着来了，他之所以会来，其实都是被逼的。他老爹希望孩子吃点苦，回去之后幡然醒悟，发愤图强。千户，河北急报，东厂可有动静？回千户，4日前，东厂曹化纯带7人出城。根据宫中消息得知，受总督王安之命，据天津卫督察秋收。点集人手，暂且放过那个外国和尚，所有人立刻前往天津卫，立刻出发。记住了，是全部人手。是。吴木海，我的话你听不懂吗？你怎么还不走？回千户，属下是想说，小千户这一次好像去的也是天津卫，若有要事发生，属下的建议是先看好景哥。备马，吴木海，你速去北城找千户曹义军，告诉他闻香教怕是要借着今年的秋收制造祸端，速去神机营调动人马。是。娘的，一群没卵子的死太监，骑的马倒是不错。太监，是我过于敏感了，哪能在这里碰到小老虎呢？严酷官邸，盐商总监大总管正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贴心地服侍着坐在尊位上的人。老祖，这道菜用的是天津特产的卫青雕刻而成，名字叫做天寿。这道汤叫做金汤，是今年才捞上来的小黄鱼熬制而成。许愿，孩儿在，闻香蕉一事可别出岔子。老祖放心，人我们已经盯上了，估摸着就在这几日，卫所的人也沟通好了，待这群贼子动起来，大网就会覆盖而下。做得漂亮些，我回去后也好跟老祖宗交代，万一陛下问起来，咱家也好提你的名字不是？老祖放心，大网已经张开，就等着这群逆贼扑上来。只要有官员身死，那他们就不是叛逆，而是反贼。起来吧，介绍一下，这是我的2个徒儿，高的这个叫方正化，矮点的这个叫王承恩，老祖宗都很喜欢。我说2位怎么看着就不一样呢？原来是老祖宗看上的人，既然来了，我也不能不表示，这次的功勋小的来安排。大明宝钞还是最大面额的大明宝钞，1张纸就1贯钱，这厚厚的一沓，少说有200张。若是找到了小虾仁，把这些钱给他，这辈子他就不用吃苦了。少了点，莫要见怪，拿着随便用。等今年我回去拜见老祖宗，我再给你一些好玩意。
可是有蚊虫扰了干爹。无事，就是有点责床。拿着吧，这是给你的。干爹不缺这点钱，你还有个弟弟，给他吧，对他好些。将来他若是有了孩子，你也算有香火了。孝敬干爹。孩子，记着，靠情能小富，靠运能中富。若想大富，得看命。知道什么是命吗？不知道。命就是你的心。哦。一个晚上，于员外花了300多两银子，钱花出去了，换来了一堆堆布匹。在吆喝声中，收获满满的队伍开始打道回府。淤泥园子混沌气，白莲一线盛世绝。恶贼当死！祭神佛，我不是人，人将是我。并监护清县暴乱开始了，卫所出动了。清县外的土墙上挂的全是人头，有官员的，也有卫所赶到杀掉的。都是什么人？回迁户百姓，大部分都是被蛊惑的百姓。清县主簿被破腹挖心，妇孺老幼却被活活烧死。动向。据谭百户传来的消息，这次暴动是数个县一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就是武清县和静海县。密报时日，昨日晌午。紧赶慢赶，还是和儿子相差了半日的功夫。这狗日的就不会去勾栏喝花酒，找人赌钱吗？官道上竟然没有人，往日不说络绎不绝，也不会至于快下收了，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老爹，来福，不对劲啊！爹的眼皮一直跳，听爹的躺下，平着躺。跑，快跑！贼人造反了！苏家人在听到信使的呼唤后，就开始猛抽马匹，朝着官道的右侧跑去。在那里有一个和苏家交好的地主。管家，咱们这是去哪？去高举人的庄园。咱们这么冒失的过去，万一他不在家呢？也对，我先给他打个电话。手机出门这么一会就没电了，换个新的吧。不换了，好贵。不贵，可以把旧的回收再换新的。我最近就换了新手机，旧的 iPhone 15 Pro Max 将爱回收当面回收了5000多。靠谱吗？那肯定，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我推荐爱回收。管家，为何不去后面的天津卫？我们有127人，只有30匹马。现在天色将晚，贼人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去了天津卫，城门会为我们打开。那咱们这是去高举人家，这一次定是流民造反，他们是一窝蜂，一定是冲着武清县而去。信使已经去报信了，快！众人很快就到了高家。高家听到有流民造反，很快就挑出了所有轻装。大院里开始煮肉，高举人命人端来了酒，敬众人吃饱喝足好干活。贼人来了！黑漆漆的夜色里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亮光，就像是一群群的萤火虫。老天爷，光是看光点就有1000多人，没举着火把的人那该有多少？军户练过，一会儿我听你指挥。希望这是一场闹剧。孩子，记得回家的路吗？记得，沿着官道一直走。进城若守卫不让你进，不要害怕，势头不要弱。记着贵人给你的6本书，想尽法子进城去。妹妹，知道。闷闷，我妹妹，亲妹妹。爹，怎么了？一定要好好的活，你有我和闷闷。贼人要来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子，要杀人了。高举人开门啊！我是赖三，路过宝地口渴了，行个方便，讨口水喝。喝了水，我立刻就带着人离开。三啊，天黑了，不方便，你看这样行不？我从墙上掉下一桶酒，待明日天亮了，我定会好生招待。苏怀瑾不见了，苏家有法子替他找到最安全的地方。虾人就在大院子里，和如意站在一起，听着那越来越激烈的砸门声，手心全是汗。大门比想象中的坚固，外面那群乱糟糟的人砸了半天，也没把门砸破。高举人，兄弟们是来求财的，你把门打开，求完了财我们就走。你放心，我赖三保你家族我呀。孩子们，贼人就在门外，天津卫已经得信，只要我们守住大门，朝廷人马一来，我高举人给诸位请功。
他们是来求财的，也是要命的。想想这院子里你的孩子，想想你的婆娘，我老高给诸位跪下了。外面的人开始撞门，大锅烧开的水直接从高墙上淋了下去，数盆滚烫的开水泼下去，底下立刻传来杀猪般的痛哭声。外面开始扔石头，进到了大院子里，高家仆役当场就倒了2。听我的命令，准备长竹竿，去头削尖，剪子拆掉，把剪子绑在竹竿的前面，快！于员外一下子就成了主心骨，后院的竹子全部被砍倒，每个青壮都手握半丈来长的竹竿，在于员外的指挥下分成队，死死地盯着大门。听我说，大门一倒，直接往前刺。大门就好比关隘，他们要想进来，就必须走这里，我们死守这里就赢了。刺！乡党兄弟们，高家宅子破了，冲进去啊！这可是100年的老宅子，金银无数，粮食无数，抢了他一辈子不愁。兄弟们，不能让贼人进来，他们一旦来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人都会被糟蹋。听我的，他们进不来。不好，大门被抽走了，他们定是要顶着大门往里冲。如意，虾哥，你端热水，我拎水壶，咱俩上墙上去。高举人看到了虾人，明白了虾人的打算，一声令下，府里的妇孺出来了，端着热水上墙了。贼人顶着门往里进，竹做的长矛立刻就不管用，眼看就要进入院子里时，滚烫的热水再次劈头淋下。来了，卫所的军也来了，赢了，咱们赢了。贼人来得快，走得也快，虾人松了口气，扶着墙根干呕了起来。赖三被抓了，他竟然没跑了，他正在求饶，不停地磕头。啊，原来是白莲教的余孽，舌头拔了。还有活的没？回老爷，还有不少呢。敲碎所有活着人的膝盖骨，给我挂在门口，等待着朝廷的人来。老爹，举人就不怕被查吗？在地方，衙门最大，在衙门之下就是地主员外，他们就是法，就是百姓头顶上的天。远处的武清县已经被贼人攻破，整个县城被血洗。骑在马上的王承恩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在曹化淳的后面，苏老爷子带着锦衣卫缓缓而行。没有看到关于苏家的影子，不知道我儿是死还是活。去高家，高家是举人，是文臣，理应去看看，免得那些文人又把这件小事说成了一件泼天的大事。诺。轰轰的马蹄声传来，高举人出来了。于员外站起身，牵着虾人的手，站在了人群最后。只要这群贼人杀光了，那就是叛贼。高举人带人平叛，是大功一件，要受朝廷嘉奖的。爹也会受到嘉奖，对吧？好好照顾妹妹，这个家可能要靠你了。老爹是军户，成了军户，一辈子都该是军户，子子孙孙都是。昨晚抛头露脸了，一旦被掀开，爹，没事的，咱们家一定没事的。四目相对，两个人突然笑了，相依为命的两个人痴痴的笑着，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怎么擦都擦不完。小老虎，我终于找到你了。小虾仁，我终于找到你了。老爹，你怎么才来啊？我差点就见不到您了。山里信号太差，我手机定位不到你。换个新的吧。不换了，好贵。不贵，可以把旧的回收再换新的。我最近就换了新手机，旧的 iPhone 15 Pro Max 叫爱回收，当面回收了5000多。靠谱啊。那肯定啊，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我推荐爱回收。此刻小老虎和方正化一左一右地站在曹化淳身边，听着高举人声泪俱下的禀告，锦衣卫和随行而来的东厂人员开始翻检尸体。看什么？看他们干活。你不怕？我看的是他们的人，不是地上的人。你爹的衣服真好看。哦，飞鱼服啊，这是赐服，并不是所有锦衣卫都能穿飞鱼服。我爹身上这件是永乐爷赐下的。这么多年了，不起毛边吗？这是宫里专门做的，真的在家呢。哦，500户。严当头何事？来，尸体我看完了，尸体一共172具，其中有27具有异常。你来看看这伤口，看看这是什么伤？多少具？27具，全是胸口位置，全是一击必杀。要知道，昨晚前半夜是没有月亮的。不是箭伤。对，
肯定不是剑伤。如果是剑伤，必须是双手剑大剑才能如此干脆利落。可这伤口明显不是双手大剑造成的。当头何意？莫不以为是不硕？不硕不可能，我倒是觉得有点像脱胎于马硕的长枪，长刃，轻点，掏胸而过。呵呵，死的是贼，你纠结这个做什么？不是我纠结这个做什么，我只是想到去年7月水退之后，衙门找到了一具邪教徒的尸体，伤口和这个一样。可别被鹰啄了眼。老子就是靠这双招子和脑子吃饭的，别拿你那鸡眼大小的眼来怀疑我的专业。那你就继续专业吧，别忘了咱们是来找贼首的，不是让你来查案的。事情也告一段落了，曹化纯被请到了雅阁，昨晚一夜未睡，他有些吃不消。出去看看吧，一个时辰之后叫我，今日晚间要回宫见老祖宗。是。虾仁一直在等着。从小老虎进了宅子，他未动分毫。小虾仁，我想死你了！脱裤子，我看看你屁股。别，没有人打我的屁股。高了，胖了，没有伤，没吃苦，真好，真好啊！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真的，我就知道。你呢？掀开衣服，让我看看你。我身上有青紫，不过不是被打的，是练武的时候。你都练武了？练武了，已经半年了。只要我练得好，顿顿有肉吃。小虾仁，你呢？我也在练武，我爹给我找了先生，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对我可好了，我都怀疑我就是他们家走丢的孩子。小老虎闻言哈哈大笑，他看过虾仁的背，没有伤，是享福了。这是我爹。我记得你，一个是来送赏赐的小太监，一个是领赏的人。若不是错开了时间，两人早已相认。于员外把两人拉起，转身离去，把时间留给两人。时间在这一刻突然加速，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点点滴滴，虽是琐事，可对彼此而言却是那么的重要。承恩，快，时间要到了，要收拾了，咱们准备回来。老虎，你的城是哪个？是承恩，不是承恩，也不是正恩，王承恩。小老虎是王承恩，小老虎竟然是王承恩。先前你教我的时候，不是不想学，而是没时间，吃喝最大嘛。去了宫里后，干爹教我，怎么样？我的字不差吧？厉害！别说了，要来不及了，走，快走！拿着，去买宅子，去找媳妇，记得啊，一定要娶媳妇。我有钱，记着我住的地方和书铺没，记得来寻我。好。望着小老虎服侍的那个人走了出来，虾仁猛地冲了过去，直接跪倒在地，冲着他磕头不止。这次的磕头，虾仁心甘情愿。小子虾仁，谢恩人照顾大兄小老虎之恩，此恩重于泰山。今后若是需要小子还，刀山火海，小子也去。干爹，这就是我常念叨的那个弟弟，托您福，寻着了，这次寻着了。抬起头来，是个知恩的，既是小老虎之弟，我这个长辈不能不自看赏。敢问恩人名讳？小子虾仁记着，养育长兄之恩，小子今后必报。名讳？你同生？不是。世袭？不是。皇室子弟？不是。既然什么都不是，就好好的努力吧。你这孩子倒是有些心机，我知道你磕头是为了小老虎，孩子记好了。成事在人，人若是不行，我光记住他的名字是没用的，万岁爷记住了才有用。记住了。好，够机灵，小子听好了，也记好了。老夫曹化纯。天罡童子功。小屁孩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对着大太监不停的磕头，不是因为大太监位高权重，只因他对自己的兄长有养育之恩。难道他真的是阉党？阉党又如何？谁对我和小老虎好，那就是我的恩人。狗都不嫌家贫，自己若是在乎这些，岂不是连狗都不如？高家的军功到手了，对这次帮着评判的于员外，高家自然记在心上。一托盘的马蹄银直接奉上。马蹄银这种银子纯度高，50两一锭，高家这一出手就是200两。逃离军户这件事不查还行，一查就失势，万一自己不成了，我留下的钱越多，2个孩子就能过得越好。爹，于家以后不要走动了，那于小子就是个溜须拍马之徒，今后来咱们府上也莫要开门了。
那是虾仁的哥哥，他跪了于员外，虾仁去跪曹化纯是应有之义，这明明是恩情。你说你这是做什么？命队伍停一下，等一下瑜伽，一起来的自然一起回。若半道把人丢在路上，传出去咱们家还做不做人了？我这儿子也没我想的那么差，等我100年后，这个家交给他也不必担心了，懂人情世故，就不担心孤掌难鸣。回京后，于员外一夜未眠，天亮的时候敲门声响起，东厂当头严立恒笑眯眯地站在门外。于员外家吗？正是。家里有孩子，能不能别吓到孩子？走，喝茶去。虾仁望着大门缓缓关上，一种无力感弥漫全身。虾仁深深吸了一口气，那颗渴望掌握权力的心也达到了顶峰。老爹如出事，我虾仁究其一生也要捅了这个天。怎么离开的军户？私自脱离。慧行和尚是你杀的对吧？是我杀的。好汉子。万历23年，有个人叫做王森，是文香教的首领。他手底下有个人叫慧心，我的家人就是被他害死的。本来判的死罪，奈何这王森手眼通天，行贿官员，死里逃生。慧心这个恶人也幸免于难。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要当厂尉，我要给死去的家人报仇。这一等就是10多年，谁知道竟然被你杀了。他要把我的儿子过继给他们的狗屁神佛。于员外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大人请说。军户虽乱，但你余粮是百户，是6品官，过6品则记录在籍，无人过问，你可逍遥自在。若有过问，怕。果知你的儿子先得土司秦良御赐长刀，又得太子赏赐书籍，再得曹公赏赐珍珠。不管你认不认，这都是孩子的机缘。我且问你，孩子在读书不？在读。好，我问你，孩子一旦过了童贞，需要领生作保，插祖孙3代，你余良和你的儿子又该何去何从？那时候耽误了孩子不说，你余良怕是会被判处绞刑吧？于员外呆住了，这个问题他想过，可他不敢深想，就像一根刺插在肉里，很疼，但又拔不掉。走吧，回家吧。今日我找你，只想证明我的眼睛没看错，无恶意。大人教我。嘿，我怎么教你？我给你说这么多，不是为了教你，而是感谢你杀了慧心。我教不了，走吧，回去吧。再耽搁一会儿，家里人就急了。烟头，他什么都说了，算是坐实了。拿上去不说，大功一件，赏钱是跑不了的，咋让他就走了呢？真要做，我也能做，把于家这一家人下大狱，随便安个罪名，谁也不知道。但曹公身边的那个小太监处理不了，一旦他寻不到人，一旦他长大了，一旦他要报仇，那就完了。军户逃的还少吗？今日的事烂在心里吧。知道了。只要过了晌午，老爹还没出来，我就把这一摞子书送进去。爹回来了。老爹，来福。走，我们回家。回哪个家？先回京城的这个家，再回虾哥，咱们回西安府吧。为什么啊，爹？铺子咋办？爹是在逃军户，现在虽然潇洒，但却耽误了你。得回去，不回去，我这个身份耽误你念书。我不去考试。狗屁！你能读书，为什么不考？再说这样的话，信不信我抽死你？望着发怒的老爹，虾仁低下了头。虾仁知道老爹是真的发火了。唉。如意，你要跟着老爷一起回西安府吗？这是当然，我爹娘淹死了，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去哪里都是去。墙根下的那3张饼子，我这一辈子都准备跟着虾哥。娘，我想跟着虾哥一起去西安府，听说他那里有地，去了我就帮虾哥种地，累我心里也舒坦着。你我都走了，你爹咋办哟？娘，我就是想去，我觉得虾哥以后一定会当大官的。虾哥当了大官一定会回来，那时候我就给爹烧一个山的纸钱。唉，真的要走？要走，今日来是求你的。说什么求不求的？当时让你来锦衣卫，你非不来。如果来了，哪有这么麻烦？没有大拇指，虎口就握不住刀。等着，我去写信。记着啊，刘矿坚胃口大，喜爱钱财。回去之后，钱财给到位。曹公给虾哥的那个珠子，你要用好。离开也就意味着远行，这条路太远了。于员外准备找镖局，跟着镖局一起走才放心。中秋要来，宫里给部分内侍放了1天的假。小老虎心匆匆的出了宫，直接到了书铺。啥？
你要走了？虾仁拉着小老虎，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都讲出来。东厂的人找了于伯父。是的。叫什么？一个当头，叫什么严立恒。小老虎轻轻地眯上了眼睛，他记住了这个人，这个人心思不单纯。小老虎，你听我说，在宫里你一定要找一个叫朱由检的皇子，一定要小心一个叫做魏忠贤的人。听我说，如果你知道了这2个人，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跟他们混在一起。听我的，这个很重要。你呢？会回来吗？会的，所以你要把铺子的地契拿好。我若回来，就有一个住处了。那时候我若回来，绝对就不是现在这个鬼样子了。见虾仁自信的模样，小老虎嘿嘿地笑着。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小虾仁有多聪明，所以离别是暂时的。下次相见，我们朝堂上见如何？小虾仁准备往上爬了，那我也得爬，为了自己，也为了小虾仁。下一次我们一定会在宫城里相见。10月底的京城又下起了小雪，铜铃发出轻响，一条由100人组成的队伍踩着薄薄的积雪朝着西北而去。当家的，你在下面省一点，过几年你儿子回来，说给你烧山那么高的纸钱。先生，你下一次考试一定会高中举人的，牢记僧人的话。小老虎知道虾仁是今日离开，可惜他没有休息日，无法去送别，心里酸楚的厉害。老虎，怎么了？干爹，孩儿想问你借点钱。作甚？弟弟走了，我想去牙人那里把他的宅子买下，好留个念想。小虾仁会回来的。厨娘怀孕呢。啊，肥啊，这玩笑可开不得。要是有什么谣言，婶婶知道了还活不活啊？这可是婶婶自己说的。我娘问厨娘婶婶，为什么最近没写月事不？厨娘婶婶自己说她肚子里有娃。啊！虾仁呆住了，不自觉的就把眼睛望向了老爹。怎么可能是老爹？嘉哥。啥？问你个事行的，你是读书人，你懂得多。啥事？月事部是啥？这个问题怎么说？怎么解释？解释了，万一传出去，别人若问自己怎么知道的，该如何作答？我不知道。哦，那我去问我娘。难道是老叶闷骚型选手？也不可能。老爹说老叶有喜欢的女子，好像姓熊。虾哥，莫要看我，不是我干的，我去干活了。小肥哭了，被他娘按在地上打，模样凄惨极了。厨娘怀孕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瞒住，厨娘被呵护了起来。她满脸羞涩地爬上了草料车，和下人闷闷坐在了一起。太子爷，淑女刘氏有喜了。再踏上像是牧歌带一样的牛市。大半，你把脉了没？老奴亲自把的脉。公主还是皇子？根据脉象，根据太子爷宠幸淑女的时日来看，老奴觉得10有8九是一个皇子。最好约个名医过来确认一下。老奴现在就打电话联系。怎么信号这么差？换个新的吧。不换了，好贵。不贵，可以以旧换新。最近爱回收有大额换新补贴，旧的 iPhone 15 Pro Max 将爱回收当面回收了5000多。靠谱吗？那肯定啊，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我推荐爱回收。刘氏有喜，不得不辞，不得不杀，让他搬去慈清宫。如诞下皇子，就在祖宗定下的名字里挑一个。是。华纯，淑女刘氏有喜，太子爷的意思让安排去慈庆宫，服侍的人你安排一下，找几个敦厚些的。是。对了，名字你也注意一下，记得别犯了忌讳。记住了，老祖，如是皇子，那就是第7子，只能从有简、有许、有展2个名字里出了。如果是公主，名字当另选，到时候再说如何。你办事我放心，提前准备吧，今年12月就知道结果了。是，儿子记住了。小虾仁是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第5个皇子名字要叫有简的？漫长的旅途终于迎来了终点，标行完成了此次的护送任务，老爹付了剩下的尾款，彼此告别。渡口的人很多，他们望着眼前这支又是马又是骡子的队伍，立马就围堵了过来。都挤过来弄怂，收起你们的小心思。说你呢，把你的手从我家车架上拿开。叔，这都是书，你把手伸来做甚？原来是关中的麻子，叔只是好奇嘞。还好奇吗？
来福，记着，到了这里不要对任何人善心。记住了。乡党们都让让啊，我们要回家，要回家。在咱们家，老爹我排行老3，上面还有你的大伯于财，二伯于钱，四叔于宝，五叔于人。记着，我和你二伯是一个娘养大的，其余的几房细细的说来，其实都是供一个爷爷的。在老爹的絮絮叨叨中，一行人到了长安。老爹洗了个澡，骑着马冲进了城里。他要去给收矿税的太监送礼。谭板不说矿监的话，比当地官员的话都好使。老爹去得快，回来的也快。看他脸上的笑意，虾仁知道是办成了。回家。是三哥吗？回来了。回来了。孩他娘啊，三哥回来了，把宅子收拾收拾，我们搬回去。对喽，你再煮一锅面。哎呀，三哥回来了，我才把锅刷完，你等一下哈，我这就去弄去。大嫂啊，不用忙碌了，我们吃过了。嘉哥，其实这是你家。我家鸠占鹊巢。嘿，吃这个。来福，算了，这些年不在家，宅子得亏他们看着，咱们先进去住着，明日再说，明日再说。哼，我不管，这宅子我不让，你是老大，你怕他做甚？我就是不搬走。我可怜的孩子哟，你们死的苦啊！你们兄弟几个才走，娘就被欺负了。爹啊，你睁眼看看吧。恶人就得恶人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我可怜的娘哟，你死得惨啊！你扔下我们爷俩就走了，我们听你的回到了家。你睁眼看看这家哟。爷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啊！我和妹妹才回来，家都要被人霸占了，人家都讹上我爹了，欺负我没娘啊！我和我爹的命苦啊！大伯母欺负我们没娘啊！都别嚎了，关上大门，莫让外人看笑话。大哥，这宅子是我的。哼，我没说宅子不是你的，这些年你走了5、6年没个音讯。我是老大，家里里里外外都是我和你大嫂在管。弟弟余粮感谢大哥。这宅子要不是有我看着，要不是屋里有人撑着，现在你看到的都是一堆土坯子，还有个屁呀！老三，你这一走就是鼠年，逢年过节祖宗拜祭，分营大礼，这都是老大在做，你现在一回来就要我搬走，没良心，人咋能不讲良心哦？先前的事情是我不对，后面我会有个交代。这次回来，一是差事的安排，二是带虾哥认祖归宗。我去把屋子收拾一下，先对付一晚。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一个野种，那个赖皮呀，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孩子，2个女人，4、5个孩子，呸！你少说2句。我命苦啊，咋跟了你这个没出息的？明儿去把女儿喊回来。孩子，小门小户，鸡毛蒜皮，人也没见识，家里就是这个样子，和京城比不了，心放宽些哈。书上不是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吗？我们不欺负人，但别人也别想欺负我们。这事你做不太好，但我做就没有问题了。明日若是还吵，我继续陪着，爹莫说话。苦了你了，明日安顿好，你先休息几日，等矿监把我腰牌送来，我就送你去上学。爹，你不是说长安周边有好些个军屯吗？军屯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傻孩子，军户的居住地祖祖辈辈都是固定的，你现在回到了家，你说军屯是什么？你现在就在军屯里。这个村子就是军屯。对，这个村子就是军屯。长安周边有31个县，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军屯，在城里还有2个守御千户所和4个卫。爹回来还是百户吗？应该是。6品官，权力不小吧？县令才7品呢。想什么呢？我朝是以文官为主，百户是有点权力，可有什么用呢？你看现在村子里有100户人家吗？就算有权力，乡里乡亲的你怎么管？只有打仗的时候才有点用，平日里训练抓贼，主要还是屯田。
老爹，我准备在今年的8月初8考童生。当真？于是当以老爹为尊，以爹为贵，以老爹为老祖。外来户欺负人是不？这是我娘的家，一回来就仗着势来欺负人，欺负人是吗？还有没有王法了？正愁着如何破局，如何见到官员，如何走出这一步呢？嘿嘿，机会就来了。刘九、如意，看我做什么？这是咱们家啊！打，往死里打！他娘的，跑到我家门口来撒泼，把我的东西往外扔！如意，把这汉子捆起来，完了之后去报官，等官老爷来了，咱们再说话。我堂堂一个读书人，怎么会如此被人欺负？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你在乎亲情，他们在乎过你吗？闷闷和虾哥再回到家，他们给过好脸色吗？说好的今日搬走，搬走了吗？老于，你大事不含糊，怎么就在这件事上糊涂了呢？听虾哥的，等衙门的人来，我去报官。那是虾仁他大姐家当家的，也知道，这不正好吗？姐姐和弟弟同辈，两人对招，长辈不掺和，看看谁更强吗？衙门官员来得很快，来的人是一个主簿，大伯母一家，一见官员就怂了。学生虾仁拜见大人。你报的案？学生报的案。何事？虾仁把事情说了一遍，没说自己是逃离归来的军户，直接说自己是从京城回来准备考试的学子。这是杀书。在京城偶见太子爷，太子爷不嫌学生愚钝，赐书鼓励，随手就给了学生一本。可否一观？大人请看。这纸张油墨，这小子说的是真的。哼，拘了。学生今后准备考童生，大人是官员，是文曲星，小子想沾一点文运。怎么沾？请大人在圣人朱文公的书上签个名字，学生今后在读书的时候就能想到大人，有了大人的名字，小子一定能逢考必过。望着虾仁眼睛里的恭敬之色，爱主簿是越看越觉得虾仁顺眼。好好读书，15岁的时候一定要考童生。学生准备今年8月就考。今年就考，几岁了？10岁。这么小就去考，如果考上了，那就是神童。如果自己做保，如果自己在这里面，嘿嘿，可找到了人做保。学生才回，家里还未安生，等家里安顿好，家父就会去城里给学生找保任。后日来选我，我考校一下你的学问。这是学生的荣幸。爱主不走了，围观的人也安静了，望着虾仁的眼神也变得不一样了。两人的话，众人可都是听到了。余家要出读书人了。如意，把不是咱们家的东西都扔出去。今晚我不想打地铺了。知道了，虾哥。天黑了，整个军屯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举目望去，连个光亮都没有。谁？是小弟回来了吗？啊，是二哥。小梁，是我。这个是你的二伯，也是军户，先前曾在兴平县军屯当差，和你老爹一样，也是受不了军屯的乌烟瘴气跑呢。他这个样子，看来过得也不如意呀。你爹是走谭百户的路子去了京城，你二伯也是受不了，跟一帮子人躲进了深山里，在山里求活呢。那二伯待着的地方，山一定很高，昼夜温差大。没想到虾仁能有这个眼光，仅凭着衣衫就能大体推断出他二伯躲藏的地方，这脑子就是好用。叶叔先前在军屯里是做什么的？啊，我在军屯里是侍百户。怪不得老爷和老爹的关系看起来不像是奴仆关系，原来也是从军中逃跑的军户。虾仁，闷闷过来。哥，这是我的2个孩子，男孩子叫虾仁，女儿叫于念上。快磕头，这是爹爹的亲大哥，一个娘肚子生出来的亲人，真正的亲人，快来磕头，磕头。二伯没用，二伯没用，一家人，你那日子过得我还不知道，等着我。拿着，山里苦寒，不吃盐不成。
也怪我没本事，混不出个名堂来。我若混出来，你们哪能待在山里？这一说，二伯心里更难受了。他是哥哥，到头来却让弟弟来接济，自己却帮不了分毫，连他的家都没看住。这是你家老三？老三叫啥？来财。真别说，这果然是一家人。老爹这一辈的名字是财、钱、宝、人，轮到自己就是福财，怪不得非要自己叫来福呢。这大哥名字有个财，哼，他配当大哥吗？你走了，他说你死了，你名下的那点地全霸占了，爷爷的坟茔被水冲了，他看到了都不动，死地气的已经3年都没回了，他的亲弟弟都不认他，我就是故意的。嫂嫂、来月还有花姐都还好吧？你二嫂3年前就走了，病死的，死在我的怀里。岁数到了，山里寒气大，身子遭不住，我不愿。来云下山用坯子跟人换盐，不知道被谁点了，被衙门的人活活打死了。来运他姐也是那时候没的。过去了，都过去了。二伯，来财就不跟你上山了吧？对，这次不上山了，孩子我养着，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好歹有个根。会害了你们的。这个孩子，咱们家这些人都知道。来财，磕头。孩子他二伯，我觉得你还是把来财留下，我手里有点钱，不缺一口吃的，我来养着，你就别管了。二伯似乎早就下定了决心，闻言根本就不为所动。二伯，山上苦寒，是个人就会有头疼脑热，来财还小，生病了肯定更难受。山里虽然有药草，但比不了山下。这样吧，二伯，你说一个约定的地点，就咱们几个人知道的地方，我没事儿去看看，山里缺什么，我给你买。你的儿子了不得，别说这些有的没的，说个地方，这是我最后的让步了。大槐树。二伯，你们有多少人？60多户。等着我接你们回家。好，那你就好好读书，若真的能下来，你就是所有人的救命恩人了。虾仁收获了主簿的喜爱，在爱主簿看来，虾仁就是一个神童。虾仁，学生在。8月县令是主考，他最爱中庸，诗词里最爱深秋，明白吗？明白。8月期待你的好消息，8月若高昼，王府赏月，必有你虾仁之名。若有当日，先生与我如同再造之恩。孩子，天色不早了，早些回去，做保之事就别担心了。明日我派人给你送去。自己若是有了身份，那就能把来财接下山了。小屁孩本想靠着大槐树休息一下，林子里却突然跑出一群凶神恶煞的人，把他团团围住。小屁孩正准备和他们拼命，却发现自家二伯也在人群里。二伯，狗子有救了，狗子有救了！小虾仁，你听二伯说，二伯这里有一个人肚子疼，一阵阵的，还吐。吃了啥？没吃啥，也就昨晚吃了一只兔子。不对，是喝了一大碗凉了的兔子肉汤，半夜开始疼，吃的全都吐出来了。听着众人七嘴八舌地描述着症状，虾仁努力地从他们的话里总结出有用的消息。我觉得是药草，问问大夫，他若不要，扔了。肚子阵阵疼还吐。小肥去开药，虾仁很放心。用他娘的一句话来说，他爹这般大的时候都开始养家糊口了，本身离得就不远。小肥还有驴子代步，半个时辰小肥就回来了。多少钱？没有钱。啥？二伯给的那草药是一个年份很不错的黄芪，药铺子刚好需要这本药，就用药草的钱抵了开药的钱。救人如救火，如意、小肥和刘九三个人撅着屁股朝着南山跑去。小肥肯定是被坑了，那么大的一颗黄芪，老天爷，野外生长的黄芪呀！哎，造孽哟！这该死的螃蟹啊，鹅要锤死你！哥哥，吃吃。一味药救活了一个人，虾仁觉得自己厉害极了。作为感谢，被救的那个人偷偷给了虾仁10张兔子皮。这些兔子皮可以给闷闷做一件保暖的皮坎，无论是内穿还是外穿都很好看。厨娘婶婶肚子里的娃肯定是王秀才的，造孽啊！他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眼皮子底下，两人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灯下黑，一次还是很多次。刘淑女望着这个勤劳且话很少的小老虎，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这罐子不是宫里的罐子。问你话呢，这罐子不是宫里的罐子吧？回贵人的话，
这罐子的确不是宫里的罐子，奴婢昨日休沐出了趟宫，想到贵人胃口不佳，就从外面买来的。为什么买？宫里没有吗？贵人误会了，宫里不是没有，宫里是陶瓷的，这个是泥陶的。贵人有了运势，胃口不佳，这个煮粥香。你咋知道这个煮粥香呢？我弟弟喜欢吃，他说这个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米粥，小的就斗胆熬出一锅，请贵人尝尝。贵人，粥好了，您尝尝。这梅子，回贵人，这是梅子，我昨日都细细挑拣了，煮粥之前我又淘洗多次，都是好的。你干什么？对不起，贵人，奴婢看您实在是太美了，忍不住就想给您拍个照。你这小太监油嘴滑舌，不过你这新手机看着不错，在哪买的？让我也整一台呗。不用买，你在人人租上租一台啊，方便又省钱。我这台苹果16更是低至8元每天，不用花大价钱去买。那挺好，但靠谱吗？当然，他们家是平台担保，敢租敢赔。现在还有新人专享1元租福利，我才知道人人租上除了手机，还有相机、电脑、平板等都能租。总之，人人租啥都能租，省钱又靠谱。可能是眼前的小太监会说话，又可能是许久没吃过梅子，他竟觉得格外的香。刘淑女胃口很好，足足喝了2碗粥。你在外面有家？有家，还有一个铺子，这些都是我弟弟的。有机会我就会去看看，现在都是别人在帮着打理。铺子叫什么？3味书屋。这小太监有意思，他这书屋的名字也另类，别人都是什么什么记，他这倒好，什么都没。弟弟多大？今年9岁，10个年头。也在京城吗？走了，到长安读书去了。你明日还来吗？回贵人，明日我还来。老祖说这些日子就由我来服侍贵人早膳。明日贵人想吃点什么？你会什么？我只会煮粥。好，明日就煮这个粥。对了，你叫什么？王承恩。小老虎走了，刘淑女还是回味刚才米粥的味道。思思，你记一下，后日你出宫的时候见我大哥，记得跟他知会一声，告诉他让家里人多去照顾一下3味书屋的生意。是啊。下人想把山里的皮货药草光明正大的搞出来，老爹也想，他想搞钱。这几日老爹正在子午集看铺子，准备重操旧业，搞一个收购布匹、贩卖布匹的店铺，也顺带着收购一些山货。一旦铺子选好，一旦开始收取各种皮货，那生活在山里的二伯那群人手里的东西就有了销路。掌柜的人老爹选好了，刘九就是掌柜。每家每户一个人，子午到右侧的河渠，一共10里。25日，明日劳役，要么出人，要么出钱。屯子里的所有人都被叫了出来。爱主簿直接一句话，很简单，很好懂。他那不耐烦的样子看得人牙痒痒。啥？你说你家你去服劳役？先生，我也是读书人，虽然干活不行，但我可以指挥干活。不就挖水塘、修沟渠吗？我可以分配人手。爱主簿打量着虾仁，他不想让虾仁去，他想虾仁去读书。艾先生年纪大了，这么热不该出来跑，万一累坏了，今后又少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先生交给我，我来替先生看着。你能行？先生有所不知，前年京城水灾，小子可是参加了，当时的工部主事可是亲自夸了小子呢，还给了小子几百斤梅子。那读书怎么办？小子绝不会耽误。记上，余粮家出棋子虾仁杂役监工，负责水渠，梅子1斤。还有粮哪？要一分成上差、中差、下差。太祖爷定下读书人不用劳役的规矩，自然不会让你白白干活。8月在即，好好准备。爱主簿把名册给了虾仁，这算变相的指定虾仁当做这个屯子的总长，也就是村长。屯子里的人望着虾仁的眼神和先前天壤之别，有敬畏，也有讨好。书上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书拜长辈们，小子虾仁不是苛责之人。天色将晚，想请大家一起开个会。晚会时间很短。通过计算，虾仁把10里沟渠均分到每一户，干完就离开。虾仁粗略估计每户最多忙10日，一听只需要10日，众人明显的松了口气。以前是一起干，那时候大家普遍的心思是多干一点都是自己吃亏，都慢慢的弄，希望别人多干。虾仁的这个法子好，有目标，众人干的也有劲。茶水凉了，日头也熬人了，喊大家过来喝茶水，喝完了之后就回家去，等到晌午过后再来，太阳落山可以多干一会。虾哥，还是你心好，干劳役这些年了，今年是头一次喝茶水，要不说你是读书人呢，这心就是好。
虾哥，我家那女子如何？啥？别看黑了点，知根知底。你若是……小下人，来来，快来！县令老爷来体察民情了，快来拜见。太祖爷定下的规矩是对的，读书人就该优待。看看这沟渠，这才几日啊，干的就是好，看着就是舒服。这一路太糟心，以为回去定要挨骂，谁料到临别之时，小下人竟然救了我。虾仁，听爱主不讲过你，8月考试可有信心？本来没有多大信心的，如今看到了县令大人，又得县令夸赞，借着大人的福气，我觉得一定可以的。爱主不拟，这次发现的这个小学子不错，如果8月童子考试一举得魁，当得起天才2字。好啊，爱主不对你有知遇之恩，亲自给你作保，今后若是考出去了，记得报恩啊。爱主不有恩，县令是父母官也有恩。多好的孩子啊！现在的读书人都不念恩，你可有字？还没。好，童子是你若得头名，我亲自给你起个字。谢大人。爱主部和朱县令离开了，下人抓了一把茶叶塞到嘴里。小肥，我刚才是不是舔得很恶心？你舔谁了？我咋没看见？我说我刚才的样子恶不恶心？刚才不恶心，现在恶心。你这冒失的老奴就会换着发抖。起来吧，真开心啊！万岁爷，辽东急报。龙虎将军努尔哈赤4月立碑划定界限，辽东将士认为其已经有了逆反自立之心。这是地图，万岁爷请看。逆反？哈伊努尔哪里来的胆子？谁给的他的胆子？贱种，卑贱的贱种啊！李成梁呢？他莫不是真的舍弃了辽左六宝？陛下，臣建议召努尔进宫，他若来，说明其心还是向着我们的；若是不来，我朝当应该早做准备。舍弃国土一事该如何？奴认为当查。害谁？熊廷弼当行。好，派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勘察宽甸将近。努尔哈赤曾经是他李成梁的部下，是他李成梁培养。如今一奴仆要跟我大明立碑划界，准备立国，李成梁你是罪人，你是大明的千古大罪人。爱主部派人送来了象征准考证的符票和座位便案，老爹整个人都变得亢奋了起来，拉着虾仁就开始磕头。大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朝着老爹尴尬的笑了笑。随着虾仁要考试的消息在屯子传开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余家的大门口。屯子日子清贫，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每家每户还是咬着牙拿出2个鸡蛋。他们都送鸡蛋了，咱俩也不能空着手啊！我也是没想到啊，我现在赶紧打个电话让儿子给送过来。怎么信号这么差？换个新的吧。不换了，好贵。不贵，可以以旧换新。最近爱回收有大额换新补贴，旧的 iPhone 15 Pro Max 让爱回收当面回收了5000多，靠谱啊！那肯定啊，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我推荐爱回收。因为离长安有点远，于员外准备带着虾仁提前去长安。离别之时，屯子里的人再次齐聚，他们用脚步来述说着祝福，足足送了5、6里路。到了长安之后，虾仁就被老爹拉去休息了。虾仁感觉自己才闭上眼，然后老爹就把自己叫醒了。走出客栈的门，天还没亮，跟着人群朝着考场走去。注意，要认宝了，保级不冒级，不逆僧，不替身，不假名，保证身家清白，非称幽造吏之子孙。本身亦为犯案操建业。来福，爹就在这里等你。出来了，你若是寻不见我，不要乱跑。记住了，就站在这里。记住了没有？好。来福，快回去，少爷我要考试了，中了给你买骨头吃。望着钻过人群往外跑的哈巴狗，虾仁呲着牙，幽怨地看着老爹。猫来财，狗来福，来福，来福，多好听的名字！老天爷，这怕是老花眼、近视眼、白内障、青光眼，所有的眼科问题都占1点吧。他都这么努力了，自己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呢？随着考生落座，考试正式开始了。虾仁深吸一口气，按照脑子里面所记的，考试的时候先完成最简单的，最后思考最难的。朱县令开始巡视考场，虾仁是第一个。望着虾仁的字，他满意的点了点头。走到第2排的时候，他又皱起了眉头。考了一辈子，学了一辈子，书都念到狗肚子里面去了。看看你的，一个10岁的娃都比你写得好。
抬出去。虾人第一个来，也是第一个走，卷子被收走了。朱县令转了一圈后也走了，望着县令把虾人的卷子带走，爱主不笑了，他赌对了。节序如流水，浮生感岁佳，何当成语境，心共片余霞。节序如流水，听听多好啊！依我看来，今年的头名当属虾人这名学子。在理在理，字好看，五言六韵四帖诗有深度，语言凝练，意境高远，了不得，了不得啊！如此就定他吧。后日发案，我是秦王的后人，我不甘自己这一脉成凡夫俗子，所以我要学东林党，我要提拔这个没根基的小子，再利用朱家宗室的力量躲在幕后，让他走进朝堂，成为我这一脉最后的保护伞。老爷要听曲吗？把刘班主找来。是。刘班主是一个女人，她手底下有一个梨园班子，很多女子被卖到了梨园，跟着妈妈学习歌舞技艺、琴棋书画。这些女子叫名伶，也叫瘦马。老爷，挑一个机灵点的、勤快些的，明日送到南宫别院去。10多岁的可有？恰巧有一个。琴棋书画如何？上佳。叫什么？仿仿。明日让他到我身边来。中秋我这里会安排一场赏菊盛宴，我给他安排一个好去处。是。小哥，恭喜了！县令亲自看了你的答卷，很是满意，亲自点你为按手。同生艺考，秀才难得，希望你不要骄傲，愿你在明年能中秀才。如果那时候高中，你定会名满大名。那也不敢忘先生的恩情。爱主不告别了，临走时大方的给予员外50两银子。按手，老天爷，我的儿子成了按手，这比王秀才还厉害了。他当时考童子排名才17，就这还念了大半辈子。于按手，不敢不敢。我叫如让，让开的让。我叫虾人，虾人的人。你我年岁差不多，在考场上你是甲1，我是甲7，算是同窗。明日相亲，你去我家做客可否？好，够爽快。让哥，这狗挺好，有名字不？有，叫来福。贱啊，虾人你真是嘴贱啊，真是造了个大孽啊，明知故问啊。这贵公子的祖上是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册封忠诚伯的如常。当年不去送赵王离京，被御史弹劾了。如今儒家已经没有了官身。老张，你去外面干甚去了？让哥，奴抓来福去了。那个谁啊，你去把来福关到柴房里面。记住啊，客人没走之前，来福不准出来。他要出来，你们就从这个家出去。让哥，来福不咬人。你懂个屁！按守人家的小名叫来福，这狗要是出来，你们要是喊出来了，鹅要锤死你。哎呦，是，这得关着。我的叔父你见过，就是朱县令。我启蒙、入学、求学，其实都是他教的，就连做人的道理都是他教的。你家大人？大人，不算我出嫁的3个姐姐，我现在就是我家的大人，这个家我最大了。13、14岁的孩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厉害！末流家族了，已经是末流家族了。虾哥读书可有人资助？实不相瞒，军户之子，薄田几亩，亲眷几人，并无人出资帮助。今后虾哥读书的一切费用由我儒家来出，如何？啊，虾哥，你我年岁相仿，今后有问题找我，凡是我能出得上力的，我一定会出全力。万一我今后直指不童子，再无进一步的希望呢？童子试是县试，县试能花几个钱？府试和院试才是真正花钱的地方，打点、拜会这些人情礼物才是最花钱的。不谈钱。朱木啊，你是咋想的啊？让一个孩子去收买一个孩子，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呢？这一顿饭下人吃得格外满意，如让也很满意，因为客人很能吃，说明自己招待得很好。这是我妹妹如慈。你妹妹很好看，我也有妹妹，也很好看。不关任何事，只是咱2人的私交。今后你若中秀才，你看过的书给我看就行。好。明日你还在长安吗？我回客栈后就走，大雨要来了，我得回家了。明日放案，这个大日子你一个童子而已。哥，这是哪家的？去，说了你也不懂。哼！虾哥，喜报我给你送过去吧。喂，虾人，喂。原来书中真的有黄金屋。
老天爷哎，你父子俩也真是的，都知道最近的天气不好，也不知道在长安多住上几日，待雨停了再回啊。陈肥，你是个死人啊，烧水去。虾哥忍着，驱寒呢，早就入秋了，淋了雨，寒气会进到骨子里，现在你不觉得，老了你就知道了。面对陈婶的道理，虾仁觉得还是听着好，因为说不过他。大哥来了。听到屋里热闹了起来，我就想定是你回来了。他三哥，虾哥这次考得咋样？中了。真的？真的，头名。好样的，余家有读书人了。在虾仁的眼里，大伯此刻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原来大伯也会笑，也能笑得很好看。果然，在人和人相处之间，并不取决于你对别人有多好，而取决于你比他强多少。你越强，他们就会主动的迁就你。天慢慢的黑了下去，乡亲也不约而同的来到余家，等着看虾仁一眼。各位叔伯，虾哥高中是大喜事，本该略备酒菜请大家吃一顿，奈何孩子说不要张扬，这钱拿着，今后虾哥再往前走。还有虾哥他爹，你这是作甚？咋能让你给钱呢？今后虾哥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你等着，妹子这就回去取钱去。安心的拿着，这是喜钱，算是虾仁感谢叔伯长辈的嘱咐的。大家没有想到回报会来得如此快，当初2个鸡蛋的恩情，今日一下子就得到了5个钱。一盘散沙的屯子，因为一次考试，竟然意外的聚在了一起。只要不断的替屯子的人谋福利，带他们搞钱，让他们吃饱，这盘散沙将会越来越结实，直到成为宗族。爹，雨停了，就去把来财接回来。好，来财下山，他们也会守口如瓶。就算有衙门的人来了，他们也会帮忙遮掩，因为虾仁对他们有用，他们不会得罪对自己有用的人。老虎，告诉干爹，你到底咋想？让你去太子身边，你不去，却偏偏跑去服侍那个不受宠的刘淑女，服侍那个未出世的小皇子。干爹，孩儿忤逆你了，不孝。别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上挤，你这孩子倒好一门心思的往下走。起来吧。谢谢干爹。谢我做什么？既然你愿意去，那就去。对了，功夫、医药、学问还是不能放下，虽去了那边，这边的也不能落下。谁让爹喜欢你呢？哼，听说你最近在打听陛下派出去的矿监总监。是的。做什么？我那弟弟回了长安，孩儿不放心。知道这是你的念想，今后就别去问了。干爹去一封信，让小南给你那弟弟安排一个安稳的差事。有了干爹的这一句话，小虾仁就能更好的活着。朱县令，礼物我收到了，我很喜欢。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不但送礼了，人也来了。说吧，要做什么？杀个人。杀谁？爱主簿。为什么？300亩良田。好。告诉张初瑶，让他去杀一个人，养了这些年，也该活动一下了，不然我怕他忘了还有我这个主子呢。主子，那完事后，长安出现了悍匪，都杀了官员，一定要告诉魏指挥使，告知他们要杀贼，要剿匪，要还着朗朗乾坤。是。找到张初瑶后，你去长安，告诉东厂的王彦玉，让他查一查长安生了什么事情，查一下朱墨要做什么。是。虾仁成了6房中户房的临时管事，他的任务是统计8个村落人员受损情况，确定户籍。于员外扛着10斤麦子粉上山去了。大雨过后，他担心二伯他们，害怕他们活不下去。傍晚的时候，老爹回来了，来财也跟着一起来了。不行了，得早做准备啊！听你二伯说山里也活不下去了，没吃的了，最近准备下山的。在天津卫已经经历过一次了，虽说是百姓被蛊惑，但那死人是真的死得多，城墙全是人头。不要指望这群躲在山里的人下山能做什么好事。来福，进城，明日水退下去后，我就带你们进城。二伯他们呢？衙门视他们为劫匪，山里人一旦决定干，他就得跟着，不跟着山里也容不下他，怕是也回不来。这么搞可不行，这么一搞，卫所的人一定会来。他们若来了，定会动用军户。一旦动用军户，自己和老爹
虾仁老爷，衙门公文下来了。8个村落，自己要统计8个村落的户籍。来福，是衙门来的喜报吗？爹，二伯可以下山了。当真？真的，衙门要重新统计户籍了，由我来核实每家丁口，然后朝廷就按照新的户籍来完成赋税和徭役。孩儿，爹说句不该说的话，偷偷的往上填名字难不难？爹，这个不难，你信不信？衙门巴不得治下的百姓越来越多，人越多，税收、劳役也容易完成呢。小肥如意，你们2个，一个负责屯子左边，一个负责右边，把屯子里的人全部聚集起来，开始重新誊写户籍。陈婶子搬来了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屯子的百姓开始排队上户籍。虾仁这边每写完一家，他就会把山里的那群人可能下山的消息传达给他们。一听可能有贼人下山，乡亲们都开始慌了。这个村子的人不种地，却天天在河里捞木头。他们用木头做长矛，蹲在院子里磨刀，只因山上的贼人要下山了，他们必须要武装自己。山里也热闹了起来，大土匪张初尧也在整合山里的青壮，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下山。兄弟们，9月初8是个好日子，听头领的，干！对，干他娘的！8月慢慢的过完，屯子里多了3户人家，有于家老二那一家，另外2家大家都不认识。赵不气和金一川都是家里的独苗，现在住在虾仁家里。山里的人很多吗？多，咋能不多呢？长安府的、河南府的、汉中的、甘肃的，跑到山里的人好多好多，经常打架呢。哪里的人最多？咱们长安府。季哥，你说他们会下山吗？会，张大当家其实已经派人来跟我们这边说了，没说做什么，只说盖一票大的，成了，今后就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下山换盐了。他们下山了。松油，山上夜里照明都是用这个，把松树砍一道口子，就能收集好多。半个时辰之后，火光就冲到了子午道山口，望着他们直接朝着子午集冲去。虾仁松了口气，所有人也都松了口气。200多人，这伙人200多人，老天爷啊，这200多人就是200多张嘴，他们在山里都吃什么啊？爱主播的家就是在子午集，他在那里有好多铺子，这伙人去了，这子午集怕是毁了，人估摸着要死好多。张初尧失算了，人性的贪婪在此刻彻底释放。那一包粮食100多斤，是好粮食，可扛着这100多斤能上山吗？能在狭隘的山道上快奔跑吗？够了，够了，不能再弄了，再弄我们就回不去了。他娘啊，老子数到3，收手收手！张初尧跑了，手里用来可以换钱的人头也溜了。灰暗的灯火下，爱主簿死不瞑目的双眼依旧带着迷茫。天慢慢的亮了，他们正驱赶着抢来的驴马，扛着粮食开始往山里跑。每个人的背上都堆着小山一样的货物，为了拿更多，他们把手里的兵器都丢了。军屯的任务，参与地方治安，维护乡里，捉拿贼人。虾仁的话如惊雷般炸响，所有人猛地抬起头，炙热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虾仁。所有人杀贼，杀贼，杀这群叛逆之贼！如果放任他们离开，上头查下来，我们都跑不了。杀呀！这群贼人终于舍弃了货物，然后飞快地往山里逃。临走时，有人撂下了狠话，他说：“夜里睡觉请记得睁着眼。”记着，小爷名叫虾仁，等着小爷亲自进山，拧下你们的脑袋。那时候可不要跪地求饶，痛哭流涕。于员外去报官了，其余人在收集货物，他们用的都是长矛，还真没有一个受伤的。快听我的，往自己身上抹泥巴，往脸上抹血，不管听不听得懂，记着一定要让自己看着狼狈，很狼狈。说，虾哥这是看的哪本书？咋了？这手段太狠了，我也想学。一阵阵的正字都不会写的人想看书，不是书看不起你，而是这圣人学问，你看得懂吗？好，好啊！为祸多年的黑虎帮终于在我长安县伏法了，好，好，好啊！明明杀的是抢掠的贼人，怎么就变成了什么黑虎帮了？为所眼线，爱主不死了，长安有一半是我说的算了，子午集这块生财地也归我了。小虾仁儿，我果然没看错你，书读得好，人也做得好，好啊！等着我回去给你请功，等着做官吧。谢谢县尊。
小虾仁，这是一群什么人？县令大人，我们只是杀的贼人恶人，什么人不懂，反正不是好人。来人啊，把贼人抢掠的米面留下一半给暗守小虾仁，剩下的运到子午集。天杀的贼人，怎么那么狠哟！天色还早，大家辛苦，咱们把米面一分，每个人都有啊，都一样。东西全部均匀分，虾仁并无多拿，也没多占。在这一刻，虾仁的身形在8个村汉子们的心里猛然拔高，这是一个有诚信的人，值得托付。这哪里是什么黑虎帮，这是叛逆，这是反贼。朱县令，你可以有雄心大志，但你不能把我当傻子啊！爱主不死了，你把你儒家小子提上去，猥琐的人怪罪下来定会找我了。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出手了。查清楚了，查清楚了。朱县令特别喜欢一个叫做虾仁的读书人，亲自点他为暗手。他还是这么死性不改，像老鼠一样抠抠搜搜。既然他让我每年少收500两银子，那我也断他一条臂膀，把虾仁安排为军户。大人，虾仁本来就是军户，把书让也招到军中，我让他有苦说不出来。是。虾仁老爷，虾仁老爷在不在府里？大喜啊，快出来接喜啊！老天爷爷，难怪说读书人都是天上的星星，原来是真的啊！这么小的娃都能杀贼，还是暗手，这太了不得了！虾仁老爷有功，朝廷特封其为将侍郎，带品的，乃我朝官员出售之阶，每月有俸禄呢。大明王朝文散官共有42阶，将侍郎是最低那一个，这还是一个文散官，是一个只有荣誉没有权力的官位。老天爷开恩，老天爷开恩了！屯子终于有了一个官了。谁是虾仁？何事？奉都指挥千氏军令，军户虾仁杀贼有功，令虾仁。虾仁听着军令心如死灰。军令很简单，直接以余粮年龄太大为由，由儿子虾仁接替其百户之职，让虾仁统领南山下7个军屯，准备今年秋日进山杀贼。余百户在，接军令吧。遵命。问题定是出在朱县令身上，至于为什么，我看不透，也想不通。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5集啊。舍爷，京城来信了。沈毅望着好大哥曹公的字，眼眶有点泛红。如今两人已经快10年没见面了。小易，长兄来信，除了问好之余，还有件事需要你帮忙。有个孩子叫做虾仁，你若得闲，就拉着孩子一手吧。他若喜爱读书，你就安排人给他一个身份；他若毫无天赋可言，就从指缝里露一点，赏他一场富贵吧。虾仁，股权。爷，您说，最近1年可有姓于的来府上拜会过？回爷的话，去年5月有一个叫做于良的军户来拜见过，所求是户籍一事，礼物是一颗来自天津卫的海珠。他说了是谁的门路没？说了，他说的是这海珠是宫里曹公赐给他孩子的，他觉得孩子小，这海珠留在家里说不定是祸事，就……宫里有多少姓曹的？回爷的话，12阶内不算公主、皇子、王府之流，共有曹姓之人17人，其中见天颜的只有1位。沈医深吸了一口气，一种不好的预感打心底升起。珠子呢？奴去取来。沈毅拿着珠子细细的打量，他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一颗顶级的砗磲珠。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那虾仁呢？爷，你难道忘了吗？年前卫所里都指挥监事把朱县令亲点按手，代替夫子搞成了百户，那个人就是虾仁。于良和他什么关系？于良是他爹。让赵都指挥千氏来见我，这是闹的。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那个顾全啊，你去长安找一个宅子，宽敞点的，以顾人的名义。对了，看他家是做什么营生的，如果没啥谋生手段，就安排一个稳妥的给那个什么于良吧。是。老虎，奴在呢。这些活你怎么这么熟悉？比那些专门做这些的妇人都好。难道内监里还有人专门教你们做这些不成？贵人难道忘了我有一个弟弟？这些都是我慢慢的摸索出来的，干这活我熟悉。内监其实不教这个。改日有时间，我一定要见见你的弟弟。对了，叫什么来着？虾仁，小虾仁。
小皇孙突然哭闹了起来，这是到了他饭点的时候了。刘淑女赶紧抱着他去了屏风后。片刻后，刘淑女出来了，吃饱饭的小皇子朱由检也美美的睡着了。小老虎，又麻烦你了，又要抱着皇孙去晒太阳了。贵人哪里话，这是奴的荣幸。你这个样子和当初小虾仁出现在我怀里时候一样，都是金光铺满，熠熠生辉。海他娘，你这是做甚？做甚？刚才那丙爷的话，你是没听到吗？白虎啊，虾仁现在是白虎，要开荒练兵，今年秋要去剿匪呢。他姓于，你姓于，这事到头上他还不使唤你，你要跟着他一起去死么？哇！那就说吧，这是老天在惩罚他呢，霸占我们屋子呢。你少说几句吧，那面、那油、那盐，呸！和他有什么关系？你们在前杀敌的时候，他可是站在后面的。他干了啥？我就问你，他干了啥？大伯彻底不作声了，他知道事情不该这么算，但却无法反驳。虾仁老爷啊，虾仁老爷啊！小的顾全，哪位是虾仁老爷？虾仁老爷，有热茶吗？有。有。孩儿，放心的来吧，这一次谁也卖不掉你了。虾仁小老爷，天色将晚，小的也不啰嗦。这是长安舆图，除了龙首原皇宫位置，剩下的位置你随便挑。这是虾仁小老爷，宫里来信了，总监沈爷才收到，这不小的就匆忙赶来了。大老爷，您的那珠子总监才看到，您知道的，总监忙，得经常去矿区走动，这是给万岁爷干活，得常去看着，这一下子就耽搁了。不敢！虾仁小老爷，于大老爷，小的是真的不知道你们和曹公认识，今日就是来道歉来的。来，打我，随便打，打死都行。肯定是小老虎在宫里求人，给这里的矿监写信了。虾仁老爷，选一个位置吧，还是那句话，您只管选，你指哪里，小的就把府邸安排在哪里。大雁塔这边吧。虾仁老爷，这么大您看行吗？这一划了，少说有几十亩地吧，这里没人嘛，这么大合适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老爷莫要担心，这些人会搬走，总监会给一个让他们心满意足的价码。虾仁老爷请放心，3日之后就会有人来通知老爷缴钱。虾仁老爷，小的还有句话要说，请讲。宫里来信了，老爷就立刻去卫所了，小的说句不该说的，百户之志莫要放在心上，好事将至。大总监之恩，虾仁不敢忘，待他日回京，今日之恩一定没齿难忘。对了，这么大的家没一个营生不行。大总监说长安没给大老爷一点的份子，煤炭从小的这里走，纯利小的要拿走80%。虽然只有2成的利，但货物是人家出，这就等于在做无本的买卖，这等于就是在送钱。虾哥乖，不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这次还好，有屋子遮风避雨，还有剪刀。上一次在地里可是什么都没有呢。虾哥，孩子他婶婶说的对，这年头有个家，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孩子出来也不受苦，再咋样，比生下来就按在洗脚盆的要强吧。家里有了孩子，添了人，立刻忙活起来。老爹把挂在房梁上如让送来没吃完的羊腿拿了下来，陈婶婶接过去之后就开始熬汤。虾仁从闷闷的小兜兜里把他所有的糖都翻出来了，冲了一碗糖水，看着厨娘咕咚咕咚的喝了下去。虾哥，麻烦你了，恩情还不了了。我有什么麻烦的？他倒是好，什么都不用管，白白多了一个儿子。跟他没关系，我是自愿的，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孩子有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今后这孩子只属于我一个人。那孩子姓啥？我吃你余家的，住你余家的，如今躺在床上还是你余家服侍我，这是恩。虾哥，这孩子姓余，可好？不跟你姓。虾哥又在胡说。我一妇到人家，吃了大半辈子的苦，连个名字都没有。我都这么苦了，希望孩子少吃点苦。虾哥不愿意。哪有什么不愿意？你不后悔，孩子他爹将来不骂我，不拿毛栗子敲我脑袋就行了。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5集哦。军汉们大半夜不睡觉，却手捧竹棍给小屁孩下跪，不是因为小屁孩面子大，只因他哥哥的干爹是大太监曹化淳。
虾仁大人，小的来赔罪了。昨日来传军令，小的没听清大人说什么，就急匆匆的来了，闹了一个大误会。现军令如下。军令和上一次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的军令是让虾仁剿灭匪患，这一次是以防匪患，并封虾仁为卫所小旗。我等拜见小旗大人，今后就听大人的了。你们要跟着我？可不是嘛，我们来就是跟着小旗的，因为我们是招募上来的兵。卫所大人让我们听你的话，今后我负责你们的吃喝拉撒。对，我们今后就跟着小旗了，吃喝归小旗管，当然还有兵饷呢。对，当然有俸禄。你是小旗，小旗之下当有士人，可上官又不在屯所之内，理应给兵饷呢。早饭吃了吗？没吃。来的都是客人，既然没吃饭，那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吃完了你们就回去吧。来都来了啊！搬家后就要离开军屯了，老爹拉着虾仁，父子两人拿着茶碗，挨家挨户的给敬茶告别，感谢大家这些日子对虾仁的照顾和关爱。下个伯母，侄儿要走了，走之前想跟伯母说几句贴心的、知心的话。一家人，伯母听着你。军令让我防止匪患，所以我还会回来练兵，所以我的屋子大伯母就别想了。在我下次回来之前，我家的土地必须一点不少的还给我，若是少一分，我拼死也要把你的几个女婿送去修长城。一个孩子竟然敢对我如此说话！大伯母，你夜里睡觉来运大兄没来找过你吗？有没有看到他提着脑袋过来对你说：“伯母啊，孩儿的脖子好疼啊！”二伯的猜测是对的，因为大伯母心慌了。你叫什么？回小姐的话，小的叫芳芳啊。我在神佛前祈祷，祈祷自己不要落到一个老头子的手里，这样的人那啥不行了，但特别会折腾人，往死里折腾。少东家不老，还是去年童子师的暗手，今后最起码也是一个秀才公了。虾仁现在是小旗，如让成了虾仁的兵。老天爷，你真的是嫌命长？你是真的准备把军户操练起来？你这不是没苦吃，非要找苦吃吗？让哥，卫所的人让我来防止匪患，也就是说，如果山里的贼人再下来抢掠，我们就是罪魁祸首，你能理解吗？不对啊，虾哥不是我小瞧你，你现在才这么大，你觉得你做这些合适吗？你是暗手，你是读书种子，我是暗手，我的脑子很好用，所以我出主意，修壮士可以完全的把人操练起来，这不就好了吗？我出钱是吗？你家有会烧砖的吗？我家没有，但是我能找到，不难。嘿嘿，那你就做好赚钱的准备吧。什么意思？去年8月的一场大雨，让半个长安成了汪洋，河道里、沟渠堆满了污泥。你说这些污泥用来烧砖怎么样？污泥能烧砖？当然不能，但清理后就能。我查过书籍，永乐爷修建皇宫的贡砖，几乎全部来自山东临清，用的就是黄河泛滥的时候沉积的大量淤泥。你也知道这是黄河的污泥，这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但你就说这事能不能成？质量肯定比不过皇城用砖，也不用比过，能用就行。这附近没有木柴，搞不了。我家煤铺子后天开业，你如家牵头，我家出煤，烧成的砖咱们低价售卖，不求赚多少，这样是不是能让很多人多条活路？哼，你是读书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所谓知行合一。这事真要成了，城里盖房子的人有便宜的砖可用，军屯也可以赚些钱财。说了这么多，要做的更多，万一砖卖不出去呢？不是怎么知道呢？夏哥，这样真的能赚到钱吗？万一亏了怎么办？如果亏了，我就用那些卖不出去的砖把大雁塔围起来，然后在大门口立一个功德箱。做啥？我在门口设一个功德箱，想进去拜佛得给钱，给多少钱就代表他的心有多大的气度，佛主看得见。如让着急的回到了城里，把刚才下人说的那些一字不漏的全部和朱县令说了一遍。叔父，这真的是他想出来的吗？是他想出来的和不是他想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呢？孩子，你记住了，虾仁在宫城一定有人，而且那个人不一般，那就是做。做，听他的去做。有矿监在，无论怎么做，这长安都没人敢动他。你跟在一起，说不定能多个活路。可他是阉党一派，愚蠢，是家里人活着重要，还是一个无所谓的名头重要？孩子，不要迂腐。
好好的活着比什么都强。东林党就是好的吗？10多年过去了，数万朱家人竟然没有一个能走得进朝堂的，他们的心真的是在为大明王朝吗？知道了，那就去吧。算计来算计去，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侄儿反倒是成了破局之法。当初我想让孩子收买孩子，竟然歪打正着了。叔父，做啥？虾仁托我问您，他的字语是好孩子，这是一个好孩子，不错，是一个讲恩情的好孩子。能让东厂的人亲自去说情，能让3品武官在1日之内改军令，那宫里的这人莫不是万岁爷身边的亲近人吧？他虾仁有这样的背景，又怎么轮得到自己来起字？如今虾仁主动提起，那就是把我当做了长辈，当做了师长，那自己此刻真是绝境逢生啊！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几集。军汉把军屯的男人集合到了一起，然后就给每人发一个铜板，不是因为钱多没处花，而是雇他们去河里挖黄泥。挖出来的河沙铺路，挖出来的黄泥另放准备烧砖，每人1天1个钱，而且这份做工也算今年的杂役。劳役开始，烧砖的师傅手拿着罗盘开始选址，准备修建窑口。他身后小徒弟的怀里抱着一只公鸡，公鸡死了，地址就选好了。好回到了山里，但赖以生存的老超却被人偷了。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我必须下山，不然迟早饿死在山里。快救人！好我钩子的壶吧，你不仁就别怪我无义了。老子就算死，也要掏你的钩子一次。虾仁救了一个人，二伯他们一眼都看出来他是山里人。他的虎口有茧，也有刀痕。虎口有刀痕，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拔刀的时候伤的。这个汉子不能留，就算不押送到衙门，那也不能留在家里。虽然不是所有的山里人都是坏人，但坏人是在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的。要不放了吧，报复咱们家咋办？他娘的反了他！放走之前，我就不会把他的手筋脚筋给挑了。我的身份瞒不住了，只要这一家报官，中午的时候我可能在衙门的大牢里，到了晚上说不定就去了蓝山区，去了那里就是死。我太知道南宫居士的手段了。孩子，谢谢你，是你救了我。我家大人要送你去见官，但你吃了我1天的饭，而且是我救了你，算是对你有活命之恩，你要报恩。怎么报？给我讲讲山里人的故事吧，比如说你们是怎么抢劫的，你们是怎么活的。对了，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的钱？原来这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这个报恩简单。张初瑶清了清嗓子，开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虾仁听。听到那些劫道的山匪这些年收集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时，虾仁心动了。虾仁心中有大计划。我要走了吗？汉子，敢问尊姓大名？不知道最好。好，这位大人，我这身份进了衙门就是死，能让我收拾一下吗？已经4个月没洗澡了，我想擦擦身子，干净的来，干净的走。好，众人退去。陈婶拿来一壶热水，还有一个平日用来洗衣服的大木盆。张初瑶望着那冒着热气的水壶，脸上浮现出一抹狠辣。大人，小人想活，洗心不知道怎么洗，但我知道革面怎么革。这汉子真狠啊，把自己的脸当作油泼面。家里多了一个丑八怪。在2月中旬，张初瑶成了余家的门房，老叶开始跟着老爹在长安跑生意，拉着板车给买煤的人家送煤。老爹，这个门房靠得住吗？他都这样了，那真是想活。我见过狠人，但没见过往脸上浇热水的。这种洗心革面法比自杀投胎做人还难，面容一毁，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眼中，比死都难受。如家小娘子如此和闷闷成了莫逆之交，2个人这1个月里玩得很好。如此一来，如家就会有人跟着，一个胖得像山一样的妇人，一个比老叶话还少的护卫，两人一左一右的待在后宅门口。自从泥砖入窑以后，虾仁总感觉心里不踏实，生怕搞砸了。让哥，今天大概能开吗？昨日夜里其实就差不多了，为了稳妥点，就多等了一会儿，马上就开。让哥，吉时到了，开。
东家成了。虾哥，咱们发财了！干活了，准备挣钱了。生意越做越好，南山窑口由1个变成了3个，附近的沟渠快清理完了，你也越来越少。虾哥，你好像快不够了。是啊，你想想去年被大水淹没的沟渠，你再看看现在的沟渠，我头一次见有人把沟渠挖得这么深。啥意思？啥意思？嘿，这生意做不长久了呗。用别人的山来烧砖，一样可以赚钱，但成本无疑增大很多，便宜砖的优势就没了。你有法子对吧？有。什么法子？进山剿匪。靠！去南山剿匪，怕是进去送死吧？多大把握？2成。爹，我想上山剿匪。孩子啊，不是爹不愿意，这长安哪有什么匪？官老爷都说没有匪，只有一点点逃到山里的贼人。南山里面有。孩子，咱们家就这10几口人，别说剿匪了，走到南山里面，除了你二伯他们几个，怕是都迷在里面。老爹，我没开玩笑，孩儿是认真的。大志，二伯不说风凉话，我们这些人就算能帮你，那也帮不了什么。但你不要忘了，你家就1个男娃。那如果我有可行的法子呢？肯定帮。你是我儿子，我不帮谁帮？但前提是你的法子要可行，不可行不帮。咱们是一家人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二伯虽然我猜不出来你要做什么，但二伯相信你。你若有法子，二伯给你打头阵。只要家人不把自己吊起来打，这件事就算成了。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几集。小屁孩往煤里加黄土，众人都以为他是要和泥丸，没成想小屁还是穿越者，他要利用现代知识做蜂窝煤。煤炭与黄泥的比例为8:2或7:3为最佳，既能保证蜂窝煤的结构结实，又能确保它具有足够的燃烧温度。南山水渠边现在又多了一个窑，这个窑口主要烧一种约莫2尺长的管状物，其实这就是煤炉子。夏哥，我感觉你又有大动作了，说一说这一次你要做什么？只要不剿匪，这一次你干什么我都跟一回。卖煤，想试一下换一个卖法，能不能多卖一些？对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最近你好像没去我家吧？你忘了我妹妹和你妹妹玩得好，她昨日去你家的时候看见的。险些忘了，如此是我家的常客，今日来给你带了礼物。啥？炉子和蜂窝煤。这你会喜欢的，你若喜欢，记得多帮我老爹介绍几位客人，很好用的，绝对不骗人。你这人最小气了，平日来都是空手，这次竟然带了礼物。说吧，除了这个目的，你还要做什么？如让接令。如让得令。明日城门集合，陪我去武功卫所。虾仁，你疯了！我叔父说的话，你是真的一句没听进去。你不懂我，所以我想去试试。如果卫所给人给火药，这事就能做。如果不能呢？那就算了。几成把握？4成。鹅贼啊！和小老虎已经约好了，今后要在朝堂上相见。光靠读书或许可行，但太慢了。用剿匪来立功，让我的名字住进那些大人物的脑子里。只要他们觉得我好用，可以用，那我就算成功了。小修，卑职在。你在余家也住了2个多月了，说说吧。小齐和东厂的关系很好，平日里卖人都碰不得煤炭生意。南宫别院那边特意给了余家一份。如此一来，我就确定了余家在宫里有人了，而且和宫里的人关系很好，非同一般的那种好。还有呢，余家不是大族，卑职不知道背后之人是谁，但在前日，小齐大人给京城去信了。谁？姓苏，做什么的？我记得小齐大人好像念叨过什么，替我向千户大人问好。锦衣卫。京城姓苏的不多，千户更不多。如此说来，这位姓苏的怕是苏云。还有吗？有，小齐大人有太子的赠书，足6本。什么书？大人，小的不识字啊。你怎么知道？余家大爷把书放在供桌上供着呢。出去吧。是。余家的伙食好，但也别忘了你是军中人。是。兵卒谢天携上官于小齐如让，今日特来拜见指挥千事。卑职虾仁今日来拜见刘指挥千事上官。沉默，虾仁跪在那里不敢动。虾仁有些纳闷，谢天这么大的嗓门，里面有人不可能听不见啊。于小七果然是读书人，
果然是去年学子暗守的头名，这禁军中报名而入的声音都透着温呀。卑职虾仁今日来拜见刘指挥千事上官。大声点！卑职虾仁今日来拜见刘指挥千事上官。这次好，军中之人就该这般的豪气，把刀放在门口，记住了，这是今后的规矩。进来吧。太鸡头，郝军的小子身上果然有灵气。相比苏老爷子而言，指挥千事身上的气势更强，也更霸道。小七本就是闲职，巡视乡里就行。本官给你身份，不给俸禄，你不用来为所报道。你今日来为所为何事？小子想进南山剿匪。就凭你？对，就凭小子。少年人有血气是好事，可没有脑子那就是蠢货。如果还是读书人，那就是异想天开。所以小子才来求上官。求我？下人你可知南山有多少匪，有多少青壮，有什么武器，他们寨子在哪里，防御又如何？知道。那你可知他们在哪里？你要怎么做？万一走漏消息，剿匪不成，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你又当如何？所以下官来求人。求我吗？对，求大人。小子是读书人，也是武官，也只有来求大人这事才能成。这件事也只有大人才能帮我。说说你的法子。大人，这是一份手绘地图，以子午道为坐标点的山里人分布图。这是门房给的，他主动给的，但我不敢信他。今日来一是借人，二是来验证这份地图的真假。卫所的人一定能看得出来。谢天，带着如让出去看看。领命。你要怎么做？回上官的话，乔装商队由子午道入山，人数不宜过多，200精兵带5日粮草进山杀敌。你准备什么时候入山？秋日入山。为何？天不冷也不燥，穿着不厚也不薄，温度适中，人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力量，而且心情也不急躁，而且什么？而且就算不敌，也不恋战。秋日天干物燥，放火烧山就是了。匪患可以来年剿，但生命只有一条。这小子有点意思，这份狠辣的心思我都心惊。你要火器对吧？对。你小子真是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3眼出和4眼出，火箭这些军中自有定数，少了我掉脑袋。在林中作战，火器并不好使。山匪多是军户，他们熟悉这一套，他们不会傻到站在那里让你射。火药弹就行，只要火药也行。我为什么要帮你？山中贼人积蓄颇丰，他们抢了钱，但他们不敢花钱，多是以物换物。我听说在山里，言和不匹比钱重要。继续。若成功，这些财货小子一分不要，全部归于军中，任由大人分配取舍。那你要什么？下官是大人的下官，大人给下官什么，小子就要什么，小子全听大人的，由大人做主。这是官面话，小子当然不会什么都不要，小子想要点山里的皮货，如果大人愿意分银钱，小子不会拒绝。有趣极了，你为什么要剿匪？不瞒着大人，小子能顺利考学，全靠爱主簿，他在我心里就是恩人，我要为他报仇。少年血气，嫉恶如仇，曾几何时自己也是这样。虾仁，小子在。你既然有心，我就帮你一把。明日你先回去，我会给你100我家的家丁，火器给不了，我只能给你一些火药，剩下的靠你自己。卫所的兵动不了，也不能动。家丁说白了就是他的4兵，论战斗力和悍勇程度，那比卫所的兵卒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无论是装备还是身体素质。谢谢大人。如果你做成了，财货允许你取2成，剩下的都充军了。大家好久没吃肉了。听大人的。事情若成，我亲自给你请功。一个纵骑，我还是能做决定的。谢大人。去吧，入秋的时候会有人寻你。洪墨，孩儿在。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入秋的时候那些人也就用不到了。他们和山里人互通虽隐秘，但也终归是祸害。1年也给不了几个钱，如此就杀了吧，就当助虾仁这小子一臂之力，免得提前走漏了风声。是。
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几集。长安出现了一种新的煤饼，煤饼上有好多窟窿，在伙计的吆喝声中，顿时吸引了很多群众围观。注意了，这东西叫做蜂窝煤，现在买煤就送炉子，只要你在我这里滴200块鱼氏蜂窝煤，这烧制好的炉子内胆你就能带回家。如果买鱼氏蜂窝煤1000块，再额外的送你100块，外加一个炉子。记住了，机会只有10天，10天之后就没了。喂，你这娃如果买回家和你这不一样，该如何？刘九看见这人偷偷的笑了，说话的这人是儒家的老管家，也就是少东家找来的托。买回去如果跟我这不一样，只要不好用，你在我这里怎么买的，我怎么买回去，钱一分不少的给你。一张嘴我也会说，我人能跑，我嘴能乱说，但我这铺子跑不了，不好用，单人砸了我这铺子。1000块送到儒府，地上的算我的。好嘞。随着儒家的老管家离去，陆陆续续的有人来订购蜂窝煤了。小子，张家要500块，先回去试试看，好用我再来。张员外，您家府上是咱长安城的大善人，是大人外了。听说祖上跟洪五爷一起打过天下，现在府里至少有30多人吧？那不止，算上烧锅的、院里打杂的，家里有40多张嘴一起吃饭呢。没落了，不提也罢，不提也罢。 40多人呢，那这个家是在蒸蒸日上呢。员外，不是小人恭维你，这500块你能烧多久？难不成怕我哄你？好厉害的一张嘴，那就1000块。好嘞，您老先回去喝茶，小的这就安排人给您送去。还是那句话，若是这蜂窝煤比不上煤饼子，您来砸我铺子。盖在乎君臣交泰，民物滋丰，和气既充于天下。德华岁，震于狱中，10万邦之所共，量百世之忧土。德华岁，震于狱中，德华仁德的光华，妙哉妙哉！小虾仁一定会喜欢这个的。德华，于德华。少东家，我估摸着再等上几日，铺子的生意就会火爆起来。陈婶厨娘对炉子都喜欢的不得了，说它是夫人的恩物，那其他家一定也喜欢。这样的好东西谁不喜欢？嘿嘿，这东西价格不能高，哪怕100块赚10个钱，那也不能涨价。前期有点难，不要不舍得花钱，要宣传出去。如意已经去做了，他找的是唱曲的花子，编了歌谣。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等年底了核算收益，咱们家按管家的工钱来跟你算俸钱。刘九闻言眼眶红得厉害，重重的点了点头。这些年也只有于家把自己当人看。虾仁骑着驴子回到了家，不多时家里传来了读书声。闷闷听到读书声，也从秋千上跳了下来，开始了读书识字。他每日也有任务，必须写足100个字。你怕你哥？哈？为啥？写不好打我屁股。你哥哥打你吗？不打。哦，如此小娘子和自家的小郎君般配极了。如娘子这般美貌，今后不知哪家郎君有福，祖坟上冒青烟。会刺绣，会读书，会认字，这样的女子打着灯笼都寻不到。少东家，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唉，说好的多帮虾仁弄点那个什么土豆，可我只弄了30多斤，就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在2月底的时候，我就找到了标行，估摸着再有几日就到长安了。小老虎美美的伸了个懒腰，抱起睡醒了的小皇孙，走出大殿，开始晒太阳。这是他每日必做的事情。晒晒，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虾仁以于家的名义买了礼物。他说：“先前厨娘婶婶说的话，若是不对，你莫要放在心上。”我没放在心上。还没放在心上？你已经快半个多月没去找闷闷玩了，这是什么？哥，我不想嫁给朱家人。那几个孩子我都看过了，没有一个是好的。哥哥做不了主。叔父吗？见妹妹落寞的离去，如让才发现妹妹长大了，再有2年就该说亲了，15、16岁就要嫁人为人妇了。儒家说是自己在维持，不如说是用家里的女儿来维持的。虾仁说的话很有道理，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我答应好父亲要照顾妹妹的。今后妹妹一辈子可能都不开心，这算什么照顾？小慈，你想嫁给谁？谁都可以，只要他不姓朱就行。虾仁如何？
就他嘛，我也就看他顺眼。你等着，我去给你们两个算一下有没有缘分。你有他八字？有。为什么去算？我看有没有3分天注定。如果有，那剩下的7分就靠打拼；如果没有，就认命吧。一队人马进了长安城，冯老大望着高大的城墙，时隔1年再次回到长安府。爹，这次的货主叫虾仁，你知道？爹，你记不记得去年咱们回长安时，坐在牲口粮草垛子上的那小子？是他，会不会只是同名而已？根据雇主的嘱咐，我总觉得这次收获的货主虾仁，就是去年护送回来的虾仁。虾仁忙着和门房老张研究路线图，每当图画出来，二伯就会进山去验证。二伯会跟着人进山砍柴，借此来验证地图。这种大事，他也不敢完全相信。毁了脸的门房说的是真还是假？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几集。少东家，京城来的货。听到门房老张的喊话，虾仁慌忙冲了出来。从京城来的货，除了小老虎，不会有其他人。是你，小虾仁。冯老大。小虾仁安好，大兄我在宫里也很好。兄长无用，本想帮你寻1000斤的土豆，奈何这东西太少，我只寻到了30多斤。在箱子的最底层还有一个夹层，里面藏有碎银300两，这都是太子刘淑女所赐，我用不上。第3个箱子是衣衫，京城冷，地处西北的长安更冷，这是我根据你的身形买的几件大氅，里面有一件红的。红色的是火狐大氅，是东厂茶饭人抄家得来的。老虎说，若我遇到心仪女子，就把这大氅送给她。不知冯掌柜何时从长安离开？虾哥，这个可说不准。如果有雇主雇佣，明日我可能就会离开；如果没雇主，怕是得等。冯掌柜可否等我片刻？虾哥有东西要托我送到京城。对，1封信。等一下又何妨？虾哥只管去准备就是。如意，把客人请到屋，上茶，上好茶。知道了。虾仁拿起笔，心里的话明明堆积如山，却不知从何开口。纸短情长，果真是纸短情长。老虎，将来我的第1个男孩子姓王，提前跟你说，你记得想一个好听的名字，要好听一些才行。大大的纸张上就写了一句话。虾仁相信小老虎一定会明白自己要说什么。土块敲碎，地耙平整，锄头开沟，沟深必须半掌，土垄和土垄之间的距离必须超过2角，小肥去挑水，沟渠内要浇透，土豆的芽要朝上摆种，每个相隔半尺，楼土覆盖。虾哥，这是啥？粮食，可让大家不挨饿的粮食，产量多少我虽然不知道，但1亩地绝对比麦子强。虾哥以前种过地，这，嘿嘿，没。那这是书上说的。还跟我说不读书，你看虾哥啥都会，你就会吃。虾哥教你都不好好学，下次再喊苦，我让你跪着走路。真人如何？此次2人是谁？我妹和我妹妹相中的人。真人，你就实话告诉我，我妹妹若是嫁给了这人，今后的日子琴瑟在御，贵不可言。仙游寺的老和尚也是这8个字，贵不可言。夏公子，门门说你种的这些不是花，是粮食。对，就是粮食，我准备8月底就收，到时候你来看看，我给你做一点烤土豆吃，你绝对会喜欢。哪有男子主动给女子做吃的？书上没写，这种事也前所未闻。他这是喜欢自己，真的是粮食。这1亩地真的是粮食，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能收多少，但绝对比麦子多。如果这世上真有比麦子产量还好的粮食，长安城内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闲人了，叔父也就不用唉声叹气了。刘指挥千世派来的人已经和虾仁接上头了，他的家丁虾仁也看到了，武器装备着实恐怖，的确比卫所的兵卒要强。弩箭、短枪、长刀、3眼火铳，全部身着皮甲。准备什么时候行动？我找人算了日子，后日是个好日子，一出行，一搬家，一纳财。胡巴，记得把钩子洗干净，等着爷来。接近200人的队伍悄无声息地进入南山，张初尧带着众人在南山里快行，在他的身后永远有一个人跟着，这个人是虾仁特意安排的，他手中弓弩上的箭矢绷得紧紧的。走了2天，队伍就不再往前，等到半夜3更，这一群人就会翻越眼前的山头，在山的另一边就是下山虎修建的山寨。杀了几个？少东家杀了2个，换班的时候杀的。这2个人是暗哨，专门守夜的，等天明以后才会有人来替换。
小鱼大人，山匪毕竟是匪，这些年安稳日子过惯了，朝廷又并未剿匪，他们很懒散，不警惕。我分配任务，等到不计混进去，点燃了火药，爆炸声响起，谢天就带着分配好的人手摸到正门处，埋下火雷。领命。一旦前面的爆炸声响起后，你们就开始叫喊，那时候贼人肯定会往大门冲去。老邱，这时候就靠你了。领命。刘大哥，那边地势稍缓，唯一的难处就是那条山涧，过了山涧就是寨子的南门，一定要冲进去。得令。待南边响声起，寨子里面的人自然会蜂拥或者分人去南门，那时候我和如让就会从北门开始爬石头墙。虾仁把安排的计划仔细的想了一遍，发现并未有什么遗漏的。他躺在老爹的怀里，沉沉的睡了过去。随着稀稀落落的声音陆续响起，虾仁猛地惊醒，才发觉时候到了。赵不期背着火药，准备先行前进山寨。少东家，说好的土豆炖肉，记得我亲自做给你吃。刘大哥，我们寨子里见。有火吗？妇孺不杀，投降不杀，其余全杀。娘的，这世道是咋了？点了，快躲起来，躲起来！若在平日，我一出生狗就会冲来，今日做了半天却毫无动静，我对劲。老贼，官兵来了！这门破了，这门破了。我冲朝廷！贼人有些乱了，恐慌在蔓延。民怕官，匪怕兵，自古以来就没变过。朝廷剿匪，跪地者不杀，投降者不杀。寨子后面躲起来的赵不期等人行动了，掏出火折子开始点火，开始制造混乱。望着寨子后面突然起了大火，所有人彻底的慌了。虾仁的计划成功了，4个门全都破了，围杀开始。小子，你若成了，那还就是能吃这碗饭的。给你一个总旗又如何？钱在哪里？我不知道。顺夫人，原来你这个蛇蝎也会有如此女人的一面。当初要杀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是你，原来他们都是你带来的。废什么话，啰里吧嗦的，这么屁大点地方我们会找不到。场面血腥，我就不看了。处理完了，马上联系我。你啥时候换的最新款手机？这可贵了。我评论区就能免费领啊！人家厂商拉新用户，除了苹果16 Pro Max、华为 Mate 70 Pro 3折叠不限量免费送，还有时刻黄金先到先得呢。你也快去领一个。我这也是评论区领的。不早说，快教我怎么弄的。你就直接点评论区置顶链接，都不用下载，进去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升级手机型号任选。这就去。对了，评论区现在还有大额现金红包，记得一起领上。我的已经到账了。知道，再地窖。哎呀，要知道他是下山虎，我就该留守的啊。现在好了，最后一下戳中的是裆部，现在就算下山虎没咽气，最多1个时辰之后也会归西。顺夫人说的是实话，寨子里找到了3个地窖，3个地窖里堆满了不同的东西，除了金银财宝，还有食盐、粮食、布料。谢大牙等人笑了，他们是知道少东家和刘大人的约定的，金银2、8分，剩下的杂物全部归于少东家所有。大牙，小玉大人，我没事。老邱，少东家好着呢。老张，从这一刻起，他获得了虾仁的认可，也获得了信任。少东家，我生性多疑，先前的不周，请老张莫怪。如让没死呢。你家很缺钱，看看宋朝啊，这可是宋朝的钱，虽然不值钱，但这玩意现在可不多了，可以辟邪呢。夏哥，刘叔何事？那些香妃你要不要？你若要，咱们依旧按照当初的约定来，1+2，6+8。不要，
于家养不起这些人。把这些人卖掉之后的钱，依旧是于家儿、刘家吧？卖掉。这些年山匪肆虐多地，南山古道因此断绝，千里院子里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都是响当当的悍匪。听到家中的响当当三字，虾仁懂了。老刘说的卖钱，这些人应该是卖给各地的官员，各地官员把这些人上报，如此一来就是剿匪有功。我可不可以不要？你得要，你不要就不好卖，就算卖掉了，有的人也心不安，所以你必须要。我什么都不会说。小哥，小的知道你是读书人，心中自有大道，可这些人本就是罪有应得，死在他们手底下的冤魂需要闭眼，朝廷需要他们的脑袋震慑。于家听刘老大安排。孩儿，钱分了，咱们就回家吧。最难啃的下山虎都啃了，剩下的7个贼匪寨子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刘家人可以。卫所那边的刘大人会不会？不会怪罪的，人家来就是求财的，他们现在能全部揣在怀里，自然就不需要其他人来分了。听爹的，错不了。好。太阳越升越高，地窖的东西被搬了出来。太阳底下的金银首饰突然有了光泽，闪烁着夺目的光泽。小老虎都把钱给了我，那我也得给他置办一份产业，干一行爱一行，要学会接受。小哥，刘叔，我是读书人，但没迂腐到不知变通的地步。我觉得你说的话对。什么意思？得加钱。什么意思？我说得加钱。刘家人很守约定，他们以铜钱来兑现28分成。可这钱的重量，虾仁咧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估摸着有3万斤以上。谢天跑了，他要下山喊人，要一次性的把这些全部搬下去。虾仁这边在山上忙，山下此刻也忙。朱县令得知如让进山剿匪了，他就带着人蹲在子午口等。秦王府的人见朱县令好几日没来，郡王朱存书有点急了，就派他的族弟朱存相来寻。小妹子，朱公子，果真女大18变，前几年的丑姑娘竟然这般好看啊！妹子，你轿子里的这小娘子是谁？粉嘟嘟的，要不要送到我府上去，交上个纪念？绝对是人上人。妹子，你怎么不说话？我说的是真的。妹子，这娃若是跟了我，那就是好日子，自此以后再也不怕饥一顿饱一顿了。虾仁从林子出来了，山口的人很多，朱县令在，如慈和妹妹也在。虾仁见了朱县令，主动上前，以晚辈之礼问安。做什么？你这是做什么？谁让你动的？朱存相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挑谷子的担子里面竟然全是钱。老天爷，这100多人，100多个担子，这得多少钱？谁让我动的？这天下都是我朱家的，你说我能不能动？这个钱需要进贡给皇室一半。放回去，我不打你。嘿嘿，你是我朱家的官，说的难听点，你是我朱家的奴，奴要打主子，那就是犯上。孩子，祝酒足道。都给我滚回去！剑中，下人，你完了！我完了。对，你完了！我是黄金国戚，你竟然敢打我！我卫所武官，为国剿匪的武官，你说侮辱就侮辱，说我是你的奴，那敢问拱卫大明疆土的将士也是你的奴？我是读书人，读圣贤文章的读书人，你说侮辱就侮辱，敢问这位皇亲，那治理天下的文武百官是不是也是你的奴？一点点铜钱都挪不开眼，你是没见过钱，还是你家里揭不开锅了？小子好胆！我自然好胆，我读的是圣贤文章，学的忠君爱国，在我家供桌上，太子爷所赠的书籍还熠熠生辉。小子从京城而来，太子期盼如今还历历在目。来到长安，宫中人还托神总监对我照拂1、2，让我卖煤补贴家财，求学苦读。现在我堂堂一读书人成了你的奴，你还要诛我9族？这位皇亲国戚，你好大胆！我问你，你的话难道就是国法吗？你难道要推翻祖制吗？朱存相愣住了，
他就算傻，他也知道虾仁的质问不能回答，只要回答了，那就完蛋了。你等着，我回家就给京城的长辈们写信，我倒是要问问他们是不是你的奴。我也直说了吧，锦衣卫苏千户的儿子跟我是至交，曹化淳曹公也曾赏赐我大珍珠。等着，我问问他们是不是你的奴。这小子锦衣卫是真的有人呐！虾仁还和太子认识，关系还很熟，熟到太子都赠书了。太子赠书，太子是今后的万岁爷。我的妹妹若是真的嫁给了虾仁，这不是贵不可言是什么？这不比这个没名堂的朱存相好上万倍。贤侄，何必动怒呢？听伯父说句话，信就别写了。这件事我做主了，算了。别人的话我可以不听，但伯父的话我肯定要听的。这件事便算了。丢人现眼的东西，滚回去！爷会去龙首原上找南宫，南宫才是朱家的奴仆，是皇帝说好的来照顾长安府朱家人的，他会做主的。小慈姑娘，我们不在家的这几日辛苦你照顾闷闷了。我在山里捡到了一个好东西，你留着玩。闷闷，抓紧了，咱们回家。朱存书带着朱存相来到了南宫别院，茶喝了3杯，事情也说完了。沈总监，此事叨扰了。郡王哪里话，虾仁是个孩子，孩子性子急躁是必然的，不急躁也不是个孩子了，打打闹闹很正常。这事坊间明显是向着虾仁的，那虾仁说的怕都是真的。我是万岁爷的奴，不是你秦郡王的奴，好好的待在你的王府，莫要让我出手弄死你。铜钱珠宝随意的倒在一间空房里，抱着小宝的厨娘大方的点燃了5盏油灯。今天大家再累一会儿，先把这些铜钱整理出来，这钱是虾哥搞回来的，咱们家不留太多，太多了是祸患。明日就把粮垛子清理一下，咱们买粮。二哥怎么看？小梁，你买粮是对的，但这些钱不能都买粮。依我看，拿出一部分来，咱们给虾哥在衙门买个师权官。二哥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家赚钱了，钱是好东西，人人都喜欢。我的意思，把钱花掉，当着官员的面花掉。好，明日我就去找儒家，由儒家来牵线搭桥。县令开口说钱，咱们把钱花出去，这才是长久之道。霞哥，这也太麻烦了。咱家要是种10亩地，光是找人刨土豆都得100号人了吧？虾仁没打算解释，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自己只不过想看看土豆长什么样子。见到了熟悉的土豆，虾仁知道可以收获了。去捡点干柴来，咱们试试好吃不？好嘞。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好剩下几个大的，来，等着吃美味吧。好吃不？好吃。好吃，慢点吃，等明年地里更多了，我给你做炒土豆丝。这如此哪里都好，就是太腼腆了，说话红脖子，给吃的也红脖子。300两，1分都不能少。250、300、250，捐一个9品，太高了。我也是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字我还在想，300两已经是最少的了，还要找人操作一下。再说了，这300两也不全落到我手里来，上下需要打点，而且咸宁县离家还近，多好的事儿啊！那成，麻烦县令大人了。捐官虽然快，但难以升迁。我的意思是，明年虾哥还得考试，你回去多督促一下。好。钱财也要多留一些，若想有个好成绩，府事需要打点。我的意思是按手，不知大概需要多少钱？我靠！虾仁现在正在收土豆，为了这一天，家里人齐上阵。为了这一天，虾仁还特意的杀了一只鸡，一会儿准备当着所有人的面做一道菜——土豆炖鸡块。能吃这道菜的食客只有赵不期一人，他扛着火药从悬崖峭壁下山，放在军屋里，这就是先登之功。开挖，地窖多了很多小土豆，现在刘佑就睡在地窖里，虾仁怎么劝都劝不住。虾仁知道他这是有点愧疚了，他认为他在余家白吃白喝，什么活都没干，他想为这个家付出点什么，所以地窖成了他的闺房。天冷了，虾仁也忙了起来。虾仁对着大雁塔承诺过，如果自己有钱了，一定会给他打扮一下。虾仁现在准备兑现承诺。公子良善，神佛庇佑。敢问高僧法号？贫僧法号苦，公子良善。有些事老僧不得说，此事绝非易事，
贫僧这些年住在这里，也曾想修缮，但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多少钱财？非数百两银钱可达成之事。钱财之事，高僧无需担忧。长安这么多人，这么多富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捐点钱财，希望神佛的庇佑的。如果这个法子有用，大雁塔就不会这个样子了。于公子，贫僧不是泼冷水，很难。难什么难？饥饿营销，名额限定，铸碑立传，写进县志，恩赏牌匾，不要多，就给100个名额。我要在大慈恩寺里供奉大明国运牌位，为万历爷祈福，为天下苍生祈福，为大明祈福。嘿嘿，他们不给，是不是朝廷就可以认为他们有别样的心思？这话太吓人了，吓死人就算了，可饥饿营销是什么？名额为什么限定？从明日起，我定会率领大慈恩寺僧共明灯一盏，为公子全家祈福祝愿，祝公子家族繁荣，子孙绵延。若公子成功，让这宝刹呈现昔日之光，纵使4大海之水倾注，狂风肆虐，塔身不倒，此灯不灭。可不可以加一个人？无量之福报，公子请说。王承恩。大慈恩寺响起黄钟大吕般诵经祈福之声，在经声中一盏灯火亮起，文殊菩萨坐下王承恩3个字熠熠生辉。红罗炭是一种上等木炭，缺点是炭火火气太盛，烧久会令人眩晕，出现昏迷呕吐的症状。有人趁着小老虎不在，偷偷在小皇孙的屋内点燃了一盆炭火。小老虎回来的时候，皇孙已经出现呕吐的症状。都不说是吧？很好，既然都不说，那就都跪着。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不要怪我心狠，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刘淑女自然知道慈庆宫发生的一切，小老虎诸事都不会瞒着她，她自然是知道的。去，让那些来的宫女也去后面跪着去。这慈庆宫还是得死几个人，不死几个人，有些人的心总是不安分。是。小老虎安排完就出宫了。作为慈庆宫的大管事，自然可以出宫。他来到了3位书屋。老爷来了。冯老大可曾来过铺子？回老爷，冯老大应该是还没回。冯老大虽然没回，但一个姓李的人来打听过铺子的主人是谁。叫什么？他没说，只说了他姓李。但小的见他穿了一个官靴，气度非凡，小的估摸着应该是一位官员。下次再来记住模样，找一个机灵点的，远远的跟着，就算不知道他是谁，但也要知道他在哪里。是。王掌柜在吗？快来啊！长安有人给你写了信。冯老大。哎呦，又是熟人，小郎君好本事啊！年纪轻轻就盘下这么大的一间铺子，守着店就把钱挣了，不像我们的。喏，应该是这个了，我记得很清楚。小鱼大人的字很好看，走南闯北这些年，我还真没见过有写字比他好看的。小鱼大人啊，就是小鱼大人。听长安的衙役说，他杀了一群山里下来的贼匪，朝廷赏赐了他一个9品的文官。小鱼大人人好啊，看着就是舒服。走镖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活，赚钱本来就难，别人总是砍价，他就不砍价，还说给我介绍客人。他过得好吗？好，咋能不好呢？家里卖煤，宅子大，家里10几口人，别的不说，他家门口的那条狗毛色都冒光了。王掌柜，你想想，这年月能把狗养得浑身冒光，那人得吃多好，哪怕不是顿顿有荤腥，餐餐有肉啊！哎呀，说太多了，要耽误事了。走了走了。对了，王掌柜，要是有货物要送，记得老地方寻我啊。好嘞，冯大掌柜的慢走。老虎，将来我的第一个男孩姓王。小老虎死死地盯着这几个字，眼泪啪啪地落在这几个字上。小虾仁，你真是个蠢货！第一个孩子是你的长子，哪有长子过继给人的？这一刻的王承恩身上突然迸发出了一种莫名的光辉，他缺失的东西被虾仁给补了回来。稀客，原来是小鱼大人来了，快，请进，请进。顾全的热情让报信的小厮瞪大了双眼，他想不明白这是哪家的公子，竟然能让大管家亲自来门口迎接。
小子虾仁，拜见大人。沈毅觉得这孩子和自己见过的不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他又说不出来，只觉得这个孩子很空灵。长发长衫，女性化秀气的面容，这要去了后世的棒子国，妥妥的顶流，走到哪里惊叫声就在哪里。虾仁，小子在。听说你书读得很好，行卷很不错。前不久的8月南山剿匪，你当为首功，你的那个什么剿匪方案也很好。不敢。王承恩是你什么人？我的大兄。可你姓于，他姓王。养大余生，在我的眼里，他比亲人还亲。将来我的第一个儿子姓王，继王家香火。嘿，我倒成了一个小人，这次来找我是有事吧？小子想重修大雁塔，在大慈恩立国运牌，立为万岁爷纳福牌位。因为没钱，希望总监助我一臂之力。小子，少年有血气是好事，可见好了，后面呢？总监可先看看我的计划。南宫头一次见这种大白话，忍不住来了兴趣，开始逐句逐字的往后看，越往后看，他的心就越不平静。他觉得这个小子太疯狂了。在大雁塔周边打造一个庙会，先把人吸引过来，然后设立庙会区，对所有摊贩收缴租金。对于大慈恩寺，他准备以国运牌位为噱头来收门票，然后卖香火，单独设立供牌位区域，一个牌位10两银子一年，越是靠近大殿，价格就越高。还有打造高僧计划，高僧不是修出来的，竟然是打造出来的。怎么帮你？带头捐钱就可以。5000两够不够？天地良心，我来其实就是想让沈总监捐个180两的，没想到啊，这一张嘴就5000两。当一个邝总监俸禄这么高吗？200两就足够了。我代表的是万岁爷，记得了，这事你既然要做就做好，给咱家记住了。国运牌要大，万岁爷的祈福牌也要大，你尽管去做，缺什么人就找衙门，我提前给他们打个招呼。还有，你若做得好，明年你虾仁的名字一定会呈现在万岁爷的案头上，咱家有这个能力。好，我接下了。去吧，从明日起，衙门、卫所以及城中秦王府所有人都不会刁难你。是。孩子，你真的就不怕别人骂你阉党吗？养大余生，而且我也长着嘴。没事时候多来我这里坐坐，咱们是一家人。总监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大雁塔看看，我家大门始终为您打开。衙门行动了起来，数十张红纸黑字的大字报贴在各个要道的路口，上面的内容很简单，就写了谁谁谁为大慈恩寺捐了多少银两，人群又围了上去，听着某某员外捐了多少。人群爆发出惊呼声，竖着大拇指夸赞一句某某员外果真良善。捐钱的怨气在听闻夸赞之后瞬间就没了。看到某个对头比自己捐得多，咬咬牙又送去了20袋粮食。有了这些官员和员外打头，来的人就多了起来，出钱出粮食，大慈恩寺里那些空荡荡的屋舍慢慢的就充实了起来。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几集。亲王府要全权负责这件事，我们要派管事来负责所有的工程。乳臭未干的小儿难以成大事。都说长安府的秦王没落了，都这样了，他不没落谁没落？钱不出，人不出，一毛不拔就不说了，一来就要卡脖子拿大头，怪不得苦大师说这事难做呢，原来是难在这上面啊。哈！对，还手咱家就让你掉脑袋。哎呦，认出咱家啦，挺横呀！抢功抢到这里来了，看来万岁爷交代的你们是一句没听进去啊！看着顾全，苦大师心里唯一的担忧消散了，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他走入了大殿，开始对着神佛跪拜。在这一刻，他无比的希望祖庭成为真正的祖庭，他等这一日等的实在太久了。这群人关在秦王府，把脑子都关坏了。落魄户果然拿不起横财的，秦王旁支果然也成为不了真正的秦王。自己的妹妹嫁给这样的人，你要去干嘛？去军屯里把浆糊请来干活。我总觉得你对这群人特别照顾，我总觉得你想做些什么，可为什么我就看不透呢？想多了吧，你忘了我现在也是军户呢。于总旗，小的来给你报喜了。刘指挥千世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他把虾仁提成了归他管理的总旗。
一个总旗下面有5个小旗，每个小旗下面有10个人，也就是说，我如今掌管着50人，可以拥有50个人的力量。现在我这个总旗手底下好像只有5个人，剩下的45人连个鬼影都没有。我准备在过年后好好的体会一下如何当主簿。为什么？看看我是不是当官的料，算是体会一下当官的感觉吧。你要不要一起？我安排你当个快手如何？香，真香啊！喂，问你话呢。如果今年过年你给我家送10斤土豆当礼物，我就当你的快手。那算了，我还是用如意吧。在京城的时候，那耀武扬威的快手抓捕贼人的英姿，那可是我小时候的梦啊！不会吧，你真的要去啊？真的，我就是学习一下如何当官，等将来我读书有了名堂，我去当官了，有了这个经验，是不是比一般人干的要好？不去。那你来找我做什么？专门来吃土豆的？叔父让我来的，他说他给你的字定下了，叫守星，于守星。陈神啊，在呢，在呢。杀只鸡，杀只年纪大的老母鸡。我去拿点土豆，准备做一个土豆炖鸡块。天寒了，长者需要补补身子。苦大师望着人群排着队进入大慈恩寺，安静了很多年的大慈恩寺又有了活力。这一刻的苦大师泪流满面，他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佛。既能自觉，复能觉他，觉行圆满，故名为佛。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尔等皆为佛。衙门的人对虾仁那是真的喜欢，余家送的煤到如今还没烧完呢。和虾仁关系好，今后去他家买煤还能便宜些。主簿孙无望带着虾仁在衙门里逛了一圈，并给他介绍了一下衙门的工作流程。余主簿，这是你的衙署，今后来县衙直接来这里就行。今日稍显匆忙，主簿放心，明日就会把炉子安好。虾仁感谢了主簿孙无望事无巨细的介绍，在简单的寒暄之后，虾仁在众人的送别中离开了衙门。他们是不是很热情？不对啊，这你都知道，你在衙门有人。嘿嘿，这还需要有人吗？多一个干活的，多一个来分担责任的，就算去个傻子，他们都热情。我是冤大头，你还不笨吗？这下知道我为什么明明可以去当官，我宁愿闲着也不去的原因吧？俸禄是一部分，这是另一部分。这可是长安县31个县里最好的一个县了。长安县都这样了，那其余县又是何等的一个光景啊？还能有什么光景？听我叔父讲，京城6部3卿，只有户部和通政司有主官，刑部和工部已经由其他部代管。天官的吏部缺尚书4年，大礼仪礼部和节制兵马的兵部尚书没人，连侍郎都没有了，只有公章没有人啊。朝廷权力最大的9部的全部官员加在一起只有31人，24个职位空缺，这可是5品以上的高官啊！这下你明白为什么我不去做官了吧？进去容易，你离开就难了。就这么乱下去吗？万岁爷身子不好，叔父说，如今的太子是一个干大事的人，说句不该说的，等太子登基，天下就会有新气象。猪尾巴都划分国县了，也就是他们要立国了。他们立国后就会入侵大明，那时候就算有心做官，恐怕也是为时已晚。大明这么大一摊子，就算太子是明君，他就算把这一摊子给扶了起来，那也不是短短几年就能成功的。等太子即位，再好好做官，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我说我想去做官，你帮不帮我？你疯了？我没疯，我只是心不安，我是认真的。于守兴，你到底图什么啊？官员不作为，受苦的是百姓。一旦百姓扛不住了，谁来了都没用。我想试一下。疯子，傻子，你一点都不聪明，你就是一个大傻子，一个没脑子的大傻子。那是火坑，我试过了。少爷，消消火，消消火呀！消个屁的火！我现在是心如刀绞，球如刀割，我可是想把妹妹托付给他虾仁。这人怎么就这么傻啊？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几集。小鱼大人在看什么书？晴雨录。啥？晴雨录。虾仁真的是在看这本书。长安这边干旱和蝗虫最多，长安的干旱其实就是雨下的不是时候，水白白的溜走了。
我要挖水塘、修水坝，把老天爷下的雨水给聚集起来。大牙，你带上人去把咸宁县所有的里长都给我喊到衙门来开会，商议今年劳役。小鱼大人，这种事情还用商议吗？你直接下令，我跑去吩咐，谁家不来，我用鞭子抽死他狗日的！天黑透了人才来起，很多里长是头一次见虾仁，他们实在没想到会这么的年轻。主簿多大？不知道。这么大能干大事？大雁塔就是人家组织人手修缮的。我觉得主簿不是小，而是个子长不高，所以才看起来不大。儿子，嘿嘿八成是。我的儿子不矮，同龄孩子没有一个有自己的儿子高。这一次把大家召集起来，不是为了劳役，而是和所有人息息相关。这些年长安接连大旱，我准备带着大家自救。一闪一闪的灯火下，一群里长认真的听着虾仁在讲自救。于大人，挖水塘不难，修沟渠不难，问题修好了，那些大户要用水该怎么办？他们并不在劳役之中。很简单啊，刚才我说了，这件事咱们一群苦哈哈出力了，这水自然是我们能用，他们绝对不行。于大人，每年因为水村子都会打架，他们人多，我们打不过啊。就是他们人多，每年都是他们先用水。老邱，你能打几个？我可以杀人。好，谁敢不劳而获，那就是抢，那就是南山的贼寇，允许你杀，出了事让他们去武功卫所找我。遵命。这一次劳役准备时间是1个月，也就是在4月底之前必须做完。哪个村做不完，选址不对，我就换里长。如意，这是小子一点点的心意，每人10斤盐。明日开始辛苦诸位了。哪里？小鱼大人说的对，是辛苦一代人，还是代代人都辛苦？我们还是分得清的。就是。咸宁县的劳役开始了，这一次的动静很大，挖水塘、通水渠，在河流上做拦水坝。哼，瓜皮，一群瓜皮啊！百姓是瓜皮，儿子关虾仁也是瓜皮，一群瓜皮聚在了一起，干的全是劳民伤财的瓜皮事。于寿星，如让，你怎么来了？哎，还不是心疼你。对了，现在我是咸宁县的县城了。嘿嘿。谢谢，别谢我，我蛋疼呢。我现在也成了瓜皮了。老天爷有时候真的很讨厌，干活的时候春雨来了，也正是这一场缠绵的春雨，让虾仁此时做的事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笑话。首先，这场雨是好雨，但下的不是时候。现在大家都没干劲了。你叔父怎么说？我叔父倒是觉得你是对的。他说，就算今年用不上，明年、后年说不定就用得上。眼光要看得长远些。时间一定会证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对的。如果今年真的有干旱，你这水真的不让那群笑话咱们的人用，对吧？不对。啥意思？当然给他们用啊，不过他们用的给钱，给的钱咱们就存到一起，然后用这个钱当做下次干活的工钱。真羡慕你，总是信心满满的样子。你不觉得今年天气很反常吗？哪有一场春雨下了5天还不停的？今年的干旱一定比去年还严重。今年正月的第一个辰日是正月初6，也就是6龙治水，龙多不下雨。今年的干旱一定比去年还严重。陈为龙是私语之神，阿地神。虾仁这小子做的是对的，不行，我得去找虾仁这小子了，但愿还来得及。爷，孙女我咋听不懂呢？孩子，辰为龙，丑为牛，要看今年年景如何，就要看正月第一次出现的辰和丑在初几。那和年景有什么关系呢？孩子，今年辰日是初6，也就是说今年主管降水的龙王爷是6个。龙王爷太多了，这天气就干旱了。孙女不懂。龙多靠，龙少落，就跟我们干活一样，如果很多人负责这件事，出了事会相互推卸责任。龙王爷也一样，他们不知道该谁来负责降水了，他们会以为其他兄弟已经降水了。懂了，那辰日最好是在初几？最好是在初3。孩子记住了，龙王爷多了就会干旱，如果龙太少了就会发大水，3龙治水才能吃饱饭呢。孙女记住了。好好的待在家里，爷爷出去一趟。
爷，披个蓑衣再出门啊？王老爷子这次是前几日身体微恙，卧榻数日，错过了修建水塘的大事。如今身子好了起来，今日来就是尽一份力的。王老大人直说，明日开始，未完成水渠的活由我王家人负责。小鱼大人说怎么干，我们王家人就怎么干，绝不含糊。没别的意思，就是单纯的想出一份力。可水渠的清理就要完成了。小鱼大人不是我倚老卖老，说句不当听的话，这水渠不够。王老大人直说，小鱼大人有所不知，在大唐时，咱们这一块属于城墙里，虽然如今距离大唐已经数百年，但泥土下的水渠部分还是在的。当初八水绕长安，渭河的船能直接行驶进入长安，靠的就是那便捷的水运，靠的就是贯穿长安城的河流。嘿嘿，王大人，很抱歉，小子不干。这小子太精了，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却有着超越年龄的老练和沉稳。小鱼大人，我就直说了，王家也想跟着村里人一起做工，干旱的时候也方便用水。为了弥补先前王家的缺失，我愿意打造一批农具，外加50两银子来弥补先前的亏欠和不足。我好像听人说你骂我过瓜皮，那就再加50两。嘿嘿，不够，得加钱。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几集。哥老子弟，这山道总算通了。听说家人这小子也在练武，不知道夫人赠予他的长刀，他能不能武艺助效？来人止步！你是谁？长安府咸宁县黄渠村萧武，家里排行老五，人称萧五爷。客人哪里来，要去往何处，作甚，请告知。哟，但混了半辈子，被一小子占了便宜，小子找打。哼，打我可以，最好把我打死，打死了之后赶紧跑。若是慢了，我家哥哥会要了你的命。嘿，你哥哥是谁？萧四、萧三，还是萧二，又或是萧老大？听好了，我哥哥虾仁与总旗，南山里面的下山虎都是我哥设计弄死的。你这汉子，你难道比下山虎还厉害吗？你哥哥是谁？我哥哥虾仁。叫啥？我哥哥叫虾仁，他说我叫萧五爷。带路。凭什么？我是你哥的故人，萧五爷请带路。好嘞，跟我走。虾哥，我的腿不听我使唤啊。虾哥，我肚子饿了，跑不动。余家现在热闹极了，100多手拿百杆长矛，腰挂长刀，身背长弓，手拿藤甲盾的军士，整整齐齐地站在余家门口。长安城的官员齐齐地朝着大雁塔这边冲来。是我一个马家管事而已，犯不着吧？族属朱县令说的对，这种没脑子的人留在秦王府就是一个祸害，得给他找个活打发走。这一次秦马两家派来的人打的是秦马两家的旗号，这就代表着是来办公室的，你懂了吗？按理那也应该住在官驿，住在余家想什么？按你这个说法，那回京述职的官也应该住在官驿，为什么很多人都住在庙里呢？又为什么那么多官员会买宅子呢？存相在呢。夏收结束后，你回渭南去吧。长安这边花销大，用不了这么多人。近些年干旱不断，你回渭南看着点。郡王，如此娘子也跟我一起回吗？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如此还未及笄。这件事说出来徒增笑话，也莫要对外人多言，莫坏了两家情谊。可我听说如此如今隔3差5的去余家，是人家如让是看上了余家的虾仁。高了，黑了，长大了。小子虾仁不知贵客上门，招待不周，人也来迟了，还望贵人莫怪罪。小子这就赔礼道歉，请受小子一拜。哎，叫我老艾。艾大哥好。当初见夫人你都大大咧咧的，如今见了我这个没名堂的，倒是客气了起来。站好了，让我好好打量一下。好，成大人了，真好。贵人还好吗？好着呢，走，进屋说。
厨娘、陈婶，你们去我屋箱子里拿些钱。这一路走了这么远，胃里一定空荡荡的，让大家吃点好的。少东家放心吧。宣抚使大人的身子好些了吗？先前在战场上受过伤，这几年虽然好了很多，但也只是好些。若是想恢复到以前，怕是有些难。夫人呐，夫人的身体倒是还好，一个人不但操劳着秦马两家，连治下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了，夫人是怎么知道我回到了长安？夫人的兄长去年去朝廷授官，走的时候遥遥小娘子提了一嘴。7月回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来到了长安府。看你家这门楣，这是当官了。父亲花钱替我买了一个官，花那冤枉钱做甚？真想当官，你来中州，不收5品官，一个6品、7品官还是可以的，也不用受气。虾仁赶紧拱手致谢。别人说这话，虾仁是一点不信，但秦家说这话，虾仁还是信的。人家那可是真正的土皇帝，掌握着军政财3权。对了，夫人给你写了信，交代我如果遇到你就交给你。他听说你对军务上的事情很有兴趣，这次来还给你带来了七少保的兵书。侠哥，这天下要乱了。夫人说，公子若无路可去，可入川。余家越来越热闹了，大小官员越聚越多。朱县令也来了。这余家在京城到底是做什么的？太子赠书，东厂有人，竟然还和石柱土司有关系。这虾人在京城到底是干嘛的？东厂，对，一定是东厂。南宫来了，他知道他招人嫌，简单的说了几句，就牵着闷闷去钓鱼了。南宫和闷闷很合得来，两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官员们都挤在院子里。虾人索性关上了房门，之后打开了秦良玉的亲笔书信，多是慰问和嘘寒问暖。在信的最后，虾人看到了秦良玉加重笔记的3个字：多读书。我一个毛头小子，能让名垂青史的大英雄嘱咐多读书，我要把这封信好好的珍藏起来。虾人给马祥林写了信，也怀着敬重之意给秦良玉写了回信。离别是伤感的，艾大哥他们在长安待了7日。小子，我要走了，记得有空一定要来石柱看看，来看看蜀道到底有多难，来看看我们天府之国。你我说句交心之语可否？艾大哥请说。七少保的兵书你好好看，虽然我不懂，但夫人说这是世间少有的练兵之法，你若看懂了，不要让人知道你看懂了。为何？夫人说，这世上真正的戚家军早已在万历23年的冬天被大明的文武百官亲手给屠杀了。少保的侄儿不是还活着吗？听说他很厉害。夫人和老爷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件事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明朝廷内部的党争已经很恐怖了。听说你现在是个纵骑，南山剿匪，真的你的主意吗？孩子，知道戚家军为什么强吗？不是很清楚。戚家军强是因为戚家军里面的所有人都不是军户，都可以说是戚家的私兵，所以他强就强在里面没有军户。我听说你是军户，你若是做大事，记得要从一点一滴的做起。艾大哥，万历23年的冬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说了一半却又不说了？这件事不说了，具体如何我也不知道，不敢瞎说。艾大哥不想说，等今后到了京城去问小老虎。侠哥，今后如果为官了，官越大就越是要小心人心。夫人说朝堂无对错，全是利益的纠葛。记住了，一定不要让人知道你在读戚少保的兵法。虽然读书并无多大问题，但就怕有人把你往党争里面拉，诬陷我是某某的传人嘛。走，回家吧，我也要离开了。我再送送大哥。夫人给你的刀还在不？在呢。走，我试试你刀法如何。没看够的宝子可以到我主页置顶视频看后续几集。